这是一个被永恒黑夜笼罩的诡秘世界，吸血鬼与科技与魔药基本怪物。在这座名为罪孽城的底层巷道里，穿越者林恩作为血巨药剂店的伙计，靠着绝对的冷静和对恐怖的习惯，已经奇迹般的存活了2年。但今天与怪物打交道的工作时，脑海中响起的一道冰冷的机械和声音，预示着他仅仅是活着的日子或许即将宣告结束。林恩穿越到这个鬼怪横行的世界已经2年了。作为药店伙计，他每天都在为活下去而努力。就在这时，他的金手指一个系统突然上线了。丁，您的老师血巨狂人向你发布任务，开门营业，将魂灯挂在门口。林恩还没来得及研究系统，他老师那如同咀嚼骨头般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林恩，时间到了，把灯挂出去，准备营业。来了。林恩走出阁楼，正看到他那2米高的老师拖着一具被切成2半的生物尸体走向手术室。手术室里很快传来了电锯的声音：把昨天过期的药剂拿去卫后院的小宝贝。丁，您的老师血巨狂人向你发布任务，整理过期药剂，投喂给后院的小宝贝。林恩对此早已习惯，他镇定地来到前厅。林恩拿起角落的油灯，那灯里装的不是油，而是血。随着发条扭动，猩红的血滴在火线上，燃起一缕红色的火苗。林恩打开门，外面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他冷静地将魂灯挂在门柱上，灯光照亮了破旧的招牌“血巨药剂店”。丁，您获得了骷髅臂乘10，基础经验乘5，纯净的人血乘100毫升。就在林恩准备转身时，一个阴森的笑声从黑暗中传来：小伙子，早上好啊，有没有没用的垃圾可以给我这个老太婆？一个提着人皮灯笼的老太婆拉着一辆长在手上的绣车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丁，人皮拾荒者向你发布可选任务，将无用的垃圾给予拾荒者。可以，你稍等。林恩转身从门口抓起2个黑色袋子，里面传来浓重的血腥味和挣扎的呻吟声。他把垃圾放在老太婆的车上。谢谢你，小伙子，这是给你的报酬。老太婆笑着从眼眶里抠出2颗血淋淋的眼珠子递给林恩。林恩面不改色地接过来。我收下了，谢谢。老太婆笑着消失在黑暗里。林恩来到后院，打开地窖的门，一股混合着腐肉和排泄物的恶臭扑面而来。林恩将1箱过期的药剂全部倒进地。林恩迅速关上地窖大门，长舒一口气。这时，他老师的声音在屋内响起：林恩，我要出去一趟，好好看店。林恩回到前厅，看到他老师正扛着一个鲜血淋漓、不断挣扎的麻袋，准备出门。有钱的拿钱，没钱的等价交换，没钱还不愿换的，你自己动手割。一把染血的剔骨刀被丢在林恩面前。记住，谁进来就杀谁，谁喊你都不要理会。老师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黑暗中。林恩坐在柜台前，闭上眼睛，静静等待。林恩睁开眼，看到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抱着洋娃娃站在门口。老板在吗？我的娃娃胳膊断了，您能救救我的娃娃吗？林恩看着门口的女孩，系统面板立刻浮现在眼前。血娃娃等级5，种族血肉恶灵。进来吧。女孩抱着娃娃坐到柜台前，娃娃的一条手臂被撕裂了，伤口还在流血。医生，您救救我的娃娃吧，他的胳膊找不到了。突然，女孩的嘴角猛地裂开，一直咧到脖子后面，露出一个血淋淋的笑容。您一定能够救娃娃的吧？是吗，大哥哥？面对这恐怖的一幕，林恩内心毫无波澜，因为系统给出了诊断。丁，初步诊断为目标家属吃掉了目标的一条胳膊。你最近是不是吃过什么东西？我已经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不过昨天梦里倒是狠狠地吃过一顿大餐，很可口呢。林恩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我怀疑你吃的应该就是你娃娃的这条胳膊。你现在想动手术还是物理治疗？怎么个动法？林恩一把将那把血淋淋的剔骨刀刺在桌上。手术就是割开你的肚皮，把你娃娃的胳膊取出来，我再给你缝上。那物理治疗呢？林恩站起来，戴上口罩和皮手套。物理治疗很简单，不用开刀。你想从上面拿还是从下面拿？上面吧。好，张开嘴，张大一点。女孩听话的将嘴撕裂到脖子后面，林恩用指甲卡住，然后把整条胳膊伸进了她的喉咙里。林恩在女孩的胃里探索着，很快就找到了目标。丁，您获得了活蹦乱跳的手臂乘1。林恩抽出手臂，冲洗干净，放在柜台上。找到了，以后注意别乱吃东西。现在给你娃娃缝上，缝合一次30币。林恩拿出麻绳和长针，在娃娃凄厉的惨叫声中迅速完成了缝合。好了，物理治疗10币，缝合30币，药剂1瓶10币，一共110币。女孩在身上摸了半天，只摸出了20个币。我只带了20块，还差90个币。你可以用你身体的一部分抵押，我替你割，
免费。林恩提起了剔骨刀，我还有10个币，药剂我下次再买。还差20，小本生意，概不赊账。或者你留下1枚眼睛，我还可以找你40个币。好吧，呜呜。几分钟后，林恩将一颗新鲜的眼球放进试剂瓶，女孩捂着空洞的眼眶，哭着跑了出去。黑店再也不来了。林恩抬起头，一个身躯魁梧的猪头人身怪物走了进来，他的一只眼睛血肉模糊，显然是刚被挖掉了。血锯呢？让他出来，给我换一颗眼珠子。来者是邻居猪肉店的老板，一个21级的猪头魔。丁，猪头魔任务，帮助其匹配一颗合适的眼球。老师出去了，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说。哦，我觉得你的眼珠子似乎就不错。丁，危机增加至91%。林恩知道，此刻只要露出一丝胆怯，就会被立刻撕碎。我的，在猪头魔凶狠的注视下，林恩平静地伸出3根手指，插进自己的眼眶，硬生生把自己的右眼抠了出来，递到对方面前。一颗200骷髅币，概不退货。猪头魔散只减20。猪头魔被镇住了，我操！他没想到这个看似羸弱的人类竟然如此狠厉。你的我不要，我要我自己的眼珠子。林恩平静地把自己的眼球按回眼眶，然后从怀里摸出另一颗硕大的还在转动的眼球，那正是猪头魔早上被拾荒者抠掉的那颗。今天早上一个婆婆送我的。猪头魔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愈发觉得眼前这个人类似乎心。好，我买了。猪头魔扔下1袋钱，林恩镇定地收下，靠在柜台上，疼的话可以叫出来。林恩拿起剔骨刀，在烛火上烤了烤。安个眼球还要用刀？你眼眶里有结石和血块，我帮你清理一下，免费的。等一下。林恩没有理会，手起刀落。猪头魔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几分钟后，猪头魔已经口吐白沫，一抽一抽的。林恩才想起，好像忘了用麻药。好了，现在安装眼球。林恩从柜子上拿出一个标着502字样的药剂。我测试的强力粘合剂。林恩将粘合剂涂在眼球上，对准眼眶，又从工具箱里摸出了一把锤子。做什么？最后一道物理工序，别动，不然安歪了还要重新来。林恩摁住惊醒的猪头，用锤子小心翼翼地敲击。几分钟后，他皱起了眉。安反了。林恩面不改色地抓住眼球，用力一把，又将安好的眼球扯了出来。别担心，小小的医疗事故，这次不收费。我不安了，我不在你这里安了。别动，作为医生，我必须对你负责。说着，林恩高高举起了手里的锤子。住手！10几分钟后，猪头魔神情呆滞地坐在那里，全身不停地打着哆嗦。林恩则平静地写着医疗报告。这些药剂一半口服，一半外敷，结账吧，一共546骷髅币。没问题，就在这上面签个字，摁手印也行。猪头魔颤巍巍地摁了手印，付了钱，转身就要逃离这个地方。等一下！猪头魔的身体明显地颤抖了一下。又怎么了？我在你的身上看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作为医生，我必须对我的患者负责。看着林恩认真的眼神，猪头魔虽然极度抗拒，但还是重新坐了下来。哪里有问题？我感觉我很健康。伸出手，我给你把把脉。林恩将手搭在猪头魔的脉搏上，眉头渐渐皱了起来。猪头魔的一颗心也瞬间悬到了嗓子眼。真的有大问题吗？问题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是什么问题？宫外孕。短暂的寂静后，猪头魔暴怒地抓住了林恩的领子。开什么玩笑？我再给你一次组织语言的机会。我是公猪，所以才说是宫外孕。在林恩平静的注视下，猪头魔颤抖着松开了手。林恩开始进行例行问诊。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腹部胀痛、干呕想吐、食欲不振？出现又怎么样？你就不允许我吃坏肚子吗？你上一次的 XX 行为是在什么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下面类似于撕裂的疼痛？我忍你很久了，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是撕裂的疼痛？别激动，这只是必要的流程。还有一种可能，你误食了什么东西，导致体内出现畸变，产生了怀孕的假象。你最近是不是不管怎么吃都吃不饱？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猪头魔确实经常感到饥饿。你怎么知道？林恩拿出一个木盆，倒入清水和一瓶淡绿色的幻魔药剂，把手伸进去，如果你体内有恶灵寄生，药剂会激发出真相。猪头魔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手伸进了木盆。下一刻，他的腹部突然一阵绞痛，肚皮上竟突出了一张嬉笑的鬼脸。我的肚子啊！这他妈是什么东西？林恩果断操起平底锅，一锅砸在那张脸上，把猪头魔的肚子砸回了原样。
猪头魔彻底信服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小兄弟，救救我，救救我啊！开刀看看。片刻后，猪头魔被绑在了昏暗的手术台上。你以前有没有给别人做过手术？看我老师杀过猪，你是我的第一个患者。我不做了，放开我！开什么玩笑？刀都磨好了，今天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林恩举起手术刀，猛地刺了下去。半个小时后，缝纫费另算，合计280。缝上。我们这里有麻线、毛线、铁丝、钢丝，价格不同，您需要哪一种？麻线。林恩熟练地拿起钢针和麻线，十几分钟后，在猪头魔肚子上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恭喜，手术非常顺利。林恩刚解开镣铐，猪头魔就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冲了出去，捂着肚子夺路狂奔。老板，你闺女忘带了，我们不负责带娃的，肚子要是不舒服，你再来，我再给你动刀。林恩回到店里，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系统面板，发现自己升级了。柜台上那个刚出生的鬼婴发出了阵阵啼哭。林恩走过去一看，发现这鬼婴的等级正在快速提升，而他的脸也开始变得扭曲，逐渐向着不可名状的恐怖方向发展。恶灵血鹰对您的畏惧度已超过了其怨气增长的速度，危机等级已降低至负321%。系统提示：任由鬼婴扭曲下去，他复苏后的恶意将会无比巨大。定，您触发可选隐藏任务“鬼婴破形”。林恩看着鬼婴的脸，5分钟就长出了一堆囊肿，10分钟就爬满了扭曲的触手。不行，太丑了，实在是太丑了。算了，免费给你整整容，省得你以后出去吓别人。林恩戴上口罩和手套，把鬼婴绑在柜台上，伸出2只手，一把抓住他脸上那疯狂扭曲的触手，就像揉面团一样揉了起来。我想换张脸。林恩看了一眼系统面板，来这是一个15分的烧死鬼。欢迎光临，请去那边的座位上稍等，我马上就好。烧死鬼呆滞地看着林恩继续揉面，为了加快速度，林恩两手齐上，抓住肉团2个，用力一扯，哗啦啦整个的光再往鬼婴脸上一面。林恩甚至凝视了他鬼婴的脸上的脸。不对劲，这家店好像不对劲。哦，这个小鬼太丑了，作为医生，给他换一张正常的脸是我应该做的。您的想法还真的是别具一格。烧死鬼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待会自己的脸被这样不断拉扯的恐怖画面。林恩是妈妈呀！烧死鬼下意识捂住了自己脸上的伤。我去后面拿下工具，您再稍微等一下，下一个就轮到您了。烧死鬼本来是看药店的那个老变态出门了，才赶来治烧伤，谁知道老变态走了，却留下个小变态。这时，高月的布帘内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电锯声。他拿电锯干什么？布帘上一个提着电锯的黑影越来越近。停电！救命！林恩掀开帘子，一脸困惑。我就是手术刀不快乐去磨而已，怎么就走了？1个小时后，林恩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的形象，之前那团恐怖的扭曲已经被他雕琢成了一个樱桃小嘴、大眼睛的可爱娃娃。现在不是顺眼多了吗？就在林恩准备打样时，门口的光影一暗，一个穿着漆黑斗篷、头戴高礼帽的高大男人走了进来，巨大的阴影带来了强烈的压迫感。兽魔人奥卡洛斯，等级未知，战斗能力你毫无意外会死。魂灯即将熄灭，就在林恩准备打样时，一个穿着漆黑斗篷、头戴高礼帽的高大男人出现在门口。系统面板显示，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遇到的第一个人类。丁，兽魔人奥卡洛斯，等级战斗能力你毫无意外会。我需要治疗，还需要一些战斗药剂和恢复药剂。欢迎光临，请进。兽魔人走进店里，门口的魂灯疯狂闪烁，几乎熄灭，这说明他的实力极其强大。他审视的目光让林恩的皮肤都感到了火辣辣的疼痛。我没想到，在这黑暗世界还能遇到一个活着的同族。系统立刻发布了任务，失败惩罚是被兽魔人所杀，但因为同族击败，惩罚被抹消了。林恩松了口气。请问您需要治疗哪里的伤势？兽魔人摘下斗篷，转过身，露出他整个漆黑腐烂的右肩，上面凝结着一块块黑色的血块，狰狞至极。我被一个红衣厉鬼暗算，这是黑蝴蝶的毒，必须先治好。
林恩并不知道什么是黑蝴蝶，但系统给出了诊断和治疗方案：刮骨疗毒。客人，你的伤势很严重，毒性已经侵入骨骼，想要治疗，只能先把被侵蚀的组织全部割掉。林恩竖起2把剔骨刀。你的手术能力怎么样？放心，经验非常丰富。虽然这是我第2次动刀，但上一个客人给了我很高的评价。这附近还有其他的医疗店吗？应该没了，我们这里不允许有第2家医疗店存在。短暂的寂静后，兽魔人似乎下定了决心。好，我信你一次，动刀吧。好嘞，需要上麻药吗？不需要，真男人从不用麻药。太好了，我也从来没给人用过麻药，这真是撞到我的专业上了。兽魔人的心里咯噔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林恩一刀就插进了他的肩膀。这就开始了。没，我先试试刀。兽魔人还没来得及吐槽，噗呲一声，第2把刀也插了进来。又干什么？找合适尺寸的工具，那2把我先插着备用。你不能把备用刀放旁边吗？非要插在我肩膀上的。客人，我是在测试手术刀的锋利程度，如果刀不锋利，割起来会更痛苦。作为医生，我必须保证我的刀完美的适配您的肉。兽魔人被这套歪理说得哑口无言。不要测了，就用这2把刀，立刻给我清创。好吧。林恩说着，转身掀开帘子走到了后院。当他再次出来时，手里搬着一个烧得通红的火炉。你这又是干什么？消毒，用高温灭杀毒素，效果拔群。你以前有没有实操过？我没实操过，但我看我老师实操过，特别是杀猪拔毛的时候，拿烧红的刀那么一撩，齐刷刷的就下来了。几分钟后，林恩从炉子里抽出2把烧红的刀，走到了兽魔人身后。我要开动了，接下来可能会有点疼，你忍一下。忍肯定可以，但我就是想问一下，你特么在柜台上摆这么多盘子干什么？还给我围个餐巾，是准备就餐吗？客人你多虑了，这些盘子是用来装割下来的腐肉的，我需要根据削减的肉量来给你配备相应剂量的血肉增生药剂。动刀。好，那我要开始了。2刀入肉，伴随着持续的切割和烧灼声，兽魔人发出了痛苦的嚎叫。疼，死妈一样的疼啊！如果疼的话，现在打麻药还来得及。滚！你哪儿看出我疼了？林恩指了指被兽魔人指下抠出深痕的柜台。那请您把我家柜台先松一下，这是上好的古木，很贵的。我双倍赔你，割，给我使劲割。就等您这句话了，那我就真的放开割了。等一下，一片又一片发黑的，还带着肉香味的腐肉，被林恩用流利的刀工削下，整齐的飞到了盘子里。你特么是在给我手术，还是在给我凌迟呢？削的还特么薄厚均匀。住手！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削慢了不满意，削快了你还不满意，麻药你还不打，你怎么这么多要求？你给我一次性剜出来不行吗？一次性剜完，那不就成一刀子买卖了吗？你说啥子？我是说，一刀子剜下去，要是伤到了大动脉，我保证你走得比现在还急促。我是医生，要对你负责。兽魔人彻底被这套神逻辑击溃了。割，给我割！你这死黑店，我以后再也不来了。放心，动完手术，你一定会爱上我的刀的。10几分钟后，兽魔人像死猪一样趴在柜台上，口吐白沫，昏死了过去。林恩一口混合液体喷在兽魔人肩膀的创面上。好了，初步清创已经完成。够了，让我走，现在就让我走。走，客人，开什么玩笑？最重要的步骤还没做呢。快看，在你昏厥的时候，我还特意给你凹了一个造型。兽魔人惊恐地扭过头，只见自己肩膀森森的黑骨之上，竟被别致地凹出了一个新的形状。兽魔人3只减20，有没有感觉到心情一下子得到了放松？我放你的，我杀了你！林恩一记飞刀打掉左轮。客人，手术还没结束，你现在杀了我，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不负责任。就算你要杀我，也得等我做完手术。在林恩高亢的医德面前，兽魔人看着下一个步骤，刮骨。几分钟后，兽魔人被锁链捆成了一个大粽子。你刮骨就刮骨，捆我干什么？我怕你在手术过程中忍不住疼痛把我给崩了，我要给你刮了，忍住。等一下，让我准备。兽魔人剧烈挣扎，终于使出了麻药，立刻给我上麻药！我不行了，现在上也没用了，再坚持一下。我信了你个鬼！兽魔人瞬间绷住了锁链，伸手去抓柜台上的左轮。我辛辛苦苦给你刮骨，你3番5次想崩了我。林恩抢先抓过左轮，一把塞进兽魔人嘴里。你再动一下试试，今天我拼了老命，也一定要把你医好。兽魔人含着枪管，泪洒当场。林恩觉得小刀太慢，转身冲进后院，提着一把电锯就冲了出来。
你不要动！你骨头太硬了，用这个大家伙给你刮，长痛不如短痛。我上了。打一下。这时，一个长发女鬼烧到门口。老板，我来买几瓶恢复药剂。一只颤抖的手抓住了他的脚踝，奄奄一息的兽魔人从布帘下爬出。救我！救我！女鬼好奇地掀开布帘一角，他看到了一个提着电锯满身是血的少年，正是在兽魔人身上用电锯摩擦着他的身体。欢迎，请稍等，处理完这个客人就轮到你了。女鬼抱着脑袋发出惊恐的长啸，连脚都不要了。丁，您获得了成就，顾客惊吓者。10几分钟后，手术完成。林恩看着昏死过去的兽魔人，陷入了沉思。半小时后，兽魔人醒来，看到林恩的笑脸，我操！从手术室对着林恩的方向，子弹精准的在墙上给林恩打出了一个人形轮廓。冷静，各官请冷静。您的伤我已经为您治疗好了。半个多小时后，兽魔人缓缓醒来，他一睁眼就看到了林恩那张带着职业微笑的脸。兽魔人几乎是条件反射的从手术台上跳起来，惊恐的后退。你别过来，别过来！冷静，各官请冷静。您的伤我已经为您治疗好了。兽魔人喘息着，努力平复心情。他掀开肩膀上的纱带，发现伤口竟真的已经恢复如初，只是在中央的位置有一小块颜色不同的白嫩嫩的肉。这是猪肉。客人，虽然过程有些不愉快，但结果还是非常完美的，不是吗？在林恩的一番毒鸡汤安抚下，兽魔人终于还是强忍着怒火松开了手。手术费多少？你开个价。不用付了，就当是你的同族请了，只要以后多多光顾本店就可以了。光顾你妹啊！我这个人讲究公平交易，你不要钱，就从我身上随便拿一件东西。林恩的目光立刻就落在了兽魔人腰间那2把金属质感的左轮枪上。我觉得这2把枪真帅。好眼光，一眼就看中了我身上最贵的东西。您经常用它们猎杀怪物吗？不，我从没用它们杀过一个怪物。为什么？兽魔人手指轻挑，2把左轮就在他手里打了个枪花，黑洞洞的枪口瞬间瞄准了林恩的脑袋。他扣动了扳机，林恩呆立在原地，他身后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用子弹打出来的精准无比的头部轮廓。人体描边，很形象的形容。准确来说，这2把枪中过诅咒，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开枪，子弹都必定无法命中目标。平时除了能用它们装逼之外，也就只能用来装逼了。那我不要了。林恩转身欲走。你既然都挑好了，那就不能不要。我这个人最讲究的就是公平守信，你不要就是看不起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还是不要？要。兽魔人露出一个计谋得逞的微笑，将其中1把枪拍在了手术台上。果然不愧是我的同族，确实是豪爽。什么意思？因为诅咒的原因，这枪我是丢不了的，必须要同族表现出强烈的想要的冲动，通过公平交易的手段才可以交易出去。这鬼地方的人族太少了，想找个接盘的实在是不好找。林恩这才意识到自己被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给坑了。既然你帮了我这么大忙，我也可以顺便告诉你一些消息。什么消息？今天晚上，无论你在外面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试图外出，也不要开门。你们这里可是来了一些不得了的家伙。这番话和他老师临走前的警告一模一样。是什么怪物？我想你最好还是别知道的为好。如果你能活到明天，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呵呵。话音刚落，兽魔人的身体就化作一道青烟，缓缓地消失在林恩的面前。整个药剂店再次陷入死寂，只剩下林恩一个人，手里握着那把只能用来装逼的诅咒左轮。林恩猛地回头望向被黑暗吞噬的门外，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凝。兽魔人离开后，林恩把玩着手里的诅咒左轮。离魂灯熄灭只剩半个小时，外面的黑暗似乎比以往更加浓重。他看了一眼柜台上等级已经提升到7级的鬼婴，决定用这半个小时练练枪。林恩将鬼婴摆在凳子上，闭上一只眼，瞄准了他的脑袋。一颗子弹擦着鬼婴的耳朵飞了过去，还真打不中。林恩不信邪，对着鬼婴连开长枪，但每一颗子弹都精准地擦着他的身体飞过，唯一的效果就是把鬼婴吓得瑟瑟发抖。半个小时后，魂灯骤然熄灭，林恩表情一肃，立刻冲过去收回魂灯，然后用铁锁锁上大门，并用木板封死窗户。夜幕降临了。丁，您触发任务，不眠夜，要求活到第2天黎明。任务奖励500骷髅币，等级+1。
高额的奖励意味着今晚将有巨大的危机。林恩不敢怠慢，抓起早已吓傻的鬼婴，提着刀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小阁楼。午夜12点的钟声响起，林恩猛地睁开眼睛，楼下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林恩，快开门，我是你老师，有恶灵在追杀我，快让我进去。是老师的声音。林恩立刻抓起剔骨刀冲到楼下大厅，大门正在咚咚作响，外面传来老师剧烈的喘息和痛苦的呻吟。林恩，快开门，老师要不行了。林恩点了点头，他提着剔骨刀快步冲到门前，他毫不犹豫地将剔骨刀从门缝噗呲一声刺了出去。老师，既然都不行了，那就死外面吧。你都不确定我是不是你的老师，你就直接给我捅一刀。林恩抽出刀，换了个角度又捅了进去。因为如果是我在外面，我老师也会捅我的。短暂的寂静后，门外传来刺耳的尖笑，开门声变得无比剧烈。一只鲜血淋漓、几近腐烂的手猛地穿透了门板，伸了进来。我吃了你，我要把你撕成碎片，一点一点的放在嘴里面咀嚼。林恩面不改色，一刀将那只手钉在了门板上。门外传来尖锐扭曲的长啸。林恩迅速解下一根从系统奖励中得到的怨灵发丝，让它顺着门缝缠绕出去。几秒之后，门外的尖笑变成了窒息般的挣扎。林恩抓住发丝的另一头，用力一拉，只听门外传来血肉撕裂的声音。那只被钉在门上的手挣扎频率越来越剧烈，最终缓缓耷拉了下去。林恩没有丝毫放松，拔出剔骨刀，顺着门缝噗呲噗呲的又捅了上百刀。定，您击杀了血肉欺诈者。林恩刚松了口气，系统的警报声再次响起。警告！警告！有根源级怪物正在靠近，危机等级100%。林恩瞬间僵住，他紧贴墙壁，屏住呼吸。下一刻，他看到那只被钉在门上的断手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外面拽了出去。一股前所未有的阴冷气息从门板的破洞中弥漫进来。林恩屏住呼吸，他能清晰地听到门外传来一阵阵咀嚼骨头般的嘎嘣声。那个双眸人没有骗他，今晚外面真的有地杀鬼。一个庞然大物一听的声音由远及近，最终停在了药店门口。林恩立刻屏住呼吸，他看到一道光从门板的破洞射了进来，那是一个未知怪物的目光。林恩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就在离他不到1米的破洞处，一只巨大的眼睛正向内窥探。外面传来了舔舐门板的声音，紧接着一根血红的舌头般的触手缓缓从破洞探了进来。散值减40。林恩全身僵硬，眼睁睁看着那根触手将门板内侧的鲜血舔舐干净，然后慢慢的向他蔓延过来。那根触手在林恩的脸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湿滑的痕迹。林恩很清楚，只要自己表现出一丝恐惧，立刻就会被吃掉。医生，发现你了。林恩心里咯噔一下，开门，牙疼。牙疼？难道这个根源级的怪物是来看病的？可是我们小店晚上是不接客的。不接客就吃了你。来了。林恩以生平最快的速度开锁拉门，然后90度鞠躬。血具药剂店真诚为您服务。一股阴冷恶臭的气息扑面而来。看清门外怪物的全貌后，林恩的心脏瞬间停跳。那是一个足有2层楼高的婴儿脑袋，没有身体，脖梗处是无数条蛇一样的红色触手。姓名未知，等级未知，战斗能力跑。林恩强行保持镇定，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顾客。巨婴头颅缓缓张开嘴，露出一排滴着血的锋利牙齿。牙疼，医生，治不好吃掉。放心，肯定能治好。请问您是哪颗牙疼？后槽牙。由于口腔内太过昏暗，林恩无法看清。他一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您张大嘴，我现在就给您诊断。林恩小心翼翼地爬进巨婴的嘴里，跳到他的舌苔上，强忍着恶臭向深处走去。没有光线，看不清啊！惊悚的一幕发生了，一根触手缠绕着巨婴的一颗眼球，伸进了他自己的嘴里。苍白的目光瞬间照亮了整个口腔。林恩看到周围的牙齿上沾满了断手、碎头颅和腐肉，显然这个怪物的食谱非常丰富，而且记仇。林恩强忍惊惧，很快就在后槽牙上发现了一根插在里面的长矛。神圣之矛破损品质传说，原来是神圣属性的武器，难怪之前那些黑暗世界的医生都治不好。但林恩是人类，不受神圣力量克制。拿出来，拿不出来，吃掉。林恩看着后槽牙周围那些同行的残骸，深吸一口气。他抓住长矛，用尽全身力气，但力气太小，只能让长矛微微松动。搭把手啊！无数触手立刻蜂拥而入，缠在林恩腰上，开始一起用力往外拔。停下，听我口号，我喊1、2、3，
大家一起用力，1、2、3，拉！在林恩的指挥和众多触手的合力下，伴随着巨大的惯性，那根长毛终于被噗呲一声拔了出来，成功了！对您的好感度加20，但还是很疼。林恩回头一看，拔出长毛的牙洞正像喷泉一样往外飙血。稍等一下，林恩立刻冲回店铺，拿出大量的麻药和止血药剂。想要止血，必须把药剂输送到牙根深处。林恩看了一眼旁边帮忙打光的那根光滑可爱的触手，有了主意。他一把捏住那根触手。客人，这根触手您还要吗？我需要用它来给您止疼。林恩一刀就把那根触手给剁掉了。林恩抓着被剁下来的触手，往里面疯狂注射药剂，然后对准那个飙血的牙洞用力一插，但触手尺寸太大，洞口太窄，无法深入，只能硬插了。林恩再次狂奔回店里，扛着大铁锤和铁棍又爬了回来。他将铁棍顶在触手末端，然后抡起大铁锤，一下一下的猛砸。痛！这是正常情况，你忍一下，到了最里面马上就不疼了。连续上百锤后，那根注满药剂的触手终于被完全导进了牙洞。不疼了。对您的信任度加20，这只是开始，想要有一口健康的牙齿，还需要进一步加工。林恩拿起电钻，开始清理牙齿内部被神圣力量侵蚀的部分。清理完，我再给你补一颗硬邦邦的好牙。不过我这里没有补牙的材料。我有钢。林恩只觉得脚下一阵颤动，下一刻，巨鹰头颅就带他来到了一个巨大的铁皮建筑外。他嘴里的舌头瞬间像刀似的突出，整个建筑被一分为二。里面一个强大的钢铁傀儡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舌头直接拍成了一个钢饼。一个够吗？20几个傀儡被拍成了钢饼。够了，一个就够了啊！几个小时后，林恩用这些钢饼成功为巨鹰头颅铸造并安装了一颗崭新的钢牙，完美。丁，您完成了任务，获得了1000骷髅币，好感度加50。丁，您获得了唯一成就跟原级怪物的牙医。林恩站在焕然一新的钢牙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他身下那颗巨大的眼球正懵懂地看着他，充满了信任和依赖。林恩成功为根源级怪物小小补好了牙，并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口腔护理。医生厉害，我不吃你了。对你的信任度加40。顾客的赞誉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请问您愿意体验本店最新的牙齿保健服务，成为我们的终身会员吗？保健服务。在林恩的热情推销下，小小欣然同意，并让林恩为自己取了名字。林恩也因此获得了根源命名者的专属成就。感谢您光临小店，欢迎您下次惠顾。林恩微笑着，目送一蹦一跳，操着一口闪亮钢牙的小消失在街道尽头。下一秒，他立刻冲进药洞，用锤子和钉子咚咚咚地将大门彻底钉死。林恩靠在门上，大腿比自己狂跳的心脏。虽然过程看似和谐，但作为一个人类，面对那种级别的怪物，说不怕是假的。林恩非常清楚，在这个黑暗世界，根源级怪物相当于满级 BOSS， 而听兽魔人所说，昨晚来的还不止一只。有一技之长，果然是保命的手段。林恩打开系统面板，经过这一晚的洗礼，他已经升到了5级，并获得了8个可分配点数。他毫不犹豫地将点数全部分配到了体质上。分配完点数后，林恩的目光落在了系统给予的新奖励上。瞬时诅咒清除能力，可为目标清除一条诅咒，持续24小时，冷却时间12小时。林恩眼前一亮，他立刻想到了从兽魔人那把诅咒。林恩从箱子里摸出左轮，诅咒清除。一缕缕漆黑粘稠的气息从左轮中被抽出，压制。定，您收获了一条诅咒词条，100%未命中，剩余时间24小时。林恩咧开嘴角，露出一排瘆人的牙齿。虽然只有24小时，但在关键时刻，这把枪绝对能发挥巨大作用。林恩转身，瞄准桌角的一个瓶子，突然轰的击中了几枪，但没有一枪命中瓶子。系统，你给我的能力是假的吧？诅咒都清除了，为什么命中率还这么低？定，您的枪械精通为0。林恩决定熟能生巧，快枪手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他将空瓶子放在被木板封死的窗口，站在10米开外。定，您击中了75级魔物黑夜食腐者，您获得经验加10。只见窗台的木板上多了一个弹孔。是谁？是那个混蛋偷袭我！林恩迅速到窗台，拆下旧木板，换上新木板，咚咚咚钉好，然后一溜烟飞回阁楼，钻进被子，蒙头大睡，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定，您完成了任务不眠夜，您获得了500骷髅币，等级加1。林恩猛地睁开眼睛，他感觉身上到处都是粘稠的液体，被子里还咕嘟咕嘟的冒着泡。散值减1。他深吸一口气，从床头拿起左轮，伸进被子里，
丁，枪械精通+1，洛林血鹰对您的寄生失败，对您的恐惧度+20。林恩一把掀开被子，只见一根根章鱼般的漆黑触手从被子里炸开，四散蠕动，而那个被他捏好脸的鬼鹰正趴在他的肚子上，满脸呆滞。果然又崩坏了，自己居然抱着一只章鱼怪睡了一个晚上。林恩点开鬼鹰的面板，发现它已经飙升到了10级。丁，因恶灵血鹰对您的恐惧度达到1321，您触发特殊任务血鹰成长。系统提示，鬼鹰已经达到了第1次塑形期，这个阶段将决定它未来的成长方向。因为林恩在初期起了巨大作用，所以他获得了对鬼鹰进行初步调整的资格。也就是说，要是不管，等他不怕我的时候，他就会干掉我。林恩看着眼前这个除了脸，身体其他部分已经完全被触手填满的怪物，决定再给他好好调整一下。林恩卡卡地活动着手腕，第溜起了鬼鹰命运的后脖梗。由于昨天积累的巨大恐惧，鬼鹰在林恩面前毫无反抗欲望，只是呆滞地看着这个可怕的人类。他要做什么？难道还要像昨天一样，把人家的脸揉捏成奇怪的形状吗？下一刻，林恩一把抓住他身上2根最粗壮的触手，表情严肃，像扯面一样一拉、一揉、一推。恶灵血鹰对你的恐惧度+20。你还是太不听话了，没有经过医生的同意，就随便长出这么多奇怪的触手，这对小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健康。林恩把那些乱动的触手一根根打结，硬生生给摁了回去。让林恩叔叔再给你整整容。半个多小时后，林恩满意的看着自己面前桌上那个满脸呆滞的鬼鹰。经过全套服务，鬼鹰已经变成了一个粉嘟嘟、肉乎乎，如同瓷娃娃一样的小姑娘。当然，因为崩坏的触手实在太多，即便到了最后，还是剩下了许多组织。于是，林恩稍微在他的头上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林恩伸出手指，弹了弹鬼鹰头顶上那对小巧可爱的兽耳。超级可爱的有没有？林恩认真的嘱咐鬼鹰要保持这个形状，不要再随便崩坏。丁，恶灵血鹰初步形态已确定，开启性格与成长方向的初步校正。林恩的面前浮现出一个面板，上面罗列着鬼鹰的性格、心理和成长方向，全是怨恨、杀戮、扭曲、病态等负面词条。这个也可以调整吗？林恩看着那些负面词条，果断开始修改。几分钟后，面板变成了性格方向：甜美、乖巧、杀戮；心理特征：贤惠、可爱、病态；成长方向：甜美可人的小萝莉，带给人幸福与安宁的美少女，散播灾祸与杀戮的恶鬼。系统，每个词条后面那个负面的，我不能调整吗？丁，宿主权限不够，第一阶段只能进行每项2个特征的调整。那就先这样吧，等你到了下个阶段，我再给你把后面那3个负面特征去掉。确定。随着林恩确认，鬼鹰缓缓闭上眼睛，进入了沉睡。在练习了半小时枪法之后，林恩像往常一样打扫卫生，开门营业，将魂灯挂在门柱之上，然后他坐回柜台，打开了系统的新功能商城。林恩本以为系统出品必属精品，什么超人血脉、天心剑应有尽有。然而，当他看到商品列表时，他沉默了。商品1：剧毒史莱姆粘液10公斤，50币。商品2：会招来厄运的招财猫玩偶1个，200币。商品3：婴儿纸尿裤紧身版10包，50币。系统，你确定这不是收破烂的？丁，此功能暂未开放，请宿主耐心等待，每日5点可自动刷新。林恩深吸一口气，虽然和期待的完全相反，但好歹也算多了一种进货渠道。剧毒史莱姆液买了，厄运招财猫买了，有机会送人婴儿纸尿裤。林恩瞥了一眼柜台上沉睡的被他捏成人形的鬼鹰，这个还有点用处，买了。林恩将纸尿裤套在了鬼鹰的头上。林恩的注意力很快被第4和第5件商品吸引。商品4：血肉增生药剂配方特殊版，500骷髅币。商品5：血魔肉块乘5，100骷髅币。这算是所有商品里唯一靠谱的东西，而且还配套出售稀有材料。林恩毫不犹豫地将它们全部买下。他并不着急炼制，因为算时间，今天就会有商人带着原材料上门供货。林恩准备好骷髅币，并将昨晚从小小嘴里清理出来的大量残肢断臂打了个包，开始在门口耐心等候。没过多久，街道的黑暗中响起了吱嘎吱嘎的车轮声。一个提着人皮灯笼、脸上带着慈祥笑容的老太婆，拉着她那辆长在手上的绣车，出现在了药店门前。小伙子，有不用的垃圾要丢给我这个老太婆吗？丁，您触发任务无用的垃圾2。有。林恩爽快的答应，然后吃力的将一个巨大的麻袋拖了出来，放在了拾荒者的车上。就在麻袋放下的瞬间，老太婆脸上的笑容僵硬了。根源级的气息。老太婆浑浊的双眼闪过一丝震惊，她看着林恩的目光顿时变得格外惊异。可能确实是沾染了一点。昨天晚上我给一个顾客看了看牙扣，
这是从他嘴里面清理出来的。我觉得您可能会需要。你给根源级怪物看过牙口，你就不怕他吃了你？一时间，林恩清晰地感觉到面前这个老太婆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怪物。昨天晚上，这里来了3个根源级的深渊猎头者，隔壁的屠宰象、恶魂阶和阴魂象已经被他们吃空了。看来是因为你，我们游魂象才免了一劫。可是我感觉昨天那个客人还挺可爱的啊。可爱？老太婆摇了摇头，喃喃自语。果然，黑暗世界当中就没个正常的存在，特别是那些看上去正常的。那个老太婆说着，伸出干枯的手，慢慢伸向自己的胸膛。林恩眼睁睁地看着老太婆从自己的胸腔里硬生生掏出了一颗还在扑通扑通跳动的流着血的心脏。你收下吧。无面魔的心脏品质诅咒之物，诅咒可以指定目标的心脏链接，但每日都需要大量鲜血饲养。你如果想要水死，就心里想着它，然后用你最恶毒的方法来对付这颗心脏，你会收获很大的快乐。林恩顿时毛骨悚然，这个老太婆身上的东西果然没一个正常的。很快，拾荒者拉着车子一点点消失在了前方的黑雾当中。林恩看着手里的心脏，目露怪异，自己的诡异收藏品又增加了一个。在等到每周送货上门的怪物补满了店内仓库后，林恩回到柜台，安静地等待着今天第一个客人的上门。3声敲门声响起，欢迎！挂在门柱上的魂火呼呼呼的剧烈闪烁起来，这说明来者的级别绝对不低。门外，一个穿着一身大红晚礼服、身材曼妙的女人正微笑地站在门槛前。血衣恶灵等级未知，阵营混乱邪恶，战斗能力。他会把你一点点掏空。林恩的眼前浮现出女人的面板，她手里端着一个盖着的盘子，隐约散发着肉香。你好，请问客人有哪里不舒服需要治疗吗？我没有不舒服，因为今天刚搬到这条街，所以来拜访一下邻居。你应该不会不欢迎我吧？散值减1。林恩很清楚，在这个世界，越是看上去正常的怪物就越危险。欢迎，当然欢迎。血具药剂店欢迎任何一个友善的邻居。女人婀娜地走了进来，林恩的耳边立刻响起了系统提示：丁，您触发任务，活下去，要求在血衣恶灵对你的恶意达到100%之前，坚持30分钟。果然，这个恶灵来者不善。老板，你就不害怕被一些不友善的顾客吃掉吗？散值减10。他的一根手指轻轻地在林恩的胸膛前划了划。怕还是有点怕的，但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丁，当前危机度51%。那如果不是顾客呢？那如果我要吃你呢？丁，当前危机度61%。不可能，姐姐你这么漂亮，心地肯定也和您的外在一样美。丁，当前危机度56%。你真的觉得我很美吗？当然。那现在你还觉得我美吗？就在林恩的注视下，女人的面孔缓缓地从中间裂了开来，裂缝中缓缓生长出一排锋利的倒齿和粘稠恶臭的触手。散值减30。你现在还觉得我很美吗？我真的很美吗？丁，当前危机度90%。那张恐怖的面容距离林恩的脸已经不足5公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林恩对着那张裂开的脸亲了一口。周围一片寂静，女鬼将在原地飙升到99%的危机度，瞬间降到了50%。抱歉，姐姐，您突然这样凑过来，实在是让人忍不住想亲一下。您实在是太符合我的审美了。符合你的审美？没错，我从小就对有着好牙扣和长着触手的女孩非常的仰慕，特别是黏糊糊的姐姐这种类型，简直是我心目中的白月光。不对劲，这个人类不对劲，为什么自己露出恐怖面容的时候，他反而更兴奋了？林恩正抚摸着女鬼的触手，动作突然停了下来，眉头一皱。怎么了？不是很喜欢吗？危机度70%。我看出了一些问题，姐姐，你是不是平常不是很注重口腔卫生？关你什么事？此言差矣。作为一个漂亮的女士，怎么能允许自己有任何瑕疵呢？我觉得姐姐你非常需要一次精致的保养。几分钟后，林恩满意地望着面前操着一口锃光瓦亮的洁白牙齿和清新触手的女鬼。现在有没有觉得口气一下子就变得清新了许多呢？女鬼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表情呆滞，大脑一直处于宕机状态。这发展的方向和她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啊！女鬼用力将自己裂开的面孔合上，恢复了之前风情万种的御姐形象。少给老娘油腔滑调，我这次来有正事。
说，你昨天是不是给一个猪头魔做过手术，从他肚子里面挖出了一个婴儿，是吗？敢问您是？我是他吗？这绝对是林恩没想到的。那女士，你来这里是？当然是要接回我自己的孩子。如果我猜的没错，我的孩子现在应该已经成长为了一个灾厄的怪物了吧？杀戮、恶意、怨念、邪恶，他一定继承了我所有让人快意的品质。女人的面孔再次裂开，无数触手从她身上蔓延出来，一步步逼近林恩。现在立刻把我的孩子交出来，或许我还能考虑饶你一命。交，肯定交。只是你孩子可能和你想象中有一些小小的区。就在这时，后面的布帘内突然传来了小小的脚步声。看来我的孩子已经听到声音过来了。呵呵呵，正好让我看一看，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模样。他不再理会林恩，转过身，狂乱的触手在他周围涌动，脸上写满了期待。是不可名状的扭曲，还是翻滚着恶意的禁忌恶鬼？真的是有些期待呢。呵呵呵呵。我觉得女士你最好还是别抱什么期待为好啊。布帘被掀开，长着可爱兽耳、粉雕玉琢的小姑娘，迈着小短腿，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好奇地看着面前这个扭曲的怪物。林恩觉得女鬼最好不要抱什么期待。下一刻，后面的布帘被缓缓掀开，一个全身粉嘟嘟、长着毛茸茸兽耳的婴儿，打着哈欠，迷迷糊糊地走了出来。就是昨天猪头魔生出来的那个婴儿，是不是很可爱？女鬼目光空洞，她伸出一条触手，缓缓探向小女孩，在靠近后又迅速切断前端，那节断裂的触手像小蛇一样缠绕在女孩腿上，然后毫无阻碍地渗透融合，没有任何排斥反应。女鬼哆嗦了一下，目光逐渐呆滞，这证明眼前这个粉嫩可爱的兽耳萌娃就是她自己的女儿。开什么玩笑？从我身上掉出来的恶意碎片，就算化形，也肯定会成为一个无比扭曲的怪物。杀戮、恶意、怨念、邪恶，可是怎么感觉这个小孩完全和邪恶崩坏沾不上边啊？林恩看着一时宕机的女鬼，悄悄询问系统：丁，洛林血鹰已完成初步化形，并按照宿主之前的设定，调整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林恩看了一眼鬼鹰的面板，属性一栏已经变成了混乱善良。立正。本来还迷迷糊糊的小女孩，立刻像条件反射一样，啪嗒一声并拢脚丫，挺直身体，瞪着眼目视前方。向左转。小女孩立刻转身，站得笔直，面向林恩，后面的小尾巴还忽咻忽咻地摆着。女士，确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女儿，小不点叫妈咪。妈咪。小女孩似乎也感觉到了与女鬼之间奇妙的联系，她凑过去，伸出舌头，在女鬼脸上舔了一下。散值减10。不可能，她不可能是我的女儿。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她是恶意的聚合体，从她身上掉落的碎片，怎么可能如此纯洁？纯洁？她居然在一个恶灵的眼睛里看到了纯洁。可能只是伪装，就像我也会变成漂亮女人的样子来诱惑猎物。没错，在这纯洁的外表下，隐藏的一定是一个邪恶扭曲的灵魂。小女孩踮起脚，又舔了舔她的脸，还用额头亲昵地蹭了蹭。亚达。女鬼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认知，咔嚓一声碎裂成了渣渣。是你搞的鬼。丁，危机度91%。无数根触手哗啦啦地指向林恩，林恩果断举起怀里的鬼鹰往前一抬。亚达。女鬼瞬间奸笑着抓住了自己的脑袋。不可能，她不可能是我的女儿，绝对不可能。丁，宿主触发任务，洛林。林恩很清楚，想让这个恶灵消除对自己的恶意，只能从这个孩子下手。大姐，您先稍安勿躁。您看到您这么可爱健康的女儿，不应该感觉到高兴吗？那我问你，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的孩子长成鬼一样，你会高兴吗？不该高兴吗？女鬼呆住了，她发现这个比喻完全无法反驳，因为对方根本不是正常人。女士啊，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就算他长得再歪瓜裂枣，他也是你的孩子啊，更何况他还这么的可爱。少废话，如果是正常诞生，我的孩子绝对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一定是你动了什么手脚。这个问题先抛开不谈，您是喜欢一个见到您就发动攻击的恶毒存在，还是喜欢一个见到您就甜甜地喊一声妈咪的懂事可人的孩子呢？林恩啪的一弹怀里萌娃的兽耳。妈咪。女鬼浑身一颤，恶毒的双眼中浮现出一丝茫然。而且如果我没猜错，您在心里其实也非常向往能有孩子这样纯洁的外表和内心吧？你少废话，我现在就。丁，危机度91%。林恩又一弹萌娃的小耳朵。亚达。女鬼刚刚升腾起来的杀意，立刻被这声萌音给压了下去。
您难道没有发现吗？您在人类形态时，一举一动都格外自信，充满了成熟女人的魅力。您其实在心里也很想真的拥有一副那样完美的躯壳和容颜吧？林恩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利剑，直戳女鬼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女士，虽然您可能是一个邪灵，但一个会追求美丽事物的邪灵，它就一定不是丑恶的。在我的眼里，您就非常的美，不仅仅是外表，还有您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母性光辉。您掉落的碎片居然能孵化出这样一个甜美可爱的萌娃，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您内心当中的真善美吗？丁，危机度降低至0%。女鬼愣愣地站在那里，一时间竟被他说的感觉自己似乎有点美。您想一想，为什么其他的邪灵都生得扭曲崩坏，却唯独她能拥有这样一副可爱的容颜？您觉得凭我一个小小的人类，真的有能力将一个崩坏的邪灵转变成这样一个美好的人吗？不，连我自己都不相信。那个，所以珍惜吧，美丽的女士，这个孩子就是上天送给您最珍贵的礼物。林恩一弹萌娃的兽耳，亚达，周围一片寂静，女鬼呆呆地站在那里，下意识地伸出触手，啪啪地僵硬拍了2下。您觉得呢？好像有几分道理。丁，恭喜您完成了任务，恶灵妈妈，您获得了成就脱稿演讲。虽然任务已经完成，但林恩知道现在还不是松懈的时候。有道理就对了，因为我说的句句在理。女鬼裂开的面孔慢慢闭合，粘稠的触手被收回体内，她再次恢复了那副婀娜的成熟女人面容。她看着林恩怀里的萌娃，一时间竟有些忐忑不安。我那个，来抱抱你自己的娃。女鬼扭捏地伸出双手，林恩二话不说，直接将萌娃塞进了她怀里。鬼婴立刻搂住女鬼的脖子，伸出小舌头，哧溜哧溜地舔着脸颊。不太适应。他以前从身上掉落的碎片化作的鬼婴，一个个都恶毒无比，甚至会攻击他。他从未有过被如此亲昵对待的经历。哼，巧言令色的小鬼，我现在就住在你隔壁，等我哪天对你有了兴趣，我在大晚上潜进来吃了你。萌娃又舔了一下女鬼的脸颊，女鬼顿时又猛了。走着瞧。林恩大汗淋漓地目送女鬼抱着鬼婴离开，然后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不行，还是得赶紧提高自己的战斗能力。林恩稳定心绪，打开系统空间，拿出了刚才获得的特殊奖励——感染性气场品质稀有被动技能。介绍在进行说服活动时，可有大概率提高对目标的说服度，并降低目标的恶意。居然是技能！林恩立刻学习。时间缓缓流逝，他又开始了枯燥的坐班工作。又是一阵敲门声，林恩立刻露出职业微笑。欢迎！一股阴冷的气息从门外传来，一个身穿狰狞黑甲、眼冒红光的白发身影，牵着一匹黑毛恶灵战马出现在门口。黑骑士等级未知，属性混乱中立，战斗能力极强的攻击与防御。又来了一个狠人，我需要一些足够强力的战斗辅助药剂，酬劳少不了你。丁，您触发任务为黑骑士准备和他心意的足够强力的战斗药剂。终于是来了一个正常的顾客了。林恩热情地将黑骑士迎进店里，并拿出了一系列药剂，但无论是力量药剂还是顶级狂暴药剂，黑骑士喝下后都表示毫无作用或收效甚微。几分钟后，林恩凝重地看着柜台上的一众空瓶和明显不耐烦的黑骑士，药店的药剂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你在浪费我的时间。丁，危机度95%。等一下，我们店里还有一种药剂，我需要现场炼制，我保证是最好的。如果您还不满意，可以当场就砍了我。好，我给你半个小时。林恩立刻冲到后院，从系统空间中拿出了之前奖励的暴击药剂配方，这是他最后的希望。林恩迅速搜罗材料，幸好老师的仓库里存货充足，而最难搞的根源体生物组织，他也从小小那里取材了不少。林恩冲进炼药室，开始炼制。丁，炼药经验+1。丁，炼药经验+1。大缸前，林恩拿着棍子用力搅拌着冒着诡异气泡的粘液，火焰熊熊燃烧，缸里的药剂在红蓝黑紫等各种颜色中不停转换。20分钟后，丁，您炼制了暴击药剂成10，炼药经验+100。林恩飞快地将整整10瓶药剂灌入瓶中，表情严肃地走回了大厅。暴击药剂，本店最新推出的高品质药剂，您是第一个客户，效果怎么样？您说了算。你确定这是最好的？绝对保您满意。其实林恩心里也在打鼓。黑骑士打开木塞，一股淡淡的刺鼻气味萦绕而出。仅仅是闻到这股药气，他就感觉到体内的力量出现了巨大的反应。他郑重起来，拿起药剂一饮而尽。几乎是在一瞬间，一股无比苦涩的热流涌入他的身体。这种力量，他清晰地感觉到了全身的力量都在狂啸。他一拳打在空气上，好强的药剂！这是什么药剂？效果居然如此炸裂！
本店特产暴击药剂。厉害！有了这种药剂，我应该足以把那个兽魔人碾压了吧？客人，本着负责的态度，我还是要提醒您，这种药剂会产生一些小小的副作用。无妨，再大的不良反应，难道还能比死更可怕吗？一阵风从门外吹来，他那头性感至极的古白长发随风狂舞，然后丝滑无比的从头上纷飞而去。客人，副作用好像已经出现了。千里迢迢赶来的黑骑士从战马上一跃而下，拔出巨剑。废话少说，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就凭你，几十年前你不是我的对手，现在也一样。到底鹿死谁手还说不定呢。黑骑士拿出一瓶药剂，一饮而尽，然后猛地将瓶子摔碎在地。来吧。没用的，黑骑士就算是嗑再多药。兽魔人一怔，他好像看到黑骑士头盔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看来你准备了一些很厉害的暗器。地狱的骑士从不屑用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黑骑士终于忍无可忍，一把摘掉了头盔，露出了下面闪着光的锃光瓦亮的脑门。卧槽，好闪的脑门啊！这是为了打败你而付出的小小的代价。虽然我秃了，但我也变强了。用那个人类小子的话来说，我的暴击已经是拉满了。黑骑士举起巨剑，顶着闪光的秃头，像洪荒巨兽一般冲向兽魔人。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葬日。1个小时后，药店的门再次被敲响，来者竟是身受重伤的兽魔人。遇到了一个以前的手下败将，今天也不知道嗑了什么邪药，一下子就变得异常生猛，砍起人来刀刀暴击啊！特别是那颗狂闪的光头，不仅干扰注意力，还他妈瞎眼。要是让我知道是谁给了他那种狗日的药剂，我一定把他剁了。兽魔人的目光无意中瞥到了柜台角落的一个空瓶子，瞬间他的表情相应了，一模一样。他一把抓住林恩的领子，好小子，就是你给那个秃瓢提供的药剂的。林恩看事情败露，索性不装了，并成功的把暴击药剂也推销给了兽魔人。兽魔人一饮而尽，瞬间感受到了逆天的力量增幅，然后一缕风吹过，他那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随风而去，一缕光亮从那锃光瓦亮的脑门上闪了出来。10几分钟后，游魂向外的黑暗中，一个闪烁的光源正在迅速接近。黑骑士看到了那熟悉的光晕，以及光晕下那个熟悉的身影。兽魔人提着长刀一步步走来，他锃光瓦亮的脑门亮起了一道家的光晕。现在我们可以继续我们未完成的战斗。黑暗中，2个暴怒的光点不断的相撞交击。与此同时，药店柜台前，林恩的脑海中接连响起系统提示：丁，恭喜宿主获得成就，药剂倾销家。丁，您已成功升至6级，系统已为您开启新的功能世界。林恩立刻点开了这个新功能，下一刻，他的意识瞬间进入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广场，天空中悬浮着一颗散发着黑色微光的巨大眼球，注视着整个世界。丁，这里是第11号深渊世界，900号区域的世界广场。林恩很快就搞明白了，这是一个类似于现代网络的意识世界。身份：情报者，向900广场所有生灵发布信息，游魂向附近大战再起，猎魔人对战黑骑士。林恩支付了20骷髅币，眼前立刻浮现出2个锃光瓦亮的光头在黑暗中激战的画面，屏幕上还飘过清一色的好闪的弹幕。林恩迅速关闭画面，开始研究这个世界的区域频道。各位邻居，我郑重提醒大家，巷里的那个药剂店是一家黑店。我昨天看到那个变态医生正骑在一个人的身上，拿着电锯分尸啊！是的，是超级黑店。他昨天把娃娃生喉了，还挖了娃娃的眼睛。林恩瞪着眼睛，下意识地点了一下图片，瞬间他的眼前浮现出了一根触手提着一个可爱的兽耳萌娃的画面。我闺女，那个人类小子说，这是我心里真善美的体现。女王，昨天早上我见过那个人族医生，他当时好像正在用很可怕的方式在替一个鬼婴整容，不知道是不是您的闺女？私聊，详细说说。林恩瞪着眼睛，迅速关闭了区域频道。开玩笑的吧？我好不容易把那个女鬼忽悠瘸了，这一天不到就翻案了吗？他立刻下线，冲到门口就要关门。好孩子，今天这么早就要关门了吗？是在害怕什么吗？血衣恶灵婀娜地从黑雾中走出，脸上带着妩媚的笑意。丁，危机度79%。没有，只是今天有些不舒服，想早点休息。这样啊，那真的是很可惜呢。本来我还想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对我女儿的照顾呢。丁，危机度90%。就在他即将走到林恩身边时，远处黑暗里突然传来了刺耳的声音。拉着车的拾荒者老太婆慢慢出现在药店前。小伙子，要打烊了吗？是啊，奶奶，你今日收获怎么样？林恩立刻将黑骑士和兽魔人的头发作为垃圾送给了拾荒者，并热情地邀请他在店门口歇脚。丁，您完成了任务，
血衣恶灵打消了对你的恶意。林恩心里清楚，如果不是老婆婆出现，她今天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既然你还有事，那我就不打扰了。不过今天晚上我做了很好吃的饭菜，你应该不介意来我家做客吧？我家就在45号，我的女儿可是很喜欢你的。血衣恶灵的嘴角一下子咧到了耳根，露出嘴里攀爬的触手和狰狞的倒刺。血衣恶灵抱着胸脯转过身，婀娜的再次走向了来时的那片黑暗。终于走了，小伙子，回去吧。不过你可要当心，招惹什么也不要招惹怨灵，不然的话，他们可是会永远缠着你的。刚才还是要谢谢婆婆，不然的话我就真的危险了。昨天晚上要是没有你的话，游魂像也就不复存在了。不过婆婆只会帮你这一次，接下来会怎么样，那就不关婆婆的事情了。林恩目送老婆婆拉着车消失在黑雾当中，她的表情凝重了下来。很快，门外的魂灯渐渐变得暗淡，夜幕将至，但老师依然没有回来的迹象。大概率今天不会回来了。那摆在我面前的就只有2个选择，要么去做客，要么留下来撑到第2天。林恩很清楚，以自己现在的实力，硬撑一晚几乎不可能。他不再犹豫，立刻消耗500骷髅币，登录了世界，想要打探一下情报。刚一打开区域频道，他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昵称。女王大大，您把那个人族小子干掉了吗？那小子运气好，有一个实力不明的拾荒者正好路过，我没动手。您说的不会是人皮老妪吧？他很可能是根源级怪物的一退，实力非常可怕。今晚我已经邀请那小子来我家做客，如果他来了，会有好戏等着他；如果他不来，呵呵呵，那我就应该找点乐子了。女王，他会不会也在世界？现在正在看着咱们聊天？不可能，他实力很弱，还没达到进入世界的能力。就算在又如何？明天你们就等着我的战报吧。人族狗医生在吗？调教我女儿的王八蛋在吗？有种出来！林恩迅速地关闭了区域频道，瞪大了眼睛。这真的是明目张胆的策划对付我啊！林恩立刻下线，表情严肃。他将左轮、心脏和剔骨刀全部随身携带，这是他目前最好的防身道具。不能正面硬刚，还是要智取。眼瞅着魂灯渐熄，林恩不再犹豫，迅速地关上大门，然后提着魂灯，第一次走出了药剂店。很快，林恩就站在了游魂巷45号的大门前，一座老旧破败的屋子，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和发霉的气息。林恩提着灯，缓缓地推开了老旧的木门。女士，我来做客了。屋内一片黑暗，林恩小心地走了进去，隐约能听到窸窸窣窣的蠕动声，周围好像还倒吊着一些东西。下一刻，墙壁上的烛台一根接着一根亮起，瞬间将整个屋子照亮。林恩看到周围倒吊着的，竟是一个又一个被剥了皮的风干的人。显然，在猪头磨死之前，这里一直都是一个血腥的屠宰场。林恩伸出手，戳了戳倒吊在自己面前的一具尸体的脸。没我帅！他拨开尸体，向里走去，看到屋里正中央放着一张铺着血红桌布的方桌，气氛说不出的诡异。女士，你在吗？无人回应。林恩耸了耸肩，一屁股就在为他准备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与此同时，2楼血衣恶灵正眯着眼，通过一块散发着微光的镜子盯着1楼的画面，镜子里的内容正同步直播在世界的区域频道。各位，那个医生已经来了，今天大家可以一饱眼福了。我觉得不太好，他毕竟是血剧的学徒。女王还会怕这些？一个人族在我们游魂巷这么嚣张，就该付出代价。我不会那么轻易的杀掉他。对付人类，最好的处决，不是应该先把他的精神击溃吗？他转过头，看着角落里呼呼大睡的可爱萌娃，眼眶瞬间就红了。可怜的女儿，明明可以成为一个强大扭曲的猎杀者，现在却成了毫无卵用的萌娃，全都是那个家伙搞的鬼。他猛然转头，死死地盯着镜面。各位，这是我精心布置的场景，你们就等着看他怎么死吧。他拉动了一下从上方垂下来的一根触手。1楼，林恩正翘着2郎腿，耐心地等待着。突然，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阵熟练的声响。林恩骤然转头，看到刚才还倒吊着的那些风干尸体，此时竟全都站在了地面上，一动不动。闹鬼！他没有回头，直直地盯着那些无皮尸。许久，他眨了一下眼睛。当林恩再次睁开眼时，一个无皮死尸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他面前，恐怖的面容距离他的人只剩下了不到5厘米。2楼，血衣恶灵和世界里的观众们都露出了快意的冷笑。他现在应该已经被吓得不敢再眨眼了吧？然而，画面中，林恩慢慢地伸出手，伸向那个无皮尸体。在众人愕然的注视下，林恩掰下了那具尸体嘴里的一颗金牙，用手绢擦了擦，吹了吹，收入了口袋。区域频道里一片寂静。快看，他动了！这一次，他终于是打算逃跑了吗？众恶灵立刻死死地盯着画面。
只见林恩慢慢的从那个无皮尸体的胳膊下面穿了出去，绕到背后，从腰畔抽出剔骨刀。林恩一刀就从尸体下面的某个口子直接刺了进去，捅进去了，他捅进去了啊！看到这一幕的所有黑暗生物都感觉到下面一冷，菊花一紧。画面中，林恩捅了10几刀后，又转头走向另外一具尸体，还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一刀。暴菊狂魔！眼瞅着林恩越捅越起劲，血衣恶灵咬着牙，立刻下达命令，干掉他！那些硬格不动的无皮尸体瞬间卡卡的扭动起来，一具尸体突然张开嘴，向着林恩发出恐怖的长笑。只是他还没笑出来，就被林恩那把刚刚捅过下面的剔骨刀直接从嘴里灌了进去。在区域频道无数观众呆滞的注视下，林恩就像无风一样，一刀一刃，将出死无皮全部干了。这个人类这么牛逼的吗？就在众人震惊之时，他们突然看到林恩飞快地向大门跑去。他想跑，然而几秒之后，只听画面外传来一阵阵电锯声，林恩提着把电锯冲了进来，就像一个杀人狂魔。特么的，敢吓唬我，活得不耐烦了！今天给你们全都剁吧剁吧，拿去喂我家大宝贝！就在众人无比惊恐的注视下，林恩提着电锯，开始对倒在地上的无体傀儡进行人道毁灭。不看了，太吓人了，他连尸体都不放过啊！他根本就不是正常的人类啊！区域频道里，无数的3N值减1直接刷屏，血衣恶灵连忙关掉画面。这个家伙！1楼，林恩提着电锯，怔怔的听着脑海里突然响起的一连串系统提示。丁，血娃娃对您的态度已达到极度惊恐，您获得了经验100。丁，长发鬼的性格特质胆怯已成功被您改变为自闭，您获得了经验200。他只不过是锯了一些傀儡，怎么突然加了这么多经验？林恩茫然的耸耸肩，清理了一下现场，又若无其事的坐回椅子上，甚至还摸出一小瓶老酒，倒在高脚杯里，闭着眼睛舔了起来。2楼，血衣恶灵眯着眼，决定亲自出马。不管怎么说，他毕竟不过是一个羸弱的人类，实体的怪物他不怕，那飘忽不定的恶灵，我就不信他同样能够免疫。他用力一拉身边另外一根折弱的触手。1楼，正挺久的林恩突然感觉到一阵阴冷的风从耳畔吹过。林恩的余光突然察觉到墙壁上一副油画肖像的眼睛似乎动了一下，他大步走到油画下，好奇地观摩着。他并没有注意到他身后的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正在一步步地向他接近。缓缓的，林恩突然感觉到肩膀上面一冷，似乎有什么东西摁在了他的肩头。他下意识地转头，瞬间四目相对，一张满脸惨白腐烂、七窍流血的女鬼的脸与他几乎是零距离的对视在了一起，空气陷入了无比诡异的寂静。区域频道里，所有恶灵都屏住了呼吸。画面中短暂的寂静后，林恩对着肩膀上的那张女鬼的脸勾搭似的眨了眨眼睛。别费力气了，你也是那位女士搞出来整我的群演吗？告诉她不要整这些花里胡哨的，我真的很为难。那张鬼脸瞬间瞪大眼睛，张开血盆大口，向林恩发出恐怖的叫声。林恩一个清脆的耳光就扇在了那张鬼脸的脸上。我操！那张鬼脸被一巴掌扇得一脸呆滞，嘴张那么大，死啊！林恩和蔼可亲地抓起那张呆滞的鬼脸的头发，走到他无头的半透明身体前，卡卡地给他安好。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女孩多好，何必要学别人吓唬人呢？你怎么碰到我的？我可是药剂师啊，常年和恶灵打交道，不时常喝点能够触碰到恶灵的药剂，怎么给人开刀呢？女幽灵不知所措，她努力地想制造恐怖场景，整张脸瞬间从中间裂开，2颗眼珠子啪嗒掉在了地上。林恩没有任何反应。你不看，这种吓人的方式，你家女士已经对我用过了，我也很想配合你，但是我感觉这并不能让你好受。林恩贴心地帮他捡起地上的眼珠子，摁了回去，又帮他把脸合上。其实想要吓人也是一门学问，你应该更进一步，让他们亲眼看到自己身上发生的恐怖现象，才能让他们真正怕你。比如，林恩抓着他的手，一点点深入了自己的怀里，大量的鲜血顿时染红了他的胸膛。感受到有什么东西跳动了吗？你现在抓住的就是我的心脏。区域频道里，所有恶灵都屏住了呼吸，一股难以言喻的战栗和恐怖的违和感在他们心里升腾而起。林恩抓着女幽灵的手，一点点的、缓缓的从自己怀里抽出，一颗猩红的、还在跳动的心脏被他颤抖的抓着，满是鲜血的被挖了出来。而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女幽灵瞬间炸毛，惊恐尖叫。区域频道里，所有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恶灵也瞬间被吓出了翔。血娃娃散值减50，烧死鬼散值减50，血衣恶灵散值减40。整个区域频道瞬间炸开了锅，游魂巷的各个角落几乎同时响起了一声声惊声尖叫。画面中，林恩笑得捂着肚子，眼泪都出来了。他从已经被吓得蹲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幽灵手里拿过那颗心脏，吹了吹，又收入囊中。怎么样，效果是不是十分良好？学会了吗？
邪废了，邪废了，你不要过来啊！林恩听着耳边再次响起的一连串系统提示，一头雾水。难道说我在这里的情况全都被同步转播到了世界的区域频道？这也太泄了吧！2楼，血衣恶灵咬着牙，拳头咔咔作响。他知道这个小子不是正常人，看来真的是只能他自己出马了。直播到此为止，我现在就下去干掉他。你们明天等我好消息就是了。他猛然站起，就要关掉镜面的窥视，但当他的目光落在镜子上时，他下意识的一颤。这个家伙！只见画面中，林恩显然已经是找到了窥视他的来源，此时此刻正站在小板凳上，好奇的用一只眼睛对着镜头使劲的往里面瞅。镜头一动，显然是正在窥视的那个东西已经被林恩抠了下来，仔细瞅了瞅之后，被他一本正经的塞入了口袋。女王，不要给他张嘴的机会，直接卡擦掉，以绝后患。放心，明天这个时候，他的脑袋就会放在我家的角落里，当我女儿的夜壶。说完，他迅速关闭了窥视，身体瞬间溶解为一大滩猩红的血液，向着1楼渗透而去。1楼天花板上滴下粘稠的鲜血，汇聚成了血衣恶灵的样子。然而，除了蹲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幽灵仆从，哪里还有林恩的影子？那个小子呢？主人，他说他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所以想亲自去找您。这个臭小子！他瞬间化作一道血影冲向后院，然而搜查了一圈，却哪里也没有找到林恩的身影。就在这时，他的目光猛然落在了2楼阁楼窗前闪过的一道黑影上。这个家伙，他摸到了我闺房。他暴怒的一跃而起，冲进窗户，然后他看到了让他直接破防的一幕。2楼的闺房中，林恩正站在床前，怀里抱着那个已经苏醒的萌娃，一脸陶醉地抓着他的小耳朵。快放了我女儿！无数触手瞬间像冰锥一样将林恩包围。女士，这可不是待客之道啊！你对我女儿做的事情，我早就已经知道了，还想用白天的那些话来忽悠我？好吧，我承认是我搞的鬼，但您女儿刚被接生出来的时候，脸崩得太离谱了，长脓包，还爆浆。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医生，我实在不忍心。编，继续编。第三，当然也怀着那个猪头魔也许不会过来认领的一丢丢想法，觉得是不是可以捏出个可爱的女孩，等养大了结个婚生个娃什么的。怀里的萌娃，他叫了一声，血衣恶灵被气得几乎暴走，他冷笑着，全身的触手生长出尖锐的倒刺。哦，是吗？首先，我是一个有爱心的医生，我有很多有爱心的病人和顾客，如果我没了，他们会很伤心。比如现在还在向外打个你死我活的那2个光头，他们就是我忠实的客人和好友。是吗？你说的是那个兽魔人和黑骑士？你以为我会相信？一声保险打开的声音，林恩缓缓从怀里摸出那把银色的左轮，微笑着举了起来。您应该认得这把枪吧？血衣恶灵顿时一震，目光眯了起来。他很熟悉那把兽魔人的左轮，他从不离身。怎么会在你手里？他是我的同族，也是非常喜欢我的一个叔叔辈。这把枪就是他留给我防身用的，如果我遇到了危险，随便开一枪，他立刻就会赶来。血衣恶灵眼中凶光闪动，林恩微笑着收起枪，然后又从怀里摸出了一根细细的卷卷的毛发。这又是什么？我黑骑士叔留给我的信物，他贴身的胸毛也是其中最长最卷的那一根。我黑叔说了，只要我轻轻一弹，他就能感应到。胸毛？没错，今天我黑叔过来看我，让我给他理个发，还顺便给我留下了这根信物。您想一想，我黑骑士叔那么在乎造型的一个人，如果别人敢给他理个光头，他一定会杀了那个家伙吧？为什么我就没事呢？你难道还看不出我们之间至亲一般的关系吗？血衣恶灵的目光疯狂闪动，犹疑不决。不对，他们2个是几百年的宿敌，怎么可能都和你关系这么好？女士，你难道这点眼力见都没有吗？你难道还看不出来他们2个是相爱相杀吗？血衣恶灵死死地皱紧了眉头，一时间竟不敢轻举妄动。虽然总感觉林恩嘴里没一句真话，但那根胸毛和那把左轮的确证明他和那2个人关系不一般。他们2个我就不说了，还有我的老师，一把电锯锯过多少人？而我作为他唯一的学徒，你觉得我老师会任由我死掉吗？还有游魂像的那个拾荒者婆婆也非常喜爱我，真的是把我当亲孙子一样疼爱呢。血衣恶灵咬着牙，望着越说越起劲的林恩，有一种想狠狠打死他的冲动。对了，你看这是什么？林恩从怀里摸出了一小块晶莹剔透，如同牙齿碎屑一样的东西。血衣恶灵的脸色瞬间一变，因为他从那上面感受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根源级的气息。这是……很不巧，女士，你应该知道大名鼎鼎的深渊猎头者吧？血衣恶灵顿时全身一震，几乎是下意识的退后了一步。就在昨日，游魂像附近的多个聚集地都被猎头者吃了个干净，他也是好不容易才从其中一个口中逃出来的。那你猜一猜，为什么就单单只有游魂像躲过了这一劫呢？这不可能。很不巧，我是那个猎头者最喜欢的私人牙医。昨天晚上他专门来我这里看了牙口，现在已经是本店的荣誉会员，非常的照顾我的生意呢。血衣恶灵的大脑轰然一声巨响，变得一片空白。如果说前面几个他还敢动手，但面对根源级的怪物，他就真的要掂量掂量了。女士，
看人不能看表面，邻里之间不就应该互相关爱，彼此帮扶吗？况且您还是这么一个漂亮而成熟的大姐姐。血衣恶灵目光闪烁，卡卡的磨着牙，他一眼就看出这家伙在软硬兼施，打一棒给一个甜枣。他狂舞的触手疯狂抽打着周围的墙壁，宣泄着他的兴奋和不满，最后喘息着，磨着牙坐在了地板上。女士，先消消气，我白天的那些话虽然3分是假，但也不全是忽悠你。我的确是从您的身上看到了一些其他恶灵不具备的品质。你休想再忽悠我！我没有骗你，您很爱美吧？血衣恶灵一怔，您的房间很漂亮，和下面的阴冷不同，有过精心的布置，这不是其他的恶灵会做的。他转身，目光柔和地望着窗台上花瓶里插着的那朵白花。这是黑暗世界少有的不带毒性的夜百合，一个恶灵的房间有这样的花卉，你觉得正常吗？况且您似乎栽培得很茂盛。血衣恶灵怔怔地望着那朵花，猛然一颤。你少油腔滑调，那不过是……那我很想问一下，如果您真的厌恶自己孩子现在的样子，那这个孩子身上这么好看的裙子和背心又是怎么回事？此言一出，血衣恶灵顿时目光躲闪，萌娃身上的粉红色小裙子显得格外可爱，而且上面的新线头表示这是刚织出来不久的。好了，别不承认了，都看穿了。其实你也觉得自己的娃很可爱吧？一个人的时候肯定也羡慕的亲亲抱抱蹭蹭了吧？我没有，你别瞎说。这是一个母亲对女儿非常正常的亲昵表现啊！血衣恶灵涨红了脸，憋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女士，一个心里喜欢追求美好事物的人，他的心肠也一定会很美。从这一点就能说明，您和其他的恶灵有着本质的区别。听着林恩愈见柔和的声音，血衣恶灵虽然一直告诉自己不能相信，但还是感觉到了心脏的砰砰跳动。叮，触发任务，化解血衣恶灵的怨结，当前进度11%。林恩的脑海中响起了信号，他立刻镇定下来，知道自己的话已经触及到了他的心房。林恩的大脑飞快运转，最终他的目光锁定在了他那裂开的、不断吞吐着触手和倒刺的面容之上。没错，这绝对是一个突破点。女士，我想您一定也不喜欢自己现在的这个样子吧？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说不定可以让您真正的变成人类的样子。此言一出，瞬间像一记响。就凭你少开玩笑了，你怕还没有见过真正的恶灵的本体吧？一瞬间，伴随着骨骼和血肉的扭曲，他的身躯不断开裂成长，变成了一个由无数人移植出来的无法形容的粉猪血。一条蛇一样扭曲的脖梗顶着女人的脑袋，盘旋的浮现在了林恩面前。哼，这才是我真正的本体。你现在还觉得自己胸有成竹吗？林恩怀里的萌娃直接被吓得哭了出来。散值减10，诅咒、痛苦、怨念，是他们让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真的以为凭借你手里的手术刀就可以化解吗？危机度99%。但就在这时，林恩迅速地镇静了下来，他捕捉到了他话里的关键词：诅咒。我有办法！血衣恶灵的表情顿时一怔，林恩伸出手碰触到他蜿蜒的脖梗，瞬间激活了诅咒诊断能力。叮，目标诅咒诊断完成。恶灵诅咒由生灵死后的无数怨念聚合而成，乃是极为高阶的诅咒。使用现实诅咒清除能力。叮，是否将猎魔左轮上的诅咒清除能力切换目标？是。几乎是在那个瞬间，血衣恶灵猛然睁大了双眼，眼中露出无比震惊的神情。林恩的手散发出无垠的光亮，柔和的线条涌入他的身体，他立刻感觉到体内的诅咒在光晕的作用下，竟开始缓缓剥离。这无数扭曲的黑线尖叫着，被光芒一点点的从他的身体当中剥离。他感觉到了诅咒的剥离，感觉到了那股折磨了他上百年的痛苦和扭曲，正一点点的离他远去。下一刻，他那破碎扭曲的身体在光幕中一点点消融，一具白皙而修长的酮体出现在了满地的血污和碎肉之上。叮，诅咒抽离成功，现实诅咒清除能力进入冷却。光芒缓缓散去，林恩的目光落在了地板上那具洁白的身躯上。诅咒暂时被我清除了。地板上，血衣恶灵正瘫在那，他呆呆地转过头，望着镜子当中自己的样子，大脑一片空白。这不可能！他颤巍巍地伸出手，放在自己的脸颊上，这就是他的身体，不再是伪装，而是他的本体。体内那折磨了他上百年的恶灵诅咒，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消失了。你刚才对我做了什么？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帮你清除了你体内的恶灵诅咒，你现在还觉得我是在诓骗你吗？血衣恶灵怔怔地望着镜子中的自己，难以置信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呀！他语无伦次，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自己此刻激动又复杂的心情。在发泄了一会儿后，他又像失神了一样瘫坐在地上。对不起，你可以先出去吗？让我先冷静一下。林恩表示理解，抱着萌娃飞快地走了出去。叮，您完成了第1阶段任务，血衣恶灵的怨结，您获得了骷髅币500，基础经验500。林恩坐立不安地等在楼下，他的耳边每隔1分钟就响起一阵好感度加10的提示。几分钟前，好感度已经突破了300大关。这下他应该不会再杀我了吧？就在这时，一只白皙的手缓缓推开了门，一个甜蜜而妩媚的声音传来：“让你久等了。”
林恩抬头望去，只见穿着一身红裙的女人走了出来，脸上带着成熟女人特有的晕红。相比于之前的伪装，去除诅咒后的她愈发的美艳真实。血衣恶灵脸色微红的坐在林恩对面。对不起，我对我之前对您的不礼貌行为抱歉，我实在是感觉到无地自容。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没事，都是邻居，应该和睦相处。而且我也没有想到，您居然真的能够驱除掉我体内的恶灵诅咒。我只是暂时帮你清除了诅咒，时限大概是24小时。只有24小时吗？他真的一点都不想再变回以前那副模样了。不过每隔12个小时，我就能再帮你驱除一次，所以换句话来说，也不是不可以永久。真的吗？没错，作为邻居，我还可以给你打8折。还需要付费的吗？女士，驱除诅咒很耗费精力的，我们也是小本经营。什么价位？或者说需要什么报酬？一次1000骷髅币，给您8折，800。我没钱，以前想要什么都是直接把对方吃掉，所以不需要钱。林恩毛骨悚然。没有钱，那其他的东西也可以交易。真的？就在这个瞬间，林恩突然感觉到一股香气扑面而来。不知何时，血衣恶灵竟撑着桌子凑了过来，鼻尖距离他不足1公分。那你觉得我值多少钱？他轻轻伸出修长的手指，拉了拉自己肩膀上的吊带，白皙的皮肤晃得人眼瞎。女士，请自重。你之前不是还叫过人家姐姐吗？那个称呼更好听。林恩感觉自己刚爬出一个大坑，又掉进了另一个大坑。我们店里不接受肉偿的。真的不要吗？这可是一具很好的身体呢，刚刚脱离了诅咒，还没有沾染任何污浊，真的不想要玩玩看吗？定力减10。林恩发誓，这个女鬼绝对是擅长魅惑人心的妖精。对于一个10几岁的纯情少年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对手。真的不想试一试吗？你娃还看着呢。可以，去我的房间。林恩能听到自己心脏的乱跳，耳边没有系统危机度的提示，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危险性。但就是因为没有危险性，才更难维持理智。我不会。阿雷，没和女孩亲热过，没接过吻，不会牵手也没有吧？林恩的头顶冒起一根又一根黑线，磨牙声阵阵。丁，您感觉自己受到了巨大侮辱。看着林恩那强忍难堪的表情，血衣恶灵嘴角露出了古怪的笑意，就像大灰狼看到了小白兔。这样啊，那我一点点教你啊。林恩最终还是没有忍住。丁，恭喜宿主解锁成就，奇妙的初体验1，宿主获得200基础经验。丁，血衣恶灵对您的态度已从平淡转换为了好感，您获得了基础经验加400。第二天，魂灯再次燃烧，林恩一颗颗的系好纽扣，脸上强行保持镇定，但疯狂跳动的眼皮出卖了他不平静的内心。明天晚上记得等姐姐哦，姐姐还要去店里好好的接受治疗呢。那个，我先回去了。你帮姐姐驱除诅咒，姐姐再教你新的知识，绝对要比之前的更厉害。林恩逃也似的离开了，身后传来女人同龄般的妩媚笑声。丁，您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血焰，您获得了奖励骷髅币1000，特殊奖励血妖的斗篷。丁，您升级了，请分配您的属性点。路上，林恩迅速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等级9，可分配点数16。介绍：欺骗良家妇女，逼人肉偿的恶劣行径。靠，这特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介绍啊！明明是我的第一次被险恶的夺去了。林恩黑着脸，发现完后，依旧按照惯例将所有属性点在了体质之上。他现在已经达到了9级，也就是说，只要再升1级，他就能达到系统的转职要求。林恩的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林恩提着灯回到药剂店，老师已经离开3天了，依然没有回来的迹象，这让他不免有些担心。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吧？他敲了敲桌子，决定先去世界里探索一番。骷髅币减500。伴随着一阵剧烈的恶心感，林恩再次来到了那个巨大的广场。先看看这些家伙在聊什么。他迅速地打开了区域频道。女王，事情进展的怎么样？那个人类学徒有没有死得很惨烈？女王，请详细说一说，我们都十分的想要了解经过。女王，您出现了，怎么样？那个家伙有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他弄得我很舒服。一瞬间，区域频道里一片寂静，随后无数个问开始刷屏。阿雷，什么很舒服？昨天是我太暴躁了，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又能干的医生，不过我也并没有食言，既然说要吃了他，那肯定会吃了他，不过只是换了一种其他的方式而已。不说了，他太用力了，我要去好好睡一觉了，再见。开玩笑的吧？难道那个人类小子不仅没有死，还把强大的恶灵女王给攻略掉了？林恩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直接关上了区域频道，冷汗刷刷刷的往下流。不，我没有，你们不要瞎猜，那个女恶灵也太开放了吧。林恩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决定不再想那些奇怪的事情，开始仔细探索世界的其他功能。很快，他就摸清了世界的一些基础功能，并且越来越怀疑那个所谓的至高意志是不是真的和他来自同一个地方，因为很多元素真的和网游太相似了。这里有类似世界频道的公共聊天室，可以付费注册个人店铺，甚至还有一个名为契约岭的地方。契约岭收集来自各大地上世界的祈祷和献祭，满足条件后可签订契约，以恶魔召唤的形式降临地上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不会有来自地球的祈祷？我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回家？这个发现让林恩无比心动，不过他并不着急，他现在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去做。传送交易区，一道蓝光闪过，林恩的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出现在了一个信息孤立的区域。独眼巨人奴隶店出售紫罗兰世界狐娘一名，肤白貌美，精神可控，
可驯可养，价格5黑卢币。林恩的嘴角抽搐了一下，这简直和地球上的网页弹窗广告一模一样。他没有理会，直接在手腕的符文上点击了店铺创建。他现在有超过3万骷髅币，足够开一家自己的店了。然而，当他输入血巨药剂店后，系统却提示信息重复。难道说老师已经在世界创建了同名的店铺？确实有这个可能。传送血巨药剂店。伴随着蓝光，林恩来到了一个狭小的独立空间，面前的店铺上方赫然写着血巨药剂店，旁边还有老师专属的血巨标志。林恩伸手推门，一行血字浮现在眼前：未检测到授权，请输入店指令。原来还可以设置密码。不过既然是老师的店铺，我进去应该也没什么吧。虽然他对老师并不特别了解，但朝夕相处下，一些习惯还是知道的。劲爆肌肉男。指令错误，拒绝接入。单身200年。指令错误，拒绝接入。图二最可爱了。指令错误，拒绝接入。林恩板起了脸，想了想，随即睁着死鱼眼，沉沉的开口：我爱罗。指令正确，接入成功。面前店铺的大门缓缓打开，果然还是用的这种万恶的谥号当做指令，和现实里保险柜的密码一模一样。林恩顺利的踏入店铺，店铺里并没有什么稀有的东西，存放的药剂也和现实中的差不多。显然老师并不看重这个世界店铺。林恩点开店铺界面，发现店铺里居然还存着4000骷髅币用于日常维护扣费，并且还有日志可以查询。90日出售陈年癌咒魔器官全套，收入5黑卢币。93日出售地狱结地魔头颅1个，收入1黑卢币。老师他果然是喜欢搞一些副业啊。林恩清晰的记得，就在日志上的那几个时间段，老师外出归来时，确实每次都扛着几个带血的麻袋。原来药剂店只是幌子，贩卖怪物器官才是老师真正的收入来源。林恩倒吸一口凉气，继续向后翻。下一刻，他的目光聚焦在了最近的一条日志上。105日，魔人协会的一位老友找到了我，邀请我去倒吊人塔，探寻最近发生在协会内的一些怪事。这条日志是3天前编辑的，看来这应该就是老师迟迟未归的原因。倒吊人塔，魔人协会。不过既然是老友邀请，老师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林恩摇了摇头，决定先将这些事抛之脑后，赚钱才是最重要的。林恩迅速下线，既然有了世界这个广阔的平台，那一定要发挥自己作为穿越者的优势。想要在世界发展，最重要的便是有足够的拿得出手的商品。而他手里的暴击药剂和血肉增生药剂都是系统出品的独一无二的极品配方。他清点了一下材料，其他的都还充足，但炼制暴击药剂最关键的根源级生物组织，也就是从小小那里得到的牙齿碎屑，只够炼制30瓶左右了。不过目前为止绝对够用。林恩立刻带着材料来到炼药房，开始炼制。烧火、起锅、搅拌，林恩一丝不苟地操作着。定，您炼制了暴击药剂成1。定，您炼制了暴击药剂成1。2个小时转瞬而逝，他的手里也多了30瓶始黄始红的药剂。林恩迅速将药剂封装，再次花费500骷髅币进入世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推广。他决定按照1瓶3000骷髅币的价格出售。他相信，只要有人用过，绝对会成为回头客。林恩点开手腕上的符文，编辑起了信息分享的内容。血巨药剂店，极强的暴击药剂现已推出，刻完之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攻击强度，3000骷髅币1瓶，限量30瓶，先到先得。骷髅币减1000。信息分享成功，林恩面带微笑，有了一种马上就要被无数客人踏破门槛的预感。半个小时后，林恩坐在柜台前，看了一眼空空如也的店外。正常，推广效果还没体现，再等等。2个小时后，林恩眉头紧锁的在店门口来回踱步。怎么一个人都没呢？我都打了3次广告了。不要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3个小时后，林恩僵硬的靠在柜台前，头顶结满了蜘蛛网，表情呆滞。我花了整整5000骷髅币，连续推送了5次，难道真的一个人都舍不得点进来一下吗？林恩一拍桌子，这可是你们逼我的。店门之外，唰的浮现出了密密麻麻，能把人也晃晕的无数传送光芒。黑暗巨人雷伯德，请求进入店铺。堕落牛头人，请求进入店铺。魅魔阿拉雅，请求进入店铺。林恩直接选择全部允许，瞬间无数的虚影重重叠叠的像洪水一样涌了进来，整个小店瞬间被挤得里3层外3层。老板，你的信息介绍上说的都是真的吗？真的有可以让吴家女王都直呼受不了的顶级药剂吗？我要10瓶暴击药剂，老板，我现在就要。真的是顶级兽魔人亲情推荐吗？老板，给我50瓶。阿磊，老板接受肉偿吗？可以上门的，是很好的魅魔。
本来毫无问津的药剂店，瞬间就被无数潜藏在黑暗世界的老色批给挤得满满当当。果然，不来点激情四射的东西，还真就没人愿意光顾。各位，本店的药剂虽然货真价实，但小店一直都是小本经营，存货不多，现在也仅仅有30瓶，而且还有10瓶是老顾客预定，这实在是让我有些难做啊。看到林恩为难的表情，蜂拥而至的顾客顿时就炸了。操，老板你为难个毛线！4000骷髅币一瓶，都给我包圆。靠，你以为只有你有钱吗？老板，5000一瓶，给我来30瓶。5000，小家子气，我6000。7500。眼瞅着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林恩连忙劝大家理性购物，一边悄悄开启了转账收款。与此同时，在黑暗世界的一处平原上，一支全副武装的黑暗精灵部队正在抵御着深渊虫群的猛攻。我们的补给还没有到吗？队长，王庭紧急为我们传送了一部分战斗药剂，其中有几瓶据说是能提高将近1倍战斗力的高级货。精灵队长接过一瓶屎黄屎红的药剂，看着里面浑浊的液体，皱起了眉。这什么药剂？怎么感觉就像是尿呢？但此时虫群已经发动了总攻，队长不再犹豫，一把扭开塞子，将药剂一饮而尽。瞬间，他感觉到一股难以言喻的热流席卷全身，力量在快速提升。他仰天大吼，全身露出爆炸性的腱子肉。紧接着，他那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也随之炸飞，露出了锃光瓦亮的头皮。一道闪光从他圆润的脑门上迸射而出，闪瞎了所有人的眼。卧槽，好闪，怎么头发也炸了？远处，另外4个嗑了药的精灵也同样爆衣，秃头、闪光，成为了战场上最亮的仔。也秃了，虽然秃了，但是他们也变强了非常多。在那澎湃的力量中，队长一把抓起长枪，嘶吼地向虫群深处的畸变体虫目一指，准备冲锋。在精灵部队震惊的注视下，5个爆发出强悍力量的秃头光腚猛男，像战神附体一样，凶猛地冲杀到了虫群的最中。好强！队长他们一下子变得好强啊！可是队长，好歹把铠甲穿一穿啊，不要光着屁股冲锋啊！与此同时，在黑暗世界的各处，一个又一个秃头光腚猛男也同时在各个领域展现出了其霸道的力量。世界重磅消息：罪孽城血魔族10岁正太突然谢顶，实力暴增，光腚干翻了试炼的15只触手魔，打破了血族100年纪录。世界重磅消息：失事于寂灭海的独角鬼族船队成功获救，原因疑似某位大副的头皮突然出现高频闪光，被当做了灯塔。药剂店里，林恩的耳边不断传来各种知名度提升的系统提示，但他并没有理会。此刻，他正专心致志地炼制着另一种药剂——血肉增生药剂。加入血魔肉块1块，复合的史莱姆粘液1升，黑暗蝙蝠的粪便1克。半小时后，林恩将17瓶新鲜出炉的药剂分装好。这是系统奖励的另一个配方，可以快速治疗外伤，断肢重生。不知道它的副作用又会是什么？他将药剂摆在柜台上，闭上眼睛，等待着小白鼠的上门。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林恩立刻站起，露出职业微笑。欢迎光临。店门前，一个背后生长着一对纯黑飞蛾翅膀的妖精缓缓地落在了地上。他全身覆盖着黑色骑士铠，但右半边身体却是血肉模糊，整条胳膊都不见了。妖精推开头盔面具，露出一双黑蒙蒙的眼睛。需要手术，扩雷。黑鹅妖精，等级88，年龄99，阵营混乱友善。林恩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种族。定，您触发任务断臂重生。请进。黑鹅妖精闪动着翅膀，飞到柜台前的椅子上站着，才勉强和林恩对齐。胳膊被怪物吃掉了，需要治疗，不然会死。你会治好我的吗，扩雷？放心，我们血具药剂店口碑良好，不要说断个胳膊，你烧成灰都能给你要回来。是吗，扩雷？虽然很想相信，但他总觉得这和善的笑容中隐藏着一些不妙的因素。你不会想要把我药晕之后捆起来，然后藏到阁楼里面进行一些恶劣的行为吧？不会。那就好。丁，黑鹅妖精对你的好感度加10。林恩看着眼前这个好感度和信任度都长得莫名其妙的妖精，感觉好骗2个字都已经写在了他的脸上。你为什么会问出是不是骗子这种奇怪的问题？因为千禧前长老特意嘱咐过，这个世界的生物都很邪恶，很多同胞都被骗去当了玩物。长老告诉我们，面对外族时一定要提高警惕。所以你是骗子吗，扩雷？不是。那就好。丁，黑鹅妖精对您的信任度加10。你长老的嘱咐就这么被你用一个问题给打翻了吗？你刚说你们种族正在迁徙。长老说了，机密不能透露给不友善的生物。你是不友善的生物吗？我很友善。那就好。我们确实是在迁移，要去地狱火平原北边的群山里定居，那里有水源和食物，是个好地方。扩雷，
林恩觉得他已经掌握了可以迅速打入这个族群内部，或者将他们轻易毁灭的方法。那你是？吾乃妖精一族强大的骑士长，也是第一位通过试炼的伟大骑士。你可以叫吾月月大人，妖精一族的开拓者，伟大的月月大人扩雷。两个人寂静地对视着，尴尬的气氛肆意蔓延。抱歉，情不自禁。林恩发现这个妖精不仅好骗，而且还带点脑缺。我很疑惑，地狱火平原不是在北边吗？你为什么会来到南方的游魂巷？请不要说奇怪的话，本先锋官一直在往北走扩雷。北在哪？ No， 手指的方向。你确定？可你指的方向是南边啊！请不要质疑先锋官的方向感，吾已离家2000里，吾的直觉向来非常准确。你们族群都凭直觉认路吗？不然呢？你们新的领地距离族群有多远？大约500公里扩雷。那我请问你，既然只有500公里的路程，那你为什么走了2000里都没有走到？月月僵住了，竖起的手指也定格在了原地。说起来，好像确实有些奇怪。当然奇怪了，能在离家2000公里后还没意识到自己走错方向，他能活到现在简直是个奇迹。算是一个好心人对你的同情吧，200骷髅币，友情价卖给你。这是指南针，指针指着的方向是南，你想往北走，就往相反的方向走就行了。好神奇，需要。丁，恭喜宿主触发成就100倍利润，您获得永久加成，智力+2，道德减1。老板，您的确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外族，您是第一个遇到本妖精之后没有打算要晕带回去趴掉的好人，是可以当做月月之友的存在扩雷。丁，黑鹅妖精对你的信任度+30，好感度+30。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有一种罪恶感在心里升腾。作为挚友提醒一下，不要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不要随便跟人回家。是很真诚的忠告呢，我记住了扩雷。丁，黑鹅妖精对你的信任度+10，好感度+20。显然他并没有记住。你这伤口是怎么来的？在冒险途中遇到了一个巨人，我去问路，结果被他一口咬了过来。若不是本骑士躲闪及时，咬掉的就不是手臂，而是脑袋了扩雷。好吧，看你的伤势，需要进一步清创，需要打麻药吗？不打会非常痛苦。拒绝，麻药只会影响骑士的反应速度，而且吾的疼痛忍受能力是 Max 的扩雷。不错，你是第2个在我面前这么勇的人。几分钟后，月月平躺在手术台上，随时可以开始扩雷。吾现在已经是案板上的鱼肉了。如果忍不住就叫出来，我要开始动刀了。我已经说过了，吾的疼痛忍受能力是 Max 的，吾是不会扩雷。一刀下去，月月瞬间瞳孔放大。为什么你动刀要比别人痛好多倍？你是不是用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呀？上麻药吧。拒绝，吾是不会。要了，痛，轻一点，太用力了啊，扩雷啊！你不是说你的疼痛抗性是 Max 的吗？不要乱扭。可是，虽然是 Max 的抗性，可你每一刀都突破 Max 的，让人疼痛呀！要裂开了，月月要裂开了，要坏掉了！不要叫出这么奇怪的声音啊！这才刚刚刮了几下而已。雅达，杀掉你扩雷！月月大叫着，张开锋利的牙齿，就要挣扎着去咬林恩。林恩急了，他一边用力摁住月月的脑袋，一边迅速拿起擀面杖，在他张嘴的瞬间，噗呲一下就插了进去，抵住了他的牙痛。咬紧了，再坚持一下子，很快就要完成了。10几分钟后，月月脑子嗡嗡的躺在手术台上，完全脱力。林恩拔出擀面杖，满意的摘下手套。初步的清创已经完成了，就像做了一个噩梦一样，差一点坏掉了。你是第一个能把吾弄得这么疼的男人，你已经给吾留下很深的印象了，扩雷。丁，黑鹅妖精对你的好感度+20。他拿起那个粗粗的擀面杖，望着上面的牙印，眯起了眼。你也是第一个敢用这么粗壮的东西插吾嘴巴的男人。丁，黑鹅妖精对你的印象+50。你不要随随便便就说一些奇怪的话出来啊，会让人产生歧义的好不好？先别说那些没用的，你的胳膊已经废了，想要断肢重生，得看你付不付得起钱。付得起，吾出行前可是把族里所有的经费都带在身上了呢。就在林恩的注视下，他把小手伸进胸甲里，用力一拽，一个大大的钱袋被他拽了出来，而他原本鼓鼓的胸脯瞬间就干瘪了下去。假的，所有的钱都在这里，富有的可以把你买下。他打开钱袋，里面竟是满满当当的一枚又一枚黑卢币，价值几10万骷髅币。人傻体柔，钱多好骗，他一个人就把所有要素都占满了啊！林恩迅速转过身，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血肉增生药剂。既然如此，我就给你用我最新研究出来的药剂吧，一瓶收你3个黑卢币，不过分吧？可能不会生效扩雷，因为吾的体质特殊，
对各种毒性和恢复药剂的抗性都拉满了。说着，他从怀里摸出一瓶绿油油的猛毒药剂，咕嘟咕嘟一饮而尽，然后打了个嗝。你看，一点作用都没有。这还是个毒娃娃。我的药剂很特殊，说不定能起效果。如果不起效，不收费。几分钟后，手术台上，林恩小心翼翼地将药剂抹在月月的断臂处。会有效果吗？静待一下。说实话，这种药剂我也是第一次给活的生物用，具体会怎么样，还有待观察。哎，几分钟后，月月刚要放弃，突然感觉到伤口处传来一丝丝烧。他立刻转头望去，瞬间，他的表情惊异了起来。这是？只见他的伤口处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点点滋生出了粉嫩的血肉，甚至连骨骼都隐隐有了生长的迹象。有效果。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人类医生提供的药剂，居然真的对他产生了作用。好厉害，医生，你的药剂真的好厉害，太了不起了。丁，黑鹅妖精对你的好感度加50。先别激动，口述一下有什么感觉，我做一下记录。酥酥的，麻麻的，痛痛的，而且不仅仅是胳膊，其他的地方也酥酥麻麻的呢，很舒服，感觉胳膊在生长，又感觉像是多了2只手臂一样，很奇妙呢。林恩记录着，然后抬起头，瞬间瞪大了眼睛，僵在了原地。只见就在月月的肩膀后面，一根触手缓缓地从盔甲里面生长了出来。点石。就在林恩僵硬的注视下，那根触手摸着妖精的脸蛋，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湿滑的液体。雅达，医生，你不要随便舔吾的脸蛋，虽然知道你很了不起，但随便触碰吾的身体依然是不可以的。扩嘞。丁，黑鹅妖精对你的好感度加5。那根触手又蔓延向了他的头盔里，开始挠痒痒。雅达，不可以，医生，你真的是太坏了呢。那个姑娘，我觉得你还是睁开眼睛看一下比较好啊。哎，医生，你怎么在那么远的地方？我本来就在这么远的地方。月月一怔，随即感受到了脖颈处奇怪的触感，他下意识地侧过头。3值减30。下一刻，一声爆炸性的高分贝尖叫响彻了整个游魂巷。为什么我的身上会有奇怪的手呀？不对劲啊！救命啊！林恩冲了过去。不要动，叔叔帮你。救命啊！他快要进去了，扩嘞！这还了得！林恩飞快地把他摁住，用吃奶的力气一把抓住那根触手，噗呲一声就从他的头盔里面拔了出来。那根触手在林恩手里不停地摆动，甩得到处都是粘液。是吾身上长出来的。忍着点！他一把将触手摁在手术台上，手起刀落。林恩对着掉在地上的触手啪啪啪踩了几脚，踩成了稀巴烂。这是什么情况，扩嘞？看来应该是药剂的一点小小的副作用。副作用？没错，越是强大的药剂，副作用就越奇怪。能让你断肢重生，那肯定也会额外的生点其他的东西出来，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正常个毛线呀！他瞬间拔出袖珍长剑，对着林恩刷刷刷的比划。你见过什么可怕的药剂会让你长出奇怪的触手啊？这不是治疗，这是变异啊，扩嘞！不要害怕，所谓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虽然你变异了，但是你的胳膊不是也长出了许多吗？可是真的好可怕啊！别怕，医生在这里。这次不管长出什么奇怪的东西来，我都可以一刀帮你剁掉。真的？真的？难道你就不想拥有一只健康的手臂吗？为了健康的身体，变点异什么的，又算得了什么呢？最后一次。在林恩的鼓励下，新的药剂再一次被涂抹到了断臂之上。尾巴，我长出了可怕的尾巴，剁掉，快剁掉啊！翅膀，又长出新的翅膀来了。哎，还挺好看的呢，这个似乎可以留一下。呀，吾说了可以留，你怎么给吾剁掉啦？10几分钟后，任务完成的提示音响起，月月颤巍巍地躺在那里，已经完好如初的手臂微微地活动了一下，旁边的木桶里则装满了刚刚从他身上剁下来的奇怪肢体。你感觉怎么样？感觉全身上下都长满了奇怪的事物。不要怕，都是幻觉，不该长的东西我全都给你剁掉了。药剂要钱，剁那些奇怪的东西就不要钱了吧？新年大酬宾，剁1送1呀！几分钟后，月月呆滞地站起来，任由林恩像洋娃娃一样给他整理好装备，还把那个装满纪念品的包裹给他背上。谢谢老板。我可以走了吗？好像哪里有些不对劲。我记得最后一次给你上药的时候，你身上没有长奇怪的东西出来，不确定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发生过变异。不会吧？你有感觉到身体哪里不对劲吗？好像没有哪里不对劲，没有奇怪的。那就好，非常感谢您的配合和试验，呵呵呵。在林恩欣慰的挥手下，小妖精沮丧地抱着脑袋，扇动起翅膀，消失在了黑雾当中。林恩回到手术室，打算好好收拾一下。就在这时，他听到了脚下传来一阵金属碰撞声。
林恩低头看到了地上那个鼓鼓的袋子，表情顿时一僵。等等，这好像是……他打开袋子，里面满满当当的黑卢币差点亮瞎他的眼。不对劲，那个小妖精的钱袋为什么会在这里？刚才明明看到他的胸脯鼓鼓胀胀，他还以为他又把钱袋塞了回去。可是如果钱袋没有被塞进去，那现在他顶在胸前的又是什么？难道假的变真的了吗？他飞快地抓着钱袋冲出门外，但外面早就已经不见了黑鹅妖精的踪影。林恩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那个小妖精下次打算掏钱时，一下掏了个真家伙出来的恐怖场面。希望他赶紧意识到，赶紧回来，趁形状还没有定性，现在摁小还来得及呀。傍晚，老师依然没有回来。林恩拿下即将熄灭的魂灯，准备歇业。就在这时，他瞳孔猛然放大，猛地咳出了一滩恶臭的鲜血。那滩鲜血在地上扭曲，形成了几个狰狞的血字：危险，离开，马上。血字冒起青烟消失，系统的提示同时响起。定，您成功触发任务血液。任务介绍：想尽一切办法活到第2日黎明。奖励2000骷髅币，2000经验。林恩瞳孔一缩，他认出那是老师的字迹。老师用咒术向他发来了警告。林恩刚刚迈出药店的脚瞬间僵在了原地。黑雾的深处，一个庞大的轮廓缓缓浮现，一阵阵仿佛能让心脏炸裂的扭出声由远及近。警告！警告！对您的危机度提高至100%。林恩冲回店铺，迅速关上店门。他手中的魂灯疯狂摇曳，几近熄灭。他知道跑不掉了。药剂店的大门轰然炸开，血色雾气蜂拥而入。一个庞大的影子倒映在大厅地面上，散发着尸体腐烂般的恶臭。沉重的脚步声传来。林恩靠在手术室的墙壁后，一手拿着剔骨刀，一手握着左轮，神情严肃。大厅传来药剂瓶碎裂的声音，此起彼伏。林恩闭着眼，咬着牙，心里浮现出一个个数字：100骷髅币，500骷髅币，821骷髅币。我的钱，我圆滚滚的小钱钱啊！林恩知道硬拼不行，现在唯一能救他的，只有住在对街44号的血衣。林恩下定决心，对系统下达指令：诅咒清除。定，请问是否解除对血衣恶灵的诅咒清除，并对猎魔左轮使用诅咒清除能力？是。瞬间，他感到体内储存的诅咒开始变淡，手中的左轮流出粘稠的黑液，焕发出微微的光晕。定，你已对猎魔左轮完成了诅咒清除，冷却时间12个小时，持续时间24小时。林恩打开左轮保险，诅咒解除，血衣恶灵就能恢复原样，他一定会来找自己。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活到那一刻。走廊里，一个长长的影子缓缓倒映进来，脚步声越来越近。就在林恩精神紧绷的瞬间，一只长满倒刺的手毫无征兆地穿透墙壁，从他胸前贯穿而出。林恩瞳孔涣散，重重地倒在地上。他身后那只猩红扭曲的手缓缓从墙壁收回，墙壁却完好无损。一个庞大的身影推开门，出现在手术室门口。那是一团巨大的腐肉，用针线缝合在一起，没有头颅五官，只有躯干中间一颗突出的巨眼，周围还分布着数十颗正常人大小的眼球和数种不同的手臂。血肉傀儡3型，地狱行者。等级介绍：魔人协会的尖端造物，猎杀叛乱分子的终极兵器。血肉傀儡伸出触手，刺入林恩的双腿，似乎在吞噬他。有机体鉴别，人族，平质鉴别，地下，不建议吞噬，启动清理。呲啦一声，林恩的双腿瞬间被炸成血雾。但就在同一刻，他破碎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林恩瞳孔猛然收缩，回光返照般握紧左轮，对准怪物的巨眼。一声枪响，神圣的力量在怪物身上蔓延。趁此机会，林恩抓出一个猩红的斗篷披在身上，身体融入地面，消失无踪。错误，信息2次鉴别中，目标具有极强的伪装性，吞噬优先度高，建议猎杀。林恩披着斗篷，捂着冒血的胸膛，躲在地下室。他喘着粗气，额头冒汗。太轻敌了，战斗经验还是太少。他拿出血肉增生药剂，倒在自己断裂的双腿和被贯穿的胸腔上。还好当初做了手术，不然现在就完了。药剂迅速起效，他破损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丁，您的身体发生了1级变异。丁，您的身体发生了2级变异。2根长满倒刺的触手从林恩背后长出，后脖梗的皮肤裂开，睁开了一只倒竖的眼睛。分析完成，可控变异，血肉触手，恶灵树眼。也许可以试探一下，这把左轮对他的杀伤力还是可观的。林恩披着斗篷，像鬼魅一样穿过墙壁，在恶灵树眼的窥视下，他看到了走廊里那个巨大的血肉怪物。他悄无声息地靠近，在怪物被一缕血影吸引注意力的瞬间，林恩出现在他身侧炼药室的破口中。你完了！瞬间击中怪物，打开使他身体变得滞涩。
好机会！他拔出剔骨刀，正要冲出去，却猛然看到那6个弹孔中浮现出了6颗眼球，空洞的目光直直地盯着他。不好！一股巨大的危机感袭来，林恩毫不犹豫地披上斗篷，穿墙而入。但为时已晚，那目光带着诅咒，他被注视到的皮肤瞬间开始溶解，冒出青烟。林恩忍着剧痛，翻身消失在地下。回到地下室，他剧烈喘息着，用新的药剂倒在溶解的面容上，伤口快速恢复。丁，您出现了1级变异。他的影子背后又穿刺出2根巨大的触手。林恩通过恶灵树眼观察，看到那怪物竟将体内的6枚子弹一点点推了出去，全身的电流也在迅速削减。他已经适应了神圣伤害，不妙啊！他知道自己最大的依仗已经失效，只能先离开这里，再做打算。他打定主意，迅速穿过墙壁，向外界而去。可就在他刚离开药剂店地界时，视野中的怪物突然消失了。他屏蔽了自己的气息，一股恐怖的气息从身后席卷而来，几乎是本能，林恩猛地向一侧挪移，一只巨手宛如幻影般穿透地面，划过他的脸颊，击伤了他的侧脸，是那只刺穿他心脏的恶灵之手。林恩在街道上翻滚了10几米，捂着血淋淋的左眼，迅速冲入地下，不停移动。他拿出血肉增生药剂倒在脸上，血肉快速愈合。丁，您的身体发生了2级变异。他的脖颈猛然裂开，睁开了一只新的恶灵树眼，双瞳叠加，之前消失的怪物气息瞬间再次出现。他看到了那只虚幻的巨手正紧追不舍，而地面上怪物的其中一只眼睛正牢牢锁定着他。靠！现在局势翻转，斗篷形态下他无法攻击，而对方却可以。必须想办法甩掉那只手。林恩目光一闪，在4只触手的帮助下，将速度提到极致，瞬间从地下冲回了店铺的阁楼。找到了！满满半柜子的药剂，但同时那只恶灵之手也突破了地面，向他暴刺而来。林恩双眼猛然眯起，抬起剔骨刀，哗啦一声将半柜子的药剂斩碎，绿色的药剂陷落全身。我去你妈的！他双手握刀，用尽全力，猛地向脚下的地板刺去。几乎同时，恶灵之手穿过地板，沾染了药剂的刀刃瞬间钉入他的手掌。一阵溶解声响起，巨手发出婴儿般的尖气，地上的恶灵显形药剂让他的皮肤快速脱落。林恩狰狞地拔出剔骨刀，一刀斩向那只手臂。那只手臂重重地撞在墙上，烧焦般冒着烟。林恩剧烈喘息着，知道此地不宜久留。一声入肉声传来，林恩瞳孔放大，他身后一只细细的手从布满绿色药剂的地板上浮现，从他后颈穿入，抓住了他的脊椎骨。林恩的树眼看到了那只手，他认得那是黑鹅妖精的手。原来他吞噬了妖精的手臂，也获得了他极强的抗药性。这些药剂根本没用。巨大的绝望席卷而来。就在那只手要拽断他脊椎的瞬间，林恩仰头嘶吼，全身血液聚集在4只触手上，缠绕刺入那只小手。他的脊椎出现裂痕，但他最后的反扑也让那只手出现了松动。趁此机会，林恩挣脱前置，转身横扫剔骨刀，将那只手臂连带自己的4根触手一分为2。他脱力地瘫坐在柜子前，恶灵视野中，那个怪物已经回到了药剂店门口。在这最后的关头，林恩伸出满是鲜血的手，从怀里抓住了自己最大的底牌——无面魔的心脏。林恩的脑海中浮现出怪物的样子，恶灵树眼死死盯着楼下的怪物。玩完吧！他的五指瞬间刺入心脏，漆黑的狂流如泉涌般涌出，仿佛无数恶灵在疯狂尖笑。楼下那庞大的怪物，巨大的眼球一缩，瞬间炸开，无数手臂失控，心脏核心受到未知效果打击，神圣抗性形态失灵，开始紧急修复，倒计时20、19、18。阁楼上，林恩在全身瘫痪的最后一刻，用尽力气打开了一瓶血肉增生药剂，药剂洒在手上，他便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20秒，希望来得及。那颗无面魔的心脏已经变得一片漆黑，强大的诅咒物，副作用也无法想象。一股巨大的吸食力传来，心脏裂开一个口子，攀附上他的胸膛，开始不断吸食他的血液。双重打击啊！血肉增生药剂感受到他血液的流逝，开始源源不断的为他造血，两者形成僵持。但林恩知道，不迅速恢复，20秒一到，自己依然会死。快变异，变异啊！丁，您的身体出现了3级变异。林恩左眼猛然突出，一条鲜红的长蛇从他眼眶中挤了出来。警告，您现在的体质与意志无法彻底操控此变异，目标控制效率31%。3级变异，脑蛇。林恩感受到了强烈的嗜血冲动，他集中全部精神，艰难地控制着脑蛇，咬住了第2瓶血肉增生药剂。药瓶炸裂，猩红的药剂洒满他全身，同时林恩彻底失去对脑蛇的控制。闻到血腥味，脑蛇猛地张开巨口，一口咬住攀附在林恩胸膛上的无面魔心脏，两者瞬间产生冲突，
开始互相撕扯吞噬，大脑和心脏在打架。但这意外的纠缠却缓解了李明血液被吞噬的速度，血肉增生药剂也开始迅速修复他受损的脊椎。楼下怪物核心修复完成，目标威胁指数调整极高，吞噬价值调整最高优先，展开猎杀。他庞大的身体猛然穿透天花板，落在2楼，但那里已经没有了林恩的身影。目标锁定，开启恶灵视野。他一个眼球变得虚幻，随即骤然转身，一跃而出。弥漫着飞雾的街道上，披着斗篷的林恩踉跄地向前跑，从眼眶冒出的脑蛇依然在和他胸膛上的心脏争斗，但他终于在最后一刻修复了脊椎，拿回了身体的控制权。他咬着牙，疯狂地向着44号狂奔。他知道，想活下去，只能请求鬼屋帮忙。冲破迷雾，一个窈窕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中，一个穿着血红长裙的女人，抱着怀里的娃，哼着歌，另一只手还提着3颗插着吸管的脑袋。药剂店那臭小子。他看到了林恩满身的血污，背后断裂的触手和眼眶里的长蛇。你今天的造型很别致呀，甜心，是在做某种奇怪的行为艺术吗？算是吧。你身上的诅咒没有恢复吗？今晚怎么没来找我？怎么这么快就等不及了吗？是在回味昨天的温柔乡吗？我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做个交易吧，你帮我干掉那个追杀我的怪物，我免你5个月的单。既然你都说了被追杀，还这么淡定的站在这里聊天，一点都不着急吗？着急能解决问题吗？身后滚滚血雾席卷而来，空中的巨响。警告！警告！危机正在迅速逼近。那你开个价吧，想要什么条件你自己说。你似乎还没有在我面前服过软吧？那就来求我吧，跪在我的面前，舔我的脚尖，告诉我你愿意臣服我，我就帮你。短暂的寂静，走了。他拍了拍他的肩膀，与他错身而过，向着黑雾深处掠去。如果明天早上还能正常营业，我再帮你驱除诅咒。下次再见。血衣恶灵愣在原地，随即有些哭笑不得。这个家伙还真的是。一根触手将远去的林恩拉了回来，血衣恶灵宠溺地将他抱在怀里蹂躏。太可爱了呢，开玩笑的，果然不愧是能驱除姐姐诅咒的男孩，偶尔慢起来特别有味道呢，爱死了。林恩好不容易挣脱出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帮你了哟。瞬间，无数狰狞的触手从他身上爆射而出，占据了整个街道。血雾弥散，全身扭曲的血肉傀儡出现在视野中。出现高强度第2目标干涉，吞噬优先级高。血衣恶灵将猛犸递给林恩，优雅地迎向怪物。他的手指长出半米长的指甲，头发化作无数人面毒蛇，眼中跳动着疯狂的快意。林恩，你这次可是招惹了一个不好对付的怪物啊！嘻嘻嘻嘻，你要小心。林恩飞快地将自己试探出的所有情报都告诉了他。不是很好对付呢，嘻嘻嘻，不是很好对付呢。血衣恶灵的身体在摇摆中瞬间消失，下一刹那，一张裂开的病态笑脸便出现在了血肉傀儡的面前。他锋利漆黑的指甲宛如刀刃，在怪物身上留下实在的伤痕。无数触手在他身后摆动，展开了快到看不清的恐怖攻势。杀杀杀杀杀，嘻嘻嘻哈哈。那病态的笑声伴随着刀刃般的攻击，像一台绞肉机，瞬间将怪物切割得面目全非。太强了，太牛逼了，女士你真的帅呆了，完美，卧槽，太帅了，好球！殴打殴打。丁，血衣恶灵对你的好感度+1。第2目标威胁度提升，展开刺激应对手段。最高优先级目标1号目标猎杀。嗡一声，被切割得面目全非的怪物，其破烂的血肉之上猛然生长出一层厚厚的外骨骼，瞬间抵挡住了血衣恶灵的切割。无数火花四溅，怪物那颗破碎的树丛瞬间调转，猛地一缩，目光聚焦在了旁边的林恩身上。是那个目光诅咒？不会吧？他都被砍成这样了，目标还是我。林恩二话不说，抱着萌娃转身就跑。女士，这里就交给你了，我暂时性撤退，很快就会回来看你的。刹那间，但几乎同时，血衣恶灵狂乱的身影挡在了怪物中间，他面孔上巨大的裂口发出恐怖长啸，无数张人脸从中飞出，抵消了目光诅咒。目标优先级1号目标继续执行最高吞噬指令。怪物全身的手臂狂野生长，庞大的身躯竟完全无视血衣恶灵的阻碍，向着林恩的方向迅速接近。你的对手是我呢，嘻嘻嘻。在他错开的瞬间，他长长的脖颈如水一般缠绕住怪物，脚下地面破开，无数触手涌出，将怪物死死捆住。无数爆射而出的触手在半空中将那些追击林恩的手臂截了下来，开始狂乱的搅动。盘旋在怪物身上的触手浮现出一张张嬉笑的孩童面孔，无视鳞甲，从内部啃食着怪物的身躯。即便被血衣恶灵死死缠绕并从内部啃食，
那怪物依然像机器一样死盯着林恩的背影，卡卡的拖动着脚步，仿佛至死方休。2号威胁度进一步提升，最高优先级1号目标行为受限，展开刺激应对措施，猎杀。一瞬间，那巨大的瞳孔突然破碎，一块块碎片像粘稠的珍珠一样落在地上，然后那些碎片迅速成型，化作了无数颗正常大小的眼球。有没有搞错？那掉落在地上的眼球猛然翻转，齐刷刷地望向了他，眼球背面蠕动出细小的触手，哗啦啦地向着他的方向而去。一大部分眼球还没来得及跑出范围，就被血衣恶灵的触手迅速戳爆，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突破了重围，向着林恩蔓延而去。看来是跑不掉了。他从怀里拔出猎魔左轮，对准了来袭的眼球头。2个恶灵束眼的加持，让他迅速锁定了每一颗眼球。只能硬刚了。扳机瞬间扣动。叮，你击杀了眼球组织乘1，你的枪械精通加1。叮，你击杀了眼球组织增1，你的枪械精通加1。迅速合上左轮，林恩抱着嬉笑的萌毛飞快后退。他现在只能进行6次连发，想要再次射击，还需要10几秒的弹药恢复时间，需要更多的肢体。林恩迅速从怀里摸出一瓶血肉增生药剂，一口饮尽。叮，您的身体出现了1级变异。叮，亲，您的身体出现了2级变异。巴啦啦，一根根触手再次从林恩的身体当中狂野的生长而出。来吧！他将嬉笑的猛犸往一条触手上一挂，一手持枪，一手持刀，数条锋利的触手瞄准了那狂涌而来的眼球巢。林恩目光一厉，伴随着枪声，他快速地向着眼球巢迈步，手中的剔骨刀瞬间将10几个眼球一分为2，身后的触手更是精准地将眼球一颗接一颗戳爆。叮，您的战斗经验加1。叮，您的战斗经验加1。欧啦欧啦！很快，那一波眼球巢就在林恩的攻击之下，被一片片的精准击杀。勇敢起来了呀，少年！小怪，我还是不虚的。女士，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嘻嘻嘻，我正在深入他的核心，只要灭了他的核心，这个家伙就是一团废铜烂铁。在那血肉组织的内部，一根尖锐的倒刺正疯狂地向着怪物的核心挺进，最后化作一只锋利的手，扼住了那个怪物的核心。接触到了呢。但就在这时，怪物身躯中再次传来冰冷的声音。第2目标分析完毕，正在生成反制措施，最高优先级目标调整。2号目标执行最高猎杀指令。一瞬间，血衣恶灵立刻感觉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危机扑面袭来，包裹着怪物的无数触手猛然剧烈震动，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内部疯狂涌动。不对劲！一只又一只的人手瞬间从内部破开了触手的包围，抓住触手外壁，完成了反向包围。难道说他刚才一直将目标放在我身上，只是为了对你展开同步的分析和应对？无数人手的内部传来一阵阵血肉被咀嚼的可怕音效，同时周围属于血衣恶灵的触手也开始剧烈的狂乱扭动。啊！一根粗壮的触手猛然扭曲变化，成为了血衣恶灵的样子。他身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长出无数毛孔大小的手臂。错了，他不是怕我，他是真的觉得我威胁不了他。我在吃他的同时，他也在解析我，嘻嘻嘻。在那狂乱病态的笑声中，那个由触手扭曲出来的血衣恶灵瞬间被无数细小的手臂从内部吞噬，化作了无数细小的肉块。女士，猎杀、吞噬、生成、结构诅咒、吸收、同化。一瞬间，就在林恩震动的注视下，地面上猛然生长出一条庞大的血淋淋的触手，挡住了他的去路。那触手尖端裂开，露出无数倒刺，同时睁开了一只又一只树眼。警告，当前危机度87%。这不是血衣恶灵的触手，而是已经被同化的那个怪物的组织。最高优先级猎杀，1号目标。巨大的触手轰然向林恩发动攻击，但瞬间地面爆射出2根同样的触手，将那根触手死死缠绕。走！他还在斗争，但下一刻，他控制的触手重重落在林恩身上，将他远远击飞出去。林恩重重落地，飞快站起。他知道自己去了也是死路一条，但他不能像懦夫一样逃走。开什么玩笑！他飞快地冲回药剂店，翻箱倒柜，将所有血肉增生药剂带在身上。如果他能坚持住，一定还有办法救他。他猛然停下，转身来到地窖口。对了，还有老师的那个宠物。喂，我知道你在装死，现在情况危急，我需要你的帮助。老师遇到了危险，那个怪物找上了门，我要是死了，你也逃不了。叮，小宝贝对你的好感度减1。黑暗的地窖深处传来蛇信一样的威胁声。呼啦啦一声，一个巨大而蜿蜒的身影从地窖中呼啸而出，巨大的阴影笼罩了林恩。小宝贝，等级、种族、介绍，一条潜藏在血巨药剂店地窖当中的舌头。那是一条长长的巨大的舌头，
舌尖裂口里吞吐着一条和他一模一样的舌头，层层嵌套，怪诞而猎奇。嘶嘶嘶！你再骂一句。嘶嘶嘶！好，现在是危机时刻，我的朋友正在外面干架。你想想，如果我朋友炸了，我也炸了，接下来炸的是谁？就是你这个又丑又怂的大舌头。丁，小宝贝对你好感度减10。嘶嘶嘶嘶！那不是屎，是药剂。你现在要是跟我走，接下来2个月我天天给你喂上等的好药剂，怎么样？嘶嘶！丁，小宝贝对你好感度提高0.001。下一刻，那条大舌头哗啦啦的从地窖蔓延而出，一把卷起林恩，向着店外延伸出去。不到5秒，林恩便和那条大舌头再次来到战场。整个街道早已面目全非，街道中央那个被无数手臂包裹的怪物不停收缩膨胀。全面吞噬进度55%，检测到1号目标靠近，最高优先级猎杀，目标切换。一瞬间，一根又一根长满树丛的巨大触手从地面疯狂生长而出，那条舌头掉头就要跑。3个月救出我朋友，接下来3个月天天喂你高品质药剂。丁，小宝贝对你好感度提高0.01。嘶嘶！下一刻，舌头猛然蜿蜒，林恩将猛犸放到一边。我们冲，这些触手就交给你了。那条灵活的舌头猛然舔在一根触手之上，滋溜一声，庞大的触手瞬间化作一滩血水。在小宝贝的掩护下，林恩离那个巨大的茧囊越来越近。3号目标分析，抗腐蚀形态开启，受容启动。重新长出的触手浮现出毛细血管般的组织障壁，瞬间穿过林恩身畔，将大舌头死死缠绕。小宝贝，林恩已经管不了了，他狰狞着，向着怪物身上那棵巨大的树丛冲去。他用尽全力，在所有触手的助推下，嘶吼着将身体猛地推向茧囊。到了！在血妖斗篷的加持下，他的手毫无阻碍地穿过瞳孔，融入了茧囊之中。在恶灵视野的锁定下，他一把抓住血衣恶灵支离破碎的手臂，将整瓶血肉增生药剂摁在他胸口。他猛然伸出手，怨灵发丝缠绕住血衣恶灵，另一端射向街道两边的建筑。走！怨灵发丝收紧，拖动着血衣恶灵不断复生又不断被吞噬的躯体，硬生生向外拽去。2号目标吞噬玻璃钟，最高优先级目标切换。1号目标开启幽灵反制，就是现在。他清楚地知道，怪物切换目标时会有一个空档。怨灵发丝缠住小宝贝的舌尖，在最后的空档，小宝贝骤然后拉，血衣恶灵的躯体被直接拖拽了出去。林恩也随着拉扯力向外飞去，希望就在眼前。幽灵反制开启，吞噬化进程启动。嗡的一声，林恩飞出的身体被骤然收紧，怨灵发丝瞬间崩断，血妖斗篷被破灭，他的身体被肉壁猛然收紧，咔嚓一声被拦腰扭曲成一团。在他怀里，所有的血肉增生药剂在巨大的压力下瞬间碾碎，大量的药液蔓延进他扭曲的血肉中。我去你妈的！丁，警告，宿主一次性使用过量的血肉增生药剂，变异将变得彻底失控。丁，您的身体发生了9级变异。那个怪物的身体瞬间膨胀，裸露在外的血肉刹那间便出现了无数个凸起，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他体内疯狂挣扎，想要破体而出。在血衣恶灵苍白的注视下，那个怪物外皮上大量的凸起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平复了下去，但这不像是压制，更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蚕食掉了。嘻嘻嘻，哈哈哈！怪物体内骤然传来一阵阵孩童的诡异嬉笑声，这让血衣恶灵瞬间头皮发麻。他有了一种无比恐怖的猜测。下一刻，长在怪物身上的一只手臂像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拉扯一般，一下子凹陷了下去。紧接着，那条长满林恩面孔的巨大触手，无数恐怖的胚胎也都被拉回了怪物体内。怪物的内部不断传来咀嚼的恐怖声响。警告！警告！机体全部失效，机体损失度88%。警告！目标开始吞噬核心。滋滋滋！警！声音突然中断，血衣恶灵产生了一股巨大的不安。他看到那个怪物的瞳孔迅速暗淡，庞大的身体像失去所有力量一样歪倒在一旁，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刚才从内部把它给完全吃空了。怪物身体的一侧裂开一个口子，一只沾满血污的手从里面耷拉了出来。那个血肉傀儡死了。与此同时，黑暗世界倒吊塔中，一声巨响，某处设施骤然爆炸。警告！警告！血肉傀儡3型失去链接，机体损毁达98%，全面链接失效。主人，我们派出去的3型血肉傀儡失去了链接。开什么玩笑？3型血肉傀儡是我们最尖端的猎杀者，除了根源级和君王级生物，谁会是他的对手？血巨没有能力扼杀我的完美作品。命令：派遣猎食者纵队4号3型傀儡前往目标地点进行紧急勘查，务必要得到最准确的情报。是。血衣恶灵迅速冲到怪物面前，用力撕开裂口。看到内部的场景后，
即便是他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怪物内部几乎完全被掏空，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空壳，肉壁上残留着密密麻麻的啃食痕迹。林恩，你怎么样？他迅速破开空壳，抓住那只手，用力将它从里面拖了出来。林恩的身体像婴儿一样衣物尽湿，但身体却没有任何损伤。越是正常，就越让他感觉到难以言喻的怪异和惊悚。不管了，先回去再说。他迅速将林恩背起，林恩靠在他肩膀上，闭着眼睛。谁也没有注意到，一条长长的舌头突然从他手心伸出，舔了一下手背上的血污，又迅速收了回去。丁，恭喜您超阶段完成了任务，血液，您获得了骷髅币乘2W，基础经验乘5000，您获得了唯一特殊奖励。技能血肉灾变。丁，您的等级已达到10级，开启转职任务。许久，林恩困眼朦胧的醒转。天亮了，开张营。瞬间，昨晚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他猛地睁大眼睛，从床榻上坐起。这里是……他认出这里是血衣恶灵的房间。不对劲！他清晰地记得自己被吞噬进怪物身体，全身血肉都扭曲成了一团，但之后的事情就一片模糊了。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而且身体居然完好无损。林恩，你醒了？怎么样？身体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现在是什么时候？已经是第2天了。那个怪物呢？10几分钟后，听完血衣恶灵的讲述，林恩眉头紧锁。你是说，你恢复意识后，看到那个怪物体内长出大量的恶性生物，然后它就被从内部肢解了？后来我把你拖出来，你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林恩想起了失去意识前，系统提示变异全面失控，难道是自己变异出的肢体把那个怪物从内部肢解了？可他为什么会完好如初？那个怪物的尸体呢？就在后院。林恩蹲下，皱眉望着院中那团恶臭的已经塌陷扭曲的空壳。啃噬过的痕迹。是的，这个傀儡是被什么东西硬生生从内部吃掉的，而当时的情况来看，他身体当中应该只有你。你不会怀疑是我吃掉的吧？不排除，你当时变异的非常厉害，甚至出现的一些怪物让我看了都觉得心悸。林恩打开自己的基础属性界面。种族人族变异。变异系统解释一下，我哪里出现了变异？丁，您触发任务身体的反应，任务目标半日之内找到身体的变异，并找到控制的方法。任务失败，变异将彻底代替宿主，过程不可逆。直接给我发了个任务，是什么情况啊？丁，请宿主自行摸索。好。下一刻，就在血衣恶灵猛猛的注视下，林恩骤然站起。不好意思，我有一些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咱们过段时间再见。林恩迅速向大门外冲去，但刚冲出去，他又风风火火地冲了回来，当着血衣恶灵的面，扛起那个血肉傀儡的空壳，抱着就一路狂奔而去。这些没用的血肉，我拿回去炼药了，咱们回见。10几分钟后，扛着一大批血肉，裹着一个床单的林恩回到了自己的药店。大厅一片破败狼藉，他迅速点燃魂灯挂在门上，冲入后院。地窖开着，显然小宝贝已经回来了，但他现在没时间理会。冷静，如果身体出现了变异，老师应该珍藏着类似的典籍。他迅速冲到地下室，踹开大门，冲进他老师的书籍库。1个多小时后，林恩目光严肃地合上了书籍。100种方法，挨个试一下。他总结出几点：1. 恶性变异正处于潜伏期；2. 它不可控且有自己的意志；3. 把它掏空的就是自己体内的变异体；4. 系统给自己提供过额外的帮助。林恩迅速打开技能列表。感染性气场诅咒诊断机能血肉灾变。他瞳孔一缩，找到了完成任务获得的技能。机能血肉灾变，品质特殊，介绍经过剧烈的血肉重组和烈性变异而得到的能力，可以使宿主自由地控制自己的血肉，进行2次重组以滋生。血肉控制。他立刻闭上眼睛，将意志集中在自己身体的某处。卧槽，果然更大更壮了呢，这个技能太牛逼了。不，他迅速镇静下来，现在最优先的是确定体内的变异体，并找到遏制它的方法。如果那个怪物是被变异体吃掉的，那么大的肉量储存在哪里？我身体的异样肯定也会影响到那个变异体，既然我们共用一副肉体。他眯起了眼，眼中显露出危险的光。他默默转头，目光落在了角落一个写着敌敌畏的瓶子之上。他一把抓起那瓶敌敌畏。奥利给！林恩扒开盖子，咕嘟咕嘟的就往嘴里灌。这是他仿制的终极杀虫剂，喝了绝对能让人一泻千里，欲死欲仙。警告：宿主生命损失，获得异常 buff， 敌敌畏中毒。林恩又飞快地冲入炼药室，翻箱倒柜，将囤起来的过期药剂全都挖了出来，咕咚咕咚一瓶接着一瓶磕了起来。警告：宿主获得异常 buff， 重度瘙痒。警告：宿主获得异常 buff，
严重皮肤红疹。警告：宿主获得异常 buff， 病毒性扩散。林恩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变异和自己是一体的，那他一定能用这种把自己搞死的方法把它搞出来。现在就要看是谁的意志力更坚定了。林恩翻出摇椅，往后院一躺，一口病毒药剂，一口老酒，表情享受，好不快意。呵，这要是放在正常人身上，裂开10次都够了。光疼痛就有10几种，还有瘙痒、灼烧、融化、寒冷、高烧，只要能想到的不良反应，他都有。第一个20分钟结束，林恩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再来。第二个20分钟将近，他的左手微微抽搐了几下，但他全身都在抖，脸色在赤橙红绿青蓝紫中不断转换，根本没有察觉。再来。第三个20分钟，林恩已经僵硬地躺在摇椅上，堪比满清10大酷刑。他的左手开始不断抽搐，似乎有什么黄色的液体从手中渗透出来，但林恩已经注意不到了，他差不多把自己要裂开了。再，他坚强地拿起一瓶农药，就要往嘴里灌。终于，在第4个20分钟将近时，他耳边响起了一个颤抖的系统提示：丁，对您的畏惧度加10。他的左手手心早已外翻，裂开的口子咕嘟咕嘟往外冒着白沫，但林恩已经听不到了。他颤巍巍地伸出手，就要去抓远处那瓶农药。他耳边的系统提示瞬间急促了起来：丁，对你的畏惧度加10。丁，对你的畏惧度加11。几乎是不受控制的，他的左手颤抖的一把抓住摇椅杆，死死缠绕，手心的口子呕出无数泡沫。要麻了！但林恩已经短路了，硬生生拖着椅子往前爬。哇 ，Oh my god！ 丁，对你的胃气度加20。眼瞅着林恩就要探上那瓶农药，他的左手也终于是急了，左手惊恐地向相反方向爬，手心不停冒着白沫。他从来没见过硬生生想把自己干掉的原体了。解药，受不住了呀！那只颤抖的左手用力一挺，将手腕拉长，够到解药瓶子，对着手心的口就咕嘟咕嘟往里灌。干了一半，他下意识转头望向林恩。哇呀美！他瞬间炸毛了。只见他在这边喝解药的时候，另一边的林恩也已经咕嘟咕嘟的往嘴里灌起了农药，效率比他还快。完犊子玩意啊！整个手都要裂开了。丁，对你的畏惧度加10。时间就是生命，左手飞快抓起解毒药剂，往嘴里死灌。干完一瓶解药，左手淌着口水，坏掉一样耷拉在原地。但下一刻，他骤然感觉到那具万恶的身体又动了。他颤抖地转过手，看到已经要麻了的林恩，竟又艰难地在地上游动，向着一瓶还没开封的毒药而去。那种坚持要把自己要死的意志力，谁看了都忍不住泪目。哇呀！丁，对你的畏惧度加20。这一刻，左手奋力一把抓住不远处的柱子，用力崩溃的大叫：打灭！双方开始了白热化的僵持战。10几分钟后，林恩终于还是在距离农药最后几公分时，耷拉在了地上，吐着白沫抽搐了过去。左手也终于支撑不住，从柱子上滑下，但他并没有倒下，他坚强地拖着冒烟的身体，向着炼药室艰难地爬着。解药！呜！不知道过了多久，在大量系统提示的轰炸下，林恩昏昏沉沉地睁开了眼睛。他艰难爬起，感觉身体虚弱的像是刚经历了几10次特殊运动。那个变异体被我要出来了吗？他隐约记得断片前似乎自己某个部位动了起来，他并没有注意到放在腿上的左手突然抽搐一下，手心朝上，上面的口子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得救了呢！林恩的身体一僵，僵硬的目光落在自己很烫很稀的左手上。种族异常变异，介绍与母体共生，实力强大，但特别讨厌农药。左手也注意到了林恩的目光，短暂的寂静。林恩3值减10，左手3值减9。下一刻，林恩的左手瞬间张开血盆巨口，露出锋利的牙口，凶残地向着林恩的脑袋咬去。吃了你！林恩用右手抓住左手的手腕，用力地往后推。我记起来了，果然是左手变异了，怪不得我想嗑药的时候一直嗑不到。吃了你！林恩一下子就被那股巨力推倒在地。反了天了，一个小小的变异居然敢这么嚣张！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干掉，大不了以后不要这只左手了。他用尽出奶的力气冲向一面墙壁，轰的一声把那只左手压了一下。林恩生命值减1，生命值减1。你敢撞我，看招！那只左手口中的舌头瞬间伸长数倍，向着林恩的面门爆射而去，眼看就要被戳个对穿。林恩瞅准时机，凶残地张开了嘴。哇呀！林恩一口就把那条舌头给咬住了。生命值减10，林恩生命值减10。趁着这个间隙，李威咬着牙，瞬间冲到隔壁的手术室，一把操起砍刀，凶狠地举了起来，对着自己的左手就要一分为二。死吧你！林恩被舌头猛地一甩，跌倒在地，砍刀也重重落下。
但他的狠劲已经上来了，今天他们两个必定有一个会死。林恩一把抓起地上的砍刀，而左手也毫不示弱，抓起了手术台上的一把手术刀。来呀，互相伤害呀！两把刀抗击在一起，火花四溅。你完蛋了！今天我一定会先剁掉你，再把你泡到药瓶子里面，做成标本。试一试呀，花 Q！ 他们一路从手术室打到另外又从另外室最后从前厅到后院，一时间竟是难分敌手，战况焦灼。丁，您的战斗能力加1。丁，您的战斗能力加1。十几分钟后，两把刀再次撞击在一起，现实就在这时，两把刀被巨大的反作用力震飞出去。左手抓住机会，张开巨口，一下子就笼罩了林恩的脑袋。吃了你！眼看就要被吃掉，林恩猛然将自己的右臂抵在那只巨口中，用力支撑着他的上下颚，战况再一次焦灼。你完蛋了！林恩被重重推倒在地，但也趁机把脑袋从他嘴里拽了出来。看着面前狂甩的凶残巨口，林恩咬紧牙关，谁完蛋还说不定呢。就在这时，躺在地上的林恩猛然看到了一堆瓶瓶罐罐里那瓶完好无损的农药。没错，就是断片前剩下的那一瓶。他猛地一个翻滚，张开嘴，精准地咬住那瓶农药，然后一翻身，将巨大的左手摁在了身下。左手看到了林恩脸上凶残的冷笑和他嘴里叼着的那瓶农药。哇呀呀呀！对你的畏惧度加10。你打不开瓶盖的，你别痴心妄想了。是吗？林恩瞬间发动血肉灾变，脸颊上缓缓长出了一只袖珍的小手，当着左手的面，啪嗒一声拔出了药剂瓶的塞子。哇！瞬间，在左手高频率的惊恐大叫中，满满一瓶农药咕嘟咕嘟的就灌入了他的嘴里。噎死你！我噎死你！打灭！打灭！十几秒后，左手空洞的打着嗝，整个嘴里都灌满了黏糊糊的奇怪液体。丁，宿主您获得了异常状态，农药中毒，轻微。警告，您刻下的农药诱发了您体内残余毒素的反应，毒性开始反扑。丁，您的异常状态，农药中毒轻微转变为了农药中毒猛烈。不对，我忘了给他灌毒，我自己岂不是也？瞬间，巨大的呕吐感从他全身每一个毛细血管中升腾起来。林恩猛然转头，推开地窖的大门，对着里面就狂吐了起来。丁，小宝贝对你的好感度减10。左手也终于忍不住了，趴到林恩身边，对着地窖呕吐了起来。等我吐完，我再杀了你。丁，小宝贝对你的愤怒加10。整整吐了十几分钟后，一人一手犹脱地靠在地窖边，全身发颤，脸色惨白。休战，等我缓一缓，我再剁你。同意，我现在也对你没胃口，我待会再吃你。相安无事的休息了半个小时，要不我们暂时先和平相处吧？你觉得呢？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再这么打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啊。我赞同。一具身体里面有2个意识，其实想想也是可以接受的啊。是的。短暂的寂静，两把刀瞬间撞击在一起。我就知道你想偷袭我，还好我反应的足够快，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恶劣。明明是你想趁我不注意剁掉我，你才是恶劣的家伙，杀了你！恢复过来的一人一手再一次展开了激烈的刀战。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请问店里有人吗？我需要治疗。丁，您触发任务，诊断病症。林恩一边和左手激烈的对着刀，一边大喊：来了，个人快请进！林恩迅速冲到手术室，飞快地穿上裤子，披上白大褂，又冲到前厅，看到了一个羊头人身的身影。羊头怪不是很明白，这个举着2把刀过来的人类是什么意思？是抢劫吗？一阵阵刀剑相接的声音，瞬间就把他吓了一个激灵。他瞪着眼睛看着那个人类，哐哐哐的左右互砍。那个，欢迎，我是这里的伙计，老板出去了，我就是老板，请问顾客有什么需要吗？然后他瞬间转头的哐哐的和左手互刀。羊头怪散值减1。我是一个外乡人，我好像是有点病，听说这里民风淳朴，所以想看看能不能找个医生瞧一瞧。那你可就找对人了，方圆100里之内也就只有我们这一家药剂店了。这火花四溅的刀光看得羊头怪心里一颤一颤的。不对劲啊，这个药剂店的画风不对啊。我觉得老板您是不是还有自己的事要忙？要不我改天再来。他立刻转头，一把刀瞬间擦着羊头怪的脑门，插在了他面前的墙壁之上。羊头怪散值减5。对不起，对不起，不小心手滑了一下，我没有吓到您吧？没有，您真的是手滑了一下吗？确实是手滑了，因为听到您要走，有些分神，影响了我的判断，才导致的。为什么总感觉这个理由超级离谱的啊？您不要怕，快请进。今天您还是我们小店的第1个客人，实在是让我有些激动。
林恩瞬间转过头，敖明敖的又和左手对起了刀。真的能很愉悦吗？为什么我感觉到不一定啊？那个，我能先出去转转吗？我觉得我刚才左脚先踏进来，似乎有些失礼。这样吗？您是不打算在我这里治疗了吗？如果我说是的话，会怎么样呢？当然也不会怎么样啊，顾客就是上帝，上帝有选择的权利啊。说着，林恩瞬间转过头，提着刀，对着左手以比刚才更加凶猛的速度砍了起来。砍死你！我星号你星号的，砍死你！羊头怪散着减5。为什么他会有2副面孔啊？他这是在指桑骂槐吗？羊头怪战战兢兢地看了一眼门外，又看了一眼他手里冒着火花的刀子，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先看看情况。老板，请问您拿2把刀互搏是为了什么？是在修炼某种强大的战技吗？不是，只是单纯的想把左手剁掉。呵呵呵。为啥？您只需要知道，这只手不是什么好手，是会吃人的。刚才还想吃掉我，我要是不遏制住他，保不准连您都想吃。他瞬间转头，无缝切换为和善的笑容。当然了，您尽管放心，有我在，他伤不了您的。叮！羊头怪战力度加10。几分钟后，羊头怪颤抖地坐在柜台前，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把听诊器的一端摁在自己的心口上。而在柜台对面，林恩闭着眼睛，左手和右手依然卡卡地压着刀。医生，是发现一些不好的情况吗？你的心率有些不齐，似乎不久前受到过剧烈惊吓。不过我看你印堂发黑，目光无神，嘴唇发紫，这大概率是中毒的迹象。你之前是不是去过什么瘴气浓重的地方？去过一处沼泽。有没有被什么东西袭击过？没有被袭击，只是被里面的藤蔓划伤过。叮！辅助诊断中，特殊毒物人面藤已收入资料库。就在林恩分神的刹那，他的左手一下子膨胀了数倍，露出锋利的牙口，一下子就把林恩的脑袋含了进去。妈妈呀！羊头怪散值减10。第二，如果已经出现了毒液扩散的情况，那就会全身散发出异香，特别容易引起邪恶生物的吞噬欲。滋溜滋溜，全身散发着异香的羊头怪被左手去口中耷拉下来的几米长的舌头一下一下的舔舐着脸颊。羊头怪惊恐度加50。第三，如果异香已经全面出现，必须立刻进行放血治疗，晚1分钟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羊头怪立刻拔出小刀，噗呲一声插在了自己腿上的大动脉，鲜血立刻滋滋的飙了出来。等一下，我看错了，应该是喝大量的水和恢复药剂，放血是快速解脱的方法。他 Oh my god 的看着自己飙血的大动脉。不早说，你他妈不早说啊，我都插了啊。林恩终于用力将脑袋从左手大口中拔出，一脚摁住了他飙血的大动脉。我能不在您这里治疗吗？您饶过我一次怎么样？羊头怪崩溃值加10。可是您出了这个门，方圆几百里之内也没有其他的药剂店了啊。有的，肯定有的。真没了，以前是有过的，但现在都在后院的标本室里泡着呢。羊头怪彻底崩溃，大哭了起来。在林恩的努力安抚和治疗下，数分钟后，羊头怪呆滞地靠在椅子上，身上插满了10几个针筒。虽然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但身体的虚弱确实得到了遏制。你不会是想先把我医好，再把我切片吧？怎么会呢？我们一向秉承着顾客即上帝的宗旨，只要您有钱，您把我切片都行。那如果我没钱呢？整个药剂店瞬间一片寂静。林恩怔了怔，提起了刀。没钱？有，肯定有很多。他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刷刷刷的从怀里掏出了一袋又一袋骷髅币。客人，算好账了，一共2100币，您还差100币。羊头怪全身上下摸索一遍，空洞了。没了。林恩将一个价目表推到他面前，腰子1000币眼球，200币胳膊，250币。等一下，我这里还有东西可以抵账。这是我前几天捡的，好像是什么零件。林恩的目光落在那个银色碎片上。密银头骨碎片，品质稀有材料，介绍常被魔人协会用于打造强大的生物兵器。这你是哪里捡到的？西边的一处丘陵，那里似乎刚有过一场战斗。几分钟后，林恩送走羊头怪，迅速返回店内。休战，我有更紧迫的事情。昨天来的怪物是魔人协会的造物，我老师曾是他们成员之一，但现在有了很深的矛盾。他们昨天是来灭门的。哼，干掉那个傀儡后，魔人协会一定已经知道了，他们肯定会继续派人来，要么今天晚上，要么明天，我们一定会迎来第2波危机。关我什么事？我们现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如果被杀掉，你也会一并嗝屁。哼，先消消气，你毕竟是我身上的一块肉，我们应该亲切才是。那先说好，来的人必须我吃，
没你的份。还有，不许喝农药，合作只限这2天。成交。林恩在阁楼里换上新的战斗服，从手术室找到了一把趁手的刀，左手在一旁呼呼大睡，手心的嘴冒着一个一张一弛的泡泡。不行，趁手的装备还是太少了。他在那个血肉傀儡的空壳中仔细搜索，但还是没找到自己遗失的左轮和剔骨刀。他看了一眼呼呼大睡的左手，自己的左轮和刀很有可能也被他给吞了下去。要不找。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戴上口罩和手套，林恩悄悄伸出右手，把左手的嘴轻轻掰开一个缝隙。他肩膀上瞬间生出一条细长的触手，小心翼翼地从左手的嘴里伸了进去。林恩一路摸索，闭着眼睛细细感应，终于抵达了最深处。触手立刻碰到了诸多没有消化的肉块和机械组织，看来被他吞下去的那个怪物的组织就在这里了。他开始进进出出的往外掏。丁，您获得了破碎的核心 X1。丁，您获得了腐朽的血肉组织 X1。丁，您获得了裂魔左轮 X1。丁，您获得了血锯的剔骨刀 X1。找到了。他收回触手，冷笑地望着黏糊糊的左轮和剃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决定再摸点东西出来。丁，您获得了聚焦之瞳 X1。丁，您获得了龙息之手破损 X1。随着不断深挖，林恩的眼睛越来越亮，曾获巨多啊！他心潮澎湃，一件件的往外掏，触手进出的速度也开始加快。嘿，他清醒了过来，瞬间就看到了面前正在收集各种货物的林恩。哇呀呀呀呀！咔嚓一声，左手锋利的牙扣瞬间咬合，林恩控制的触手被一分为2。丁，宿主的生命值损失。干什么？想打架吗，阿累？他瞬间看到了林恩身边那堆黏糊糊的肢体和血肉组织，懵了。你听我解释，我只是想找一下我昨天被你吞进去的几个道具，我并没有想和你开战的意思。短暂的寂静，下一刻，杀了你！居然敢虎口夺食，居然敢把我吃进去的东西再偷偷掏出来，你完蛋了！就在这时，林恩的耳边瞬间响起一个系统提示：丁，您触发任务不平静的晚上，任务介绍游魂像的夜晚，暗流汹涌，新的危机已经酝酿。林恩用力对刀，表情瞬间严肃。安静，果然和我想的一样，他们来了。门外的魂灯闪烁着，悄然暗淡，夜幕降临。与此同时，游魂像的黑雾中，一个人头猪身的怪物抬起头，眼球充血，在地上投影出一片血色画面。画面中浮现出昨天晚上血肉傀儡临死前的情景。情景分析：血肉傀儡死于内部的吞噬与崩解，危险等级评估 A 级，可进行进一步探查。那巨大的猪体缓缓挪动，从黑雾中走出，在他身后还跟着2个一模一样的怪物。药剂店内，林恩右手拿左轮，肩膀分化出的触手提着刀，像猫一样窝在房梁上。左，你灵活，去门框上面蹲守，待会只要有人进来，咱俩一起上，我用触手缠住他，你直接一口吃掉，猎物都给你。别叫我左，你以为我和你关系很好吗？但他还是悄无声息地拉长，悬浮在了门框之上。林恩分化出的4根触手也已做好了准备，他眯着眼，像黑夜中的猎豹，伺机而动。不知道过了多久，林恩瞳孔一缩，看到了一个身影缓缓出现在药剂店门口。就是现在！一根根触手直接爆射而出，瞬间将那个身影裹住。隐藏在门框之上的左手也是瞬间膨胀，张开血盆巨口，凶狠的一口吞了下去。啊呜呜！巨口中传来2个惊恐的声音。林恩一愣，这声音怎么有些熟悉？他迅速从房梁上荡下，看到左手闭合的巨口中，一大一小4条腿哇哇哇的不停甩动着。血衣恶灵3值减10，恶灵血鹰3值减10。停！自己人啊！几分钟后，黏糊糊的血衣恶灵和萌娃呆滞地坐在门槛上，感觉就像是做了个噩梦一样。亚达女士，你们怎么来了？当然是担心你啊！如果再遇到昨天晚上的那种怪物，那该怎么办？而且这就是昨天晚上我变异出来的那个家伙，把那个怪物吃掉的就是他，因为是我的左手，我暂时给他取名为左。嗷呜一声，左手瞬间咬住了林恩指着他的右手。左手对你的好感度减1。一只手。他脑海中瞬间浮现出昨晚那恐怖的场景，这有些超乎他的想象。今天晚上不会太平，昨天的傀儡死后，他隶属的组织一定会派人前来，今天必然又是一个不眠夜。你确定是今天晚上吗？我有特殊的信息渠道。他们话音刚落，门外迷雾中瞬间传来一阵阵刀刃撞击地面的声音，2人瞬间对视一眼，心照不宣。林恩迅速荡到房梁上，血衣恶灵也化出真身，贴在天花板上。萌娃被一只触手吊在门框上，眨着眼瞅着同样在旁边伺机而动的左手。滋溜！丁，
恶灵血鹰对你的左手好感度+1。滋溜。丁，你的左手对恶灵血鹰好感度+1。两个家伙高兴的你一下我一下的滋溜了起来。别舔了，来人了！门外黑雾中，三个人身中空的庞大集合体缓缓出现，目标地点已确认，正在展开扫描。为首的怪物眼球聚焦起红芒，目光落在空旷的店铺中，几乎是在一瞬间，林恩翻身而下，单手持枪瞄准了那个怪物的眼球。一抹子弹瞬间落在怪物的眼眶上，神圣的力量蔓延至他全身。不用藏了，这次来的又是生物傀儡，准备战斗。目标已锁定，最高危险等级猎杀。刹那间，那三个怪物的身形化作残影，双臂生长出钩形的螳螂刀，对着林恩展开了迅捷的猎杀。就在猎杀者的螳螂刀划过林恩面门的那一刻，一双猩红的利爪横贯而来。交给我吧。一道红影闪过，恶鬼形态下的血衣恶灵出现在他身边，半米长的指甲铿锵一声，便与两个猎杀者的利刃交锋在一起。嘻，交给我吧。昨天我真的很生气呢。嘻。那就拜托你了。他迅速拉开距离。那这个猎杀者就交给我们了。左手咬他。不用你教我。左手宛如长蛇，猛然向那个猎杀者撞去，轰的一声，在地上撞出一个大坑。但猎杀者的速度太快，瞬间跃起，8条刀刃般的猪腿刺入墙壁，眼中红光急速闪动。目标分析：未知生物体，展开猎杀。他手上的螳螂刀迸射出电火花，整个身体宛如刀刃旋风，向林恩狂涌而去。与此同时，倒吊塔内，一个全身灰白、脸上盘旋着机械结构的男人大步走了进来。前往由魂像探查的那3个猎杀者联系上了吗？信号已经建立，谢魔副会长随时可以接管控制权。把视觉画面接过来。他面前的屏幕缓缓亮起，3幅画面出现，正是正在战斗的林恩和血衣恶灵。谢魔双眼一眯，第一眼就捕捉到了那个病态兴奋的红衣恶鬼。血衣恶灵，居然是他！他的目光愈发阴沉，随即转向第3个猎杀者的视觉画面，看到了那个左手极为怪异的持枪少年。一个人类，不像。但随即他目光落在少年手中的猎魔左轮上时，脸色才微微一变。猎魔人的左轮，将我的神经与3号猎杀者建立同步。当谢魔再次睁开眼睛时，他便已经控制了3号猎杀者的身躯，目光瞬间就落在了数十米之外的林恩身上。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林恩的耳边也瞬间传来系统提示：丁，警告，危机急剧攀升中。丁，您触发紧急特殊任务，活下去。听到提示的刹那，林恩立刻清晰地感受到面前那个猎杀者的不同。与之前的机械相比，现在的他双眼冰冷而睿智，更像是一个人。不好！剧烈的危机席卷而来。左手小心！他瞬间后退，但那个猎杀者猛然抬头，身躯以电光火石的速度向他爆射而来。左手瞬间张开巨口，锋利的舌头哗啦啦地向猎杀者狂涌而去。转化高温强热属性。猎杀者瞳孔覆盖上火光，手臂上的螳螂刀流淌出极致灼热的光流，高温的刀刃瞬间斩过，左手的长蛇被整齐地斩飞出去。蛇没了，能恢复吗？又长出来了。瞬间，猎杀者宛如残影般出现在李恩面前，灼热的刀刃向他猛插。我来！左手拿着刀，铿锵的与猎杀者展开了正面的刀战，但明显少了一丝方法。左，快点展露出你干掉那个血肉傀儡的实力啊！那是从内部吃的，现在是外部。就算是想吃它，它也得划我一嘴的刀子。我就是医生啊，他给你划烂了，我再给你缝起来啊。可没有机会啊！机会好，那我就来给你创造那个机会。林恩瞬间从怀里抓出了一颗漆黑布满囊肿的眼球，聚焦之瞳。他伸出手指，咬着牙，噗呲一声，一颗血淋淋的眼球就被他从自己的右眼眶中抠了出来，然后拿起怪物的眼球，用力一拳导入了自己的眼眶。林恩右眼飙着血，迅速发动血光燃烈，大量的神经组织包裹了聚焦之瞳。并您链接了新的器官聚焦之瞳。左手让开！林恩猛然抬头，狰狞着将目光聚焦在猎杀者身上。凝视诅咒，发动！一声，目光所及，不管是墙壁还是石砖，瞬间飞快的溶解。一瞬间，谢魔咬着牙，顶着刺骨的腐蚀，猛然向林恩冲杀而来。好的，交给我了。左手巨口猛然张开，一股席卷整个街道，将猎杀者的诡计带偏，让他被迫停下。锁定你了！狂涌的诅咒在猎杀者全身蔓延，他的机体迅速出现大量腐蚀。就在这时，林恩豁然伸出手，从背后抓出了一个用黑布包裹的手臂。还没完呢！他大吼一声，栽背，将断臂丢上天空。他背后的触手迅速将那只龙息之臂缠绕链接，一只巨大的黑龙手级出现在手臂之上，巨大的龙口猛然张开，充满了无尽怒火的炽热龙息，
像倒扣的岩浆，瞬间向着整个街道喷吐而去。倒吊塔中，巨大的屏幕上滚烫的熔岩彻底占据3号猎杀瞬间裂开，强烈的反噬让谢魔与猎杀者的神经同步瞬间崩断。谢魔大人，您怎么样？那个家伙用了我给血肉傀儡精心设置的杀戮兵器，他怎么敢？轰的一声，他一拳将面前的机器轰成了碎片。那个家伙绝对不可能是人类，难道说他是血巨研究出来的一件生物兵器？谢魔大人，1号和2号猎杀者已经被那个血衣恶灵摧毁了。不用管，明天我会亲自带着我的血肉傀儡去会会他们。血巨找到了吗？从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血巨大概率是去了人偶庭院。游魂像已将2个猎杀者撕成碎片的血衣恶灵迅速恢复原状。他穿过浓烟，看到了林恩，整个街道都被燃毁。林恩用力地咳嗽着，肩膀上的龙息之臂也与他断开了链接，落在地上。最恐怖的是他的右眼，那漆黑的聚焦之瞳，仅仅对视都能让人感受到一阵诡秘和深寒。我没事。他用力地把聚焦之瞳从右眼掏了出来，然后当着血衣恶灵的面，从瓶子里摸出自己的眼睛，啪的一下倒进了右眼眶。血衣恶灵散值减5。已经解决掉了。丁，你完成了任务不平静的夜晚，获得了传说级特殊道具夜一转职任务图谱、传说级技能图谱、随机诊断术。林梅眼前一亮，这一波堪称巨肥。这次来的只是斥候，你怕是已经招惹了一个庞大的组织，这几天你会遇到更大的灾厄。具体情况应该是和我老师的遭遇有关，不过我现在还没办法联系上他。半个多小时后，打扫完战场的血衣恶灵抱着萌娃离开。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记得第一时间联系我。林恩关上大门，回到客房。他知道现在依然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必须想办法联系上老师或小小。系统进入世界。下一刻，他出现在了那片熟悉的虚幻广场之上。区域信息分享：继昨日之后，游魂像再一次出现极高强度的怪物入侵。参战一方疑似恶灵女王血衣女士，另一位参战者的身份疑似血巨药剂店的学徒。点击播放。骷髅币30。林恩瞪大了眼，迅速点击进入。林恩的面前展开一幅画面，正是他刚刚安装好聚焦之瞳反击的那一刻。画面上一行行留言迅速飘过。居然是那个医生，太恐怖了！那个家伙的实力居然这么强的吗？他好帅呀，想他。怪不得，我以前还以为那个人族是因为有血巨老变态的庇护，才能在这里活下去。但是现在看来，他自己也是很有实力的啊。林恩惊异于情报者的能力，居然在战斗时无人发觉。他决定从这个情报者入手。他找到发布信息的名字，情报者024，目光聚焦，瞬间他便出现在一个狭小的屋子当中的椅子上，对面是一个身披黑袍的诡秘身影。客人，请问需要点什么？你就是那个分享信息的情报者？我是负责900号区域的情报员24号，我可以向您提供这个区域内所有有价值的情报，当然价格不菲。我想购买一些情报。第一个问题，我想知道血巨的确切位置。50个黑卢币。什么？50个黑卢币？那可是整整50万骷髅币。目标信息已在1日前提高至 A 级，信息获取实时追踪中，价格上溢了50倍。第二个问题，请问怎么可以快速的远距离联系上某一个具体的生物？根据方法的不同，收费标准不同。最便宜的转账100骷髅币后，24号给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答案。通过世界联系。还是这个问题，这次我需要价值1黑卢币的情报。转账1000骷髅币。您可以雇佣契约信使为您远距离送信，我们这里便同时经营着信使的雇佣服务。林恩的目光随即落在了柜台上的名册之上。厄运蝙蝠、驯化的地狱犬、虚空折月兽、腐地龟王。腐地龟王就用它了。正在为您预约，速度1米每小时。等一下，1米每小时？是的，品种经过特殊改良，速度相较于往年提高了不止10倍。林恩深吸了一口气，闭眼握拳。你们这里还有没有靠谱一点的？只有当前4种信使闲置。龟王的安全性高，但速度慢；虚空兽的速度快，但暴毙快。是的，2种信使各自给我预约2个，我有急用。24号递上一个表单，林恩犹豫片刻，随手在上面填写了隔壁的地址。2名虚空折月兽，2名腐地龟王，雇佣费用一共2600枚骷髅币。刚才不是已经给了你1000块了吗？刚才是情报咨询费，现在是信使雇佣费，需要分开结算。丁，骷髅币减2600。林恩缓缓睁开眼睛，脱离了世界。他立刻从客房坐起，瞥了一眼还在呼呼大睡的左手，飞快地潜入了店铺隔壁的废屋，找了个隐秘的位置藏起来，等候发货。
趁着这段时间，他拿出了得到的夜一转职任务图谱和随机诊断术。也就是说，只要拥有这个技能，就能够快速的对目标进行诊断吗？他立刻使用了随机诊断术的卷轴。丁，您学会了特殊技能随机诊断术，被动触发可快速对目标进行多次随机诊断，主动使用可随机为目标赋予至少1种至高20种疾病。林恩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一个黑心的链条，赋予疾病加治疗疾病等于小钱钱。不行，自己是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三好青年，人不能，至少不该。他一瞥自己的左手，丁，被动诊断触发，发现目标疾病1，消化不良，发现目标疾病2，农药恐惧症，发现目标疾病3，嗜睡症。林恩暗中吸了一口凉气，这个技能对于医生来说实在是神技。要不稍微试用一下主动技能？稍微试一试，应该没大问题的吧？他下定决心，目光聚焦在呼呼大睡的左手之上，发动。丁，您随机为目标诊断出了疾病呕吐。下一刻，正在大睡的左手手心一轻，醒了过来。阿累，怎么回事？是吃坏肚子了吗？哇的一声，左手瞬间吐出了大量残缺的肢体。让你不要随便吃那么多东西，你看生病了吧？来，喝了这瓶药。左手的喝下药剂，对林恩的好感度微微出现了些许的改观。2个小时飞快而过，林恩猛然感觉到外界传来一丝动静，他迅速睁开眼睛，警惕地隐藏起来。一阵阵阴风从外面狂涌而来，一个2米高的瘦长鬼影浮现在了门口。您的邮递。林恩镇定地走到门口，出示了情报者给予的身份证明。那个瘦长鬼影确认身份后，僵硬地伸出苍白的手，摘下自己的天灵盖，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包装精美的木匣，请您验收。林恩接过木匣，打开后，里面放置着4个卷轴和1张卡片。他拿起卡片，准备在背面签字。当他接过瘦长鬼影递来的羽毛笔，不小心触碰到对方指尖时，他瞬间感觉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冰寒，同时耳边也响起了一声声提示：丁，发现目标疾病陈年风湿。丁，发现目标疾病丑。丁，发现目标疾病寒毒实体。丁，发现目标疾病腹部内囊肿。林恩瞬间一怔，他卡卡地抬起头，严肃地望着面前信使的眼睛，一动不动。您签个字，我要回去复命了。稍等一下，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腹部胀痛，全身发冷，走路时膝盖发寒，照镜子的时候还有点想哭的冲动？瞬间，瘦长鬼影僵硬在了原地。他怎么会知道？朋友，你命不久矣啊！如你所见，我是一个专业的医生。你是不是这段时间去过极寒之地，还被什么扭曲的生物伤过？你是不是每到了阴天都会感觉到膝盖隐隐作痛？你怎么知道？你只需要知道你的问题很严重，如果再不治疗，轻则瘫痪，重则丧命。不过还好，你遇到了我，旁边就是我的店，来，我好好帮你瞧瞧。放心，消费不高。几分钟后，昏暗的药剂店中，瘦长鬼影呆滞地坐在小板凳上，望着对面已经穿好白大褂的林恩。客人，你的病有点复杂，也有点多，来，你先把你的腿抬起来。瘦长鬼影听话地把腿搭在柜台上，林恩拿出个小锤子一敲他的膝盖。Oh my god， 疼啊，比以前疼几10倍啊！疼就对了，病根就在这儿，不重都这么疼，这说明病都已经病到骨子里了。没那么严重吧？简直荒谬！等病痛真的侵蚀了你的全身，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煎熬？疼，死妈一样的疼！瘦长鬼影抓着板凳腿，止不住的发颤。吱，我现在就吱！你别说了，医生，你别说了啊！数分钟后，林恩镇静地将各种各样的药往瘦长鬼影的怀里塞。这是本店特制的血聚筋骨贴，这是内服药方，这是补药，保证你健健康康。医生，咱要喝的是不是有点多？多吗？这只是治疗你老风湿的药，还有其他的病没和你说呢。根据我的初步诊断，你还中了恶性的寒毒，甚至让你的肚子里面出现了恶性的囊肿。这不可能吧？到底有没有？开刀看看就知道。10分钟后，手术室里，瘦长鬼影颤抖地躺在台子上，看着不停磨刀的林恩。真的要开刀吗？能打麻药吗？差点又给忘记了。放心，我现在立刻就给您打。林恩转身在柜子里摸索，瘦长鬼影瞬间 Oh my god 了。为什么你要说给病人开刀打麻药不是正常的流程吗？为什么你好像连自己麻药放哪都不知道啊？找到了。瘦长鬼影松了一口气。过期了，要不你忍一忍？不过倒是还有一种麻醉的方法，物理麻醉。物理麻醉。丁，您击晕了瘦长鬼影，获得了10点基础经验。
半个小时后，林恩搀扶着空洞的、满身绷带、拄着拐杖、打着点滴的瘦长鬼影从手术室里走出来。客人，一切进行的都非常的顺利，记住，点滴不能停，药不能断，1个星期保证让你药到病除。我谢谢你啊！您的账单已经出来了，手术加药剂一共3000骷髅币，您是现金呢，还是割点什么呢？瘦长鬼影哦哦的掏出3枚黑卢币，半年的家产就这么没了。林恩检查邮递，他没有注意到一根头发从卷轴边不小心划过了他的指尖。丁，您发现了目标疾病，先天性高度瘫痪，永久性皮肤流脓。林恩一怔，目光锁定了卷轴上的那根长发，是那个情报者。他想起被坑的那几千骷髅币，微微一笑，拿起笔，在回执卡片的背面写了起来。他将卡片递给瘦长鬼影，微笑着说：“祝你健康。”瘦长鬼影瞥了一眼卡片上的内容，脸都绿了。一根头发就诊断出了一堆要命的病，这简直离谱到家了。他不敢多留，拄着拐杖，打着点滴，几乎是逃也似的冲进了黑雾当中。客人，欢迎下次再来，谢谢惠顾。目送瘦长鬼影远去，林恩拿出那4个卷轴，开始写第一封信。亲爱的小小，我是您的牙医林恩。自从您离开之后，我是日日夜夜都想着您，盼着您，难以入眠。您就像我心中的一抹白月光，特邀您明日能前来游魂巷一聚，并已为您准备好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写完信，林恩咬破手指，将鲜血滴在卷轴的法阵上，并签下自己的名字。法阵亮起血色光芒，空气一阵波动，2个生物缓缓浮现，一个是身体流线如同猎豹的虚空折月兽，另一个是背上长满青苔、长相丑陋的巨龟伏地龟王。你们就是我的送信员吗？虚空折月兽发出一阵呼啸，伏地龟王则缓缓的、慢慢的张开嘴。我是你的信使。林恩差点没被逼死。他拿出小小的一点牙齿碎屑，他叫小小，记住这个气息，尽快帮我把信送到。龟王嗅了嗅，然后以难以言喻的慢速伸出头，张开嘴，叼住信件。在林恩心急梗塞的注视下，龟王花了10分钟才把信慢慢伸向后背，打开龟壳上的小门。好的。林恩一把抢过信，迅速塞进暗格，啪的一声替他关上。他转头看向旁边的虚空折月兽，你的任务也有，我知道你的速度是你们信使界里最快的。话音未落，虚空折月兽瞬间消失又出现，将一块陨石碎片放在林恩面前，得意的吐着舌头。快，确实快，但是你特么头骨都裂开了，刚出门就把自己搞死，我信还没送出去，就要先给你出安葬费啊！林恩看着一个极快但容易暴毙，一个极稳但慢的要死，陷入了沉思。林恩看着奋力向外爬了10厘米的龟王，计上心来。几分钟后，他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被硬塞进龟王壳里的虚空折月兽。他将折月兽的4肢从龟壳的口子里拉出来，再把多余的地方焊死。虚空折月龟诞生了，它同时兼顾了速度与防御。龟子，你负责安全；狗子，你负责速度。我相信你们会成为信使界的一股清流。出发！呼的一声，墙壁被撞出一个大窟窿，虚空折月龟瞬间消失在黑雾中。林恩立刻坐下，开始写第2封信。数小时后，边缘之地，独角鬼王的神庙群中，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举行。泰坦兄，3000年了。能得大哥您短暂的清晰，做弟弟的定要敬你一杯。主位上是3个庞大的头颅，其中最小的那个正是林恩的客户小小。叮，一口闪亮的牙齿晃得台下的独角鬼族们胆战心惊。好闪啊！没想到侄女和之前相比，变得更闪亮迷人了呢。他找到了一个医生，哄得我女儿很高兴。最中央的泰坦头颅则一直沉默着，眼中满是混乱与恶意。酒酣饭饱，独角鬼王正要起身致辞，突然目光一闪，什么人？鬼鬼祟祟，胆敢冒犯我的领地！他一拳击破虚空，从中抓出了一只巨龟，正是林恩派出的信使。这是信使。他链接了龟王的意识，却发现信不是给自己的。谁叫小小？特么给我滚出来！我叫小小。独角鬼王一个寒战，愕然地望着对着镜子咧嘴的小小。女儿有了名字。侄女，你的信不认字。是谁写的？林恩。话音刚落，还在欣赏自己牙扣的小小 Oh Mad 的转过头，念。独角鬼王瞪大了眼，他从未见过侄女露出过这种眼神。那个叫林恩的到底是谁？他猛猛地打开信件，迅速浏览了一遍，表情瞬间就亮起来了。这真的要念吗？总感觉这信里的语气不该在公开场合念出来啊。念。独角鬼王哆嗦地抓着信件，大汗淋漓地开始念。亲爱的小小。瞬间，舔舐着女儿脸颊的女性头颅动作停了下来，泰坦头颅眼中的混乱也是一顿。我是您的牙医林恩，您还记得我吗？记得。您是一个非常友善而可爱的女孩子，
而自从您离开之后，我是日日夜夜的睡不好觉，脑子里面全是您，茶不思饭不想，膘都瘦了好多斤。瞬间，全场一片寂静，台下的独角恶鬼们连酒杯溢出来了都没发觉。我也瘦了2斤。不，两种意思不一样啊。信里这个家伙是在跟你调情啊。他真的不敢念下去了，因为后面更肉麻。念。独角鬼王一抬头，只见2颗巨大的头颅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他面前，死死地盯着他。他大哥那本来混乱的目光，此刻竟变得清明，却比混乱更可怕。这让我再次想到了你我共度的那个美好的夜晚。嗡的一声，2个头颅的头发瞬间像触手一样疯狂涌动。美好的夜晚，确实是很好的夜晚。继续念。 2个头颅同时大震。难道说女儿已经？念。这特么是当着人家爹妈的面念情书啊，躺着玩命啊！因为实在是难以遏制心中对您的思念之情。如果我再不给您写信，我就活不下去。您就像我心中的一抹白月光。卡卡卡！独角鬼王已经能听到面前那2个头颅恐怖的咬牙声，感觉地面都裂开了。所以想要邀请您去游魂巷一聚，并且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大餐。思念您光临的林恩先生致。台下所有独角恶鬼全都呆若木鸡。没了。这么思念我的吗？还有大餐？短暂的安静后，小小明显心情愉悦，轰轰的跳下台，接过信件。爹娘走了，女儿去吃大餐了。在所有人呆滞的注视下，小小哼着愉悦的小调蹦出了神庙，纯纯一个被一封信就拐走的无知少女。台下无数独角恶鬼惊恐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那个叫林恩的到底是什么牛逼存在啊？给根源级的恐怖存在写情书，还是当着人家父母的面，太强了。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一家子全都是根源级的股神啊？独角鬼王抬起头，望着沉默的2个猎头者，感觉气氛越来越不对劲。那个大哥大嫂，我觉得吧。轰隆隆，他的话还没说完，泰坦头颅便已发狂嘶吼，无数触手在神庙中狂舞，整个穹顶都要裂开了。趁老子病，欺我太甚。冷静，好不容易有一个能看上咱家闺女的老头子，你要冷静。我闺女特么才5岁，成年都没有就被勾搭上了。死之前是5岁，现在已经3000岁了，早成年了。老头子，你不要坏事。整个神庙都狂乱了，一声声恐怖的咆哮直接把穹顶掀飞。大哥，你清明了啊？你没注意到您的意志已经清明过来了吗？我当然要清明了，我再不清明，我闺女就要被狗日了。放开，让我干掉那个写信的王八犊子！老头子，你冷静，自由恋爱，当父母的最好不要干涉呀。我自由你个屁！这是诱拐未成年良家少女。轰隆隆，这他陷了下来。与此同时，人偶庭院，刺目的红月高悬，城堡外一片荆棘玫瑰在迷雾中盛开。数十只人首猪身的猎杀者警惕地向着城堡突袭，沿途是许多已经损坏的猎杀者残骸，显然之前的数次袭击都失败了。就在这时，他们看到前方小路的尽头浮现出一个身影，那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等身人偶，手持黑伞，身穿哥特长裙，动作僵硬，毫无生命气息。目标身份确认，人偶庭院第7控偶师黑弦月。警告，目标威胁度极高，全力展开猎杀。几乎是一瞬间，10几个猎杀者便已冲到哥特人偶的身边。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就像时间被定格，那10几个猎杀者突然僵在了原地。红月之下，可以看到他们身体的各个关节上都浮现出了一根根细密的丝线。精致的哥特人偶歪了歪头，手指轻轻一挑，那些猎杀者就像舞台剧的木偶，一刀一刀地捅进了彼此的头颅。不到1分钟，10几个猎杀者全部报废。北方大门的侵入者全灭，记录59秒。他打着黑伞，一步步向城堡走去，却又突然停下，密密麻麻的丝线刺入不远处的空间。空间裂开，一个奇形怪状的龟王被丝线控制着，从虚空中拖了出来。送信的。几分钟后，城堡内满是齿轮的大厅中，血具，你的信。高大魁梧的血具靠在机械台上，身上满是创伤，几个纽扣眼镜的洋娃娃人偶正在为他治疗。信是谁寄来的？我的女儿们在庭院里发现的，是一个虚空信使送来的，送信人叫林恩，你认识？林恩？这怎么可能？他艰难地站起来，接过信。是我2年前收养的一个孩子，一直在药剂店当我的学徒，看样子他应该是躲过了魔人协会的毒手。
他迅速打开信封，一看到上面歪歪扭扭的字，他就确认了是自己学徒的亲笔。但是当他看清信上的内容后，脸色巨变。仁偶庭院的大厅内，血剧凝重地看着手中的信。老师，我不行了，我要死了，身体在流血，脑浆都溢出来了。当他看到最后那句“您濒死却依然惦记您的徒儿黎恩”之时，抓着信件的手都明显地抖动了起来。我你 X 的魔人协会！轰的一声，他一拳打在地板上，地面瞬间裂开，他双眼血红，剧烈地喘息着。血剧，你这是做什么？夫人，谢谢你这2日的收留，不过我今天必须得走了。他还没走出大门，无数的丝线便将他束缚在了原地。你在发什么疯？你的伤还没治好，现在出去不是找死吗？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还不如杀他个你死我活。魔人协会，我一定让他们血债血偿。他现在愤怒到了极点，一根根束缚在他身上的丝线被他崩断。仁偶夫人皱眉，用丝线将地上的信拿了起来。10几秒后，他看完了信。你徒弟被……是我这个当老师的错，我如果早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就应该提前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徒弟满身伤痕，一边流血一边流泪写下这封绝笔的画面。啊，魔人协会，今日你杀我徒儿，明日我必将你覆灭，我血剧与你们不共戴天。你先冷静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份信有问题。那是我徒弟的字迹，不可能有假。你不要被信上面的内容冲昏脑子啊！你见过哪个濒死之人还声情并茂的给你每行字中间戳那么多点啊？血剧的嘶吼停顿了一下。你看看上面的字，字正腔圆，每个点给你戳的都圆滚滚的，这像要断气的样子吗？他翻过信纸，指着上面那个用笔画出来的嘟嘟嘟嘟的表情。你又见哪个濒死之人还有力气给你画个惨兮兮的表情啊？血剧怔怔地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蠢货，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去世界看看，如果游魂像真的没了，那世界当中肯定有人会讨论。他随手丢给了血剧一块世界石。几分钟后，2道传送的光柱，血剧和人偶夫人的虚幻身影浮现在900号世界广场。这里应该就是游魂像对应的世界广场，你可以自己翻一翻区域频道。虽然你这么说，但我还是觉得我徒弟出了事。没救的蠢货，自己翻开看看。血剧将信将疑地打开区域频道，刚一看到讨论内容，他的脸色就是瞬间大变。不好了，出大事了！游魂像的叔叔阿姨们，千万不要出门，外面来了极为可怕的生物。这几日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行，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必须得赶紧搬家了。今天我们游魂像到底会不会被灭，就只能交给命运了。几乎是在同时，整个广场所有生物的眼前都浮现出了一则紧急的区域信息：情报者警告，罪孽城游魂像附近再次出现根源级生物，能够撤离的，请紧急撤离。点击查看，消耗骷髅币100。血剧的呼吸瞬间急促了起来，他迅速地接受了信息。一刹那，他的眼前浮现出了一片蒙蒙的黑雾，画面慢慢清晰，位置正是在他的药剂店之外。这是画面中，血剧药剂店早已破损严重，而一颗隐现在黑雾中的巨大头颅就停在店门口，一根根猩红的触手正在向店里延伸，就像在觅食。徒儿啊！这一下他是真的裂开了，没看到魔人协会的走狗，却看到了一个比魔人协会更可怕的存在。他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奄奄一息的林恩被那个怪物一口吃掉的可怕场景。这不对劲啊！我就说我徒儿有难，你还给我巴巴拉拉的扯这么一堆。他全身的肌肉都鼓了起来，身影瞬间消失在了世界。徒儿，你坚持住，老师这就来给你收尸。等一下，他也立刻出去。与此同时，血剧药剂店的阁楼里，正呼呼大睡的林恩突然感觉到有什么软软的黏黏的东西正在碰自己的脸。别闹！他迷糊地伸出手，摸起柜台上的左轮，对着自己的方向开了一枪，然后换了个动作，继续呼呼大睡。丁，您枪击了根源猎头者小小，您获得了10点经验。丁，您获得了成就超勇的自己。林恩瞬间空洞地睁开了眼睛，睡意直接被这一声恐怖的系统提示驱散。小小，他直挺挺地站起来，瞪大眼向窗外望去，只见一颗巨大的婴儿脑袋空洞地立在那里，脑门上印着一个扁扁的弹头，正冒着一缕青烟。几分钟后，药剂店前，林恩爬着梯子，将那颗贴在小小脑袋上的扁扁的弹壳抠出来，吹了吹，然后摸出一个大号的创可贴，贴了上去。这是某种欢迎仪式吗？突然就射在了小小脸上。就当他是吧。他迅速跳下梯子，脸上露出欢迎的表情。小小，我没想到晚上才给你写的信，您现在就来了，这真的是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因为看到你在思念我，所以就飞快的赶来了。真的太给面子了。
看来今天稳了。看我的牙齿亮不？真的保养得非常的好，和之前一样闪亮。是的，3天没吃东西呢。虽然这样保养牙齿确实不错，但是不吃东西也是不可以的哦。要不这样吧，来我的后院，我先给您做点糕点开胃，然后再给您做一次全身性的护理，保证小小你除了牙齿之外，其他的地方也会格外的闪亮迷人。怎么样？好。画面切换，游魂向外数十公里的小山包后，一颗巨大的头颅泰坦正用触手卷着望远镜，远远的窥望着这边。山包后面，独角鬼王带着几百个精英卫士守着，在小小离开后，他们就一路悄悄地跟了过来。大哥，怎么样了？看到那个王八犊子了吗？是个俊俏的男孩呢，就是有点小。他的话刚说完，泰坦头颅一把就将望远镜摔在地上。麻了个巴子的，老子现在就去灭了他！这么丁点大的种族，还学人开大车，我必！冷静，你别给我冲过去，破坏闺女的好事。被破房子挡住了，看不到了。他把我闺女带他家了，他怎敢？你别激动，用听着也可以。咱们是来打探情报的，不能动手。气消下来的泰坦头颅拿起特制的助听器，很快咬基点方向的声音信号被接收到了。真的要这样吗？放心，我是你的医生，不用担心会出现不好的事情。山包后，泰坦头颅卷着助听器的触手已经是抖了起来，独角鬼王等人更是全都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不要拦我，让我杀了他！那王八犊子把我女儿骗过来，就做这么恶劣的事情，我必！误会，一定是误会。闺女是和咱们一样，是没有身体的啊。其他的地方就更不行了，我必！独角鬼王和一众卫士全都裂开了。药店后院，林恩正用力掰开小小庞大的耳朵孔，提着灯往里瞅。看到底了，原来是被堵塞了。不过放心，稍微捅几下就好了。麻烦你了。远处山包后，暴怒的泰坦头颅被死死按住，嘴里不断发出居然持续了2个多小时。正在帮小小用泡泡洗脸的林恩突然一愣。丁，恭喜您触发成就，来自大佬的肯定，您获得了永久性加持，全属性加10，魅力加1。怎么又获得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成就？与此同时，游魂巷口，一个高大的黑袍身影缓缓从黑雾中走出，他身后是密密麻麻的猎杀者和2个庞大的血肉傀儡。我们到了。正在乐呵呵帮小小擦脸的林恩，耳边骤然响起系统提示：丁，您触发特殊任务，留全尸。任务介绍：尽可能的让自己活下去，如果活不下去，就尽可能的让自己的尸体保存的完好一些。留全尸奖励50黑卢币纸钱，钛合金棺材1副，花圈5个，体面的西装1套。林恩的动作僵硬了一瞬，但迅速恢复了镇定。触发任务了，看来魔人协会终于派出了更强的存在。不过还好，得亏我把小小邀请了过来。小小，你饿了吗？是大餐嘛，已经3天没吃任何东西了。放心，我点的外卖已经到了，绝对是大餐中的大餐，这次保证让你吃得饱饱的。药剂店外的街道上，滚滚黑雾向两侧散去，目光阴沉的谢魔带着庞大的部队一步步走出。停！他的目光瞬间落在街道前那个暴毙微笑的少年身上。他居然真的没有逃，而且就这么大摇摆的站在那里。欢迎各位光临，我已经等候你们多时了。看来你已经意识到我们会来了，怎么是觉得自己有把握战胜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哦，那我就奇怪了，既然没有任何把握，你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呢？无他，装个逼而已。谢魔呆滞了一下，一时间竟无言以对。因为老师曾经告诉过我，如果你遇到稳赢局还畏畏缩缩，那就实在是太掉价了。好一个一张一张的调戏我啊！你这个没点逼数的家伙，杀了他！他身后无数的猎杀者瞬间向林恩狂掠而去。血肉傀儡，启动最高级生物灭杀！我要你们把它给我碾压成单细胞的血泥！你觉得你的装腔作势能救你的命吗？就算是根源级的来了又如何？他炸雷般的声音在整个游魂巷响起，一声巨响，几乎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一个庞大的头颅从天而降，啪的一声就坐在了一只血肉傀儡之上，将其压成了肉泥。全场一片寂静，谢魔保持着嘶吼的姿势，定格在了原地。我没听清，你刚刚说了啥？世界的直播画面中，瞬间显现出那颗巨大的、白白嫩嫩、还流着口水的头颅。画面明显一颤，迅速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拉开了距离。是之前的那个根源猎头者，是那个根源级的怪物。开玩笑吧？难道说那个怪物来游魂巷是林恩那个家伙请过来的吗？这怎么可能啊？定，敲钟者对您的畏惧度加10。定，暗夜食腐者对你的畏惧度加10。
定，您成功触发成就，散播恐惧。这就是外卖吗？好多，肉量好丰富，已经按耐不住了。放心，小小，没人会和你抢，他们全都是你的。谢魔僵硬而颤抖地望着那颗巨大的头颅，大张着嘴，脑子嗡嗡作响。根源级怎么会？这不可能！你们都叫人了，我当然也不能落下。真要是没点准备，你觉得我会这么堂而皇之的站在你们面前吗？都说了是2王带3炸了，居然还不跑，你是在歧视我吗？谢魔身旁的另一个血肉傀儡发出急促的警告。目标分析，根源级，最高级别警告，无法抗衡。战斗胜率分析0%，建议立刻逃离，立刻逃离。谢魔终于是反应了过来，跑！那一瞬间，谢魔爆发出了平生以来最快的反应速度，像风一样向着来时的方向狂飙而去。小小，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敞开了吃，如果吃不饱的话，我再带你们去他们老巢吃。一瞬间，小小欣喜万分地张开了嘴，无数根触手如同狂潮一般，向着街道上的猎杀者席卷而去。太美味了！除了肉肉的香味之外，还有金属的嚼劲，太好吃了。画面定格在无数猎杀者被触手卷入口中，发出嘎嘣脆响的场景。世界当中，看到这瞬间反转的局面，所有的观看者全都惊讶了起来。果然，那个根源猎头者就是林恩他召唤过来的。我有生之年居然能够亲眼看到根源级怪物的进食场面，我出戏了，简直就像是吃小鸡一样。等一下，你们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有3个猎头者吃了我们这片区域的很多生物，但就是没有动我们游魂像？难道说就是因为这里有那个学徒的关系吗？此言一出，游魂像所有的居民全都呆住了。这么说来，如果不是因为林恩，他们现在恐怕早就已经……而就在下一刻，当他们的目光再次落在画面当中，他们瞬间震惊了。画面当中，那庞大的根源猎头者一下子伸出了一根触手，卷着林恩的腰，把他往自己的脑袋上面一放，然后便一跳一跳的追捕起了那些胆敢逃走的食物。卧槽！不会吧？那个根源级猎头者居然主动让他骑？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关系绝对不可能是简简单单的认识啊！裂开了，他好像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胆敢骑在根源级怪物脑袋上的人类吧？根源骑士啊！风驰电掣中，林恩的耳边叮叮叮的不断响起系统的提示。定，您触发史诗级成就根源骑士，您获得基础经验1000。定，恭喜您获得了史诗级永久性加成，骑乘根源级怪物时的速度提高50%，持久力加10%，精准度加50%，魅力值加10%。离谱的成就，系统你够了啊！这明显是非常正常的好友关系，怎么能说得上什么根源骑士呢？小小往那边追，那边跑得多，你尽管吃，我来辅助。他瞬间拿出左轮，瞄准远处一个猎杀者的头颅，扣动扳机，被击中的猎杀者立刻被定在原地，随后被小小伸出舌头，一口卷过来吃掉，又脆又好吃。小小那里，林恩再次对着另一片逃窜的猎杀者开火，恐怖的狩猎已经将游魂向外路过的生物全都震惊了。一只又一只猎杀者成群结队的惊慌跑过，在他们身后乱鸣的声音传来，然后便是一个巨大的头颅载着一个啪啪乱射的人类，一下从黑雾中飞跃出来，在他们震惊的注视下，从头顶一跃而过。好快，好快！刚才什么东西压着我的脸上就飞过去了？林恩咬着开着枪，抓着小小的头发，一阵火花带闪电飘移着追了过去。在林恩精准的辅助枪击之下，又一个猎杀了小小中的咀嚼之物。小小吃饱了没有？没有。那我们去追那个大号的。好。巨大的头颅猛然落地，一阵火花带闪电的向着谢魔逃窜的方向狂飙而去。开什么玩笑？开什么次元玩笑啊！在他半边的机械之眼中，他带来的上百只猎杀者，此时此刻竟只剩下了不到一半。这才过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根源级啊！为什么随便来个穷乡僻壤的小地方就能特么遇到一只啊？他颤抖的猛然摁住左脸上的机械结构，与协会建立联系。您成功与协会建立了联系。快，不要耽搁，现在立刻定位我的位置，启动虚空折跃装置，立刻！他后半句把我折跃走，这话还没有说完，砰！一个瞬间从身后爆射而来，击中了他半边头颅，右边的机械结构瞬间破碎。不好！但为时已晚，紧随子弹而来的一根长长的触手，像大棒一样抽在了他的身上。他的身体瞬间横飞而去，左脸的机械结构哗啦啦的破碎。他猛然转头，惊恐地望着那骑着根源级头颅对少年，二话不说，加快速度疯狂逃窜。喂！他惊恐地发现，通讯装置已经被剥离出了他的左脸。完蛋了！他身后数百米外，骑着小小的林恩，耳边传来了通讯器里的声音：“喂，谢魔大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折月装置已经启动，大人，您说话啊！这是……他瞬间从身体中分裂出触手，哗啦一声便将那个闪烁着蓝光的机械结构拽了过来。定，您获得了325型魔人通讯装置，微损。林恩一愣，立刻将通讯器摁在耳边仔细倾听，很快就大概了解了情况。原来是想要利用远程折月的方式逃跑啊！不过既然落在了我的手里，他迅速利用血肉灾变改变了自己的发声器官，模仿着血魔的声线。请求支援，支援！我需要大量的军力对目标进行围剿。我再说一次，定位我的坐标，请求大军支援。那一刻，逃窜中的血魔听到了身后的声音，猛然回头，瞬间便看到了林恩拿着他的通讯器对着另一边狂吼的画面。妈呀呀呀呀！是，血魔大人，正在定位您的坐标，指令5秒后生效，立刻为你折月猎杀者小队。魔人协会41区内，一个又一个容器中的猎杀者被激活，仅仅几分钟之内，密密麻麻的猎杀者便完成了集结。猎杀者部队已集结完毕，虚空折月装置启动。与此同时，荒野中不断逃窜的血魔感觉到了周围空间的震荡感，还来！刷刷刷，一道又一道刺目的蓝光从天而降，一只又一只全副武装的猎杀者一跃而出，聚集在他身边。41区猎杀者部队集结完毕，奉您的命令，即刻赶来支援。你们中计了，这是一个陷阱，快跑，快！请副会长放心，我等的宗旨便是快，更快，非常快。首战集中战！一根从远方暴扫过来的触手，瞬间把他拍成了肉饼。好啊，还愣着干什么？你们这些完犊子玩意儿！他身边的改造型猎杀者们猛然转身，立刻捕捉到了远处狂舞着无数触手，向着他们狂飙而来的根源骑士。一瞬间，那些折越过来的猎杀者们顿时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刷刷刷的越过了血魔，以比他更快的速度向着前方逃窜而去。窘迫感叹：这些没用的东西，跑得比他都快！回来，多克们，给我回来，保护我啊！但他的话刚说完，一个巨大的阴影从天空投落，那颗巨大的根源级头颅载着人类少年，从他头顶一掠而过，一个漂移落在了他的前方。特么围点打圆啊！林恩骑在小小头上，举起左轮，对着前方大批逃窜的猎杀者露出了兴奋的笑容，就像是虎入羊群。林恩骑着小小，对着下方逃窜的猎杀者一顿扫射。7点钟方向，2只猎杀者，可知12点钟方向，一共3只猎杀者。小小加速冲过去碾压。定，小小击杀了3只猎杀者。世界中大量的观看者震惊地望着画面中那单方面的围猎和碾压，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小小吃饱了吗？蛋宝，还有吗？今天真的胃口大开吗？当然有，你尽管吃，不够的话我再叫。他立刻又拿起了那个通讯器。支援，请求支援！你们是嫌我死得太快吗？这么一点兵力，塞牙缝呢！立刻，马上，我要更多的兵力投入战场。通讯器那边的联络员们全都大惊，冷汗直流。是，谢魔大人，我们立刻为您召集更多的人手。全区动员令发布，机械程序、生化傀儡、协会压箱底的存货被紧急集合传送。而在荒野中不断逃窜的谢魔感觉到了周围更大的虚空震荡。还来，你们不要传送，不要送了，你们要把他们养起来了。一个又一个庞大的传送门在他身边浮现，对从中涌出。但几乎是在他们出现的同一时刻，小小载着林恩漂移了过来，张开了无数。好，你们做的非常的不错，这次的支援非常的及时且量大，等我得胜归来，一定好好的犒赏你们。那几个联络员顿时露出了无比兴奋的表情，亢奋地开始联系其他大区，调集更多兵力。谢谢魔大人提携，我等愿为大人您鞍前马后。不过你们要提高警惕，我这次面对的敌人非常的可怕，说不定会有人侵入我们部队的联络信号，给你们提供假的情报。放心吧，大人。而另一边，被大军裹挟的谢魔终于抓住一个机械虫，接通了信号。喂，你们不要再给我折越了，有人冒充我，你们接到的命令是假的。通讯站里，那几个通讯员听着信号，脸上同时露出了冷笑。不错啊，能把我们副会长的声音学得这么像。呵呵，贼喊捉贼玩得很溜啊！你们听清楚，我才是你们的副会长，我才是谢魔。你也不照照镜子，能丑成这样，你怕也是下了苦功啊！我真的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他再也忍不住，一口鲜血狂飙而出，眼白一翻，全身冒火。与此同时，魔人协会倒吊塔最深处的核心区域，一座庞大的地下容器中，一个庞大的意识缓缓苏醒。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军队调动？
是谁下的命令？到吊塔核心区域，巨大的容器旁，数十个仆从立刻单膝跪地。回会长，是副会长谢魔大人的命令，他遇到了需要大量军队共同讨伐的威胁，所以传来了紧急报告。那个意识瞬间接管了倒吊塔内部的血肉装置和机械仪器，远程接通了谢魔的通讯器。谢魔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荒野上正在清理残兵的林恩听到通讯器里的声音，立刻明白这是魔人协会的真正 BOSS。林恩微微一笑，再次改变自己的声带，模仿着谢魔的语气。回会长，我这里遇到了一些大麻烦，等我解决了这里的事情，我立刻向您报告。通讯器那边一片沉默，但仅仅过了数秒，那个声音再次响起，却变得无比冰冷。你不是谢魔，你摘了他的通讯器。信号猛然中断，本来还源源不断追越过来的机械和血肉大军也同时终止。林恩立刻明白，是大 boss 接管了权限。魔人协会倒吊塔中，那个意识冰冷的训斥着。谢魔他恐怕已经是遇到了不测，你们这些废物白白浪费了我这么多的兵力，还被人当作猴来耍。那几个联络员顿时脸色苍白，跪在地上。他几乎在一瞬间便远程接管了游魂向外所有的军队，通过他们的视角锁定了已经昏迷的谢魔，还有那个正在大杀四方的头颅。根源级，原来如此，看来这一次是被人摆了一道，这是想要利用根源级的生物来给我协会一个下马威吗？他一眼就看出，那个头颅虽然是根源级，但并非真正无解。他的心思迅速活络起来。如果能将这个根源生物斩获的话，他眯起了双眼，眼中寒光涌动。解封我的2号躯体，开启合约，我要亲自去会会他。正骑着小小飞快狩猎的林恩猛然抬头，他感受到周围空间传来剧烈的激发，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烈。小小，你吃饱了吗？8分饱，我还要吃，美味。他的话音刚落，一道深蓝的光圈瞬间从高空落下，直接将荒野上的数十个机械虫碾压成了粉碎。一个散发着恐怖威势的庞大身影，徐徐地出现在了林恩的视野当中。猎神者傀儡，等级。战斗能力超越君王的强悍战力。介绍魔人协会最尖端的血肉造物之一，针对君王级与根源生物所制造出来的顶级防御武器。这特么就过分了，这难道就是魔人协会的那个大 boss？ 警告！警告！危机度100%，请立刻逃离。系统提示响起的那一瞬间，那个庞大的血肉巨人身体中瞬间衍生出一只没有皮肤的血肉巨手，向着小小的方向横扫过来。小小，快避开！但为时已晚，巨手轰的一声落在了小小的侧脸之上，巨大的威势让整个地面都隆隆颤动，小小的身体一下子被扇飞了几十米。远处的山包后，泰坦头颅、女性头颅、独角鬼王同时看到了这一幕，飞身散去，正咬着一个猎杀者的小小怔怔地站在那里。他下意识地摘下自己的眼球，向着自己的脸颊望去，他的一颗牙断了一小截，掉在了地上。瞬间，小小的眼眶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变得一片通红，巨大的委屈一下子升腾起来。小小，你没事吧？哇，医生，牙齿，好看的牙齿裂开了，哇，裂开了，呜，说话都跑疯了，哇！远处的山包后，那2个比小山还要大的一头头漆黑的乌云在呼呼的聚集着。2个巨大的头颅沉默着，但那背影散发出的恐怖气息，仿佛暴风雨即将席卷而来。大事不妙，大事不妙啊！他非常清楚自己大哥大嫂对自家女儿的溺爱程度，那可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现在一个大笔都抽过来了，咔嚓咔嚓，无数道恐怖的裂缝从2个头颅下面蔓延出去。刚才你看清了没有？看得很清楚。这一刻，这2个几千年里彼此恶毒相向的头颅，竟是第一次如此步调协同地站在了一起。我现在很生气。我也一样啊。短暂的寂静后，那2个头颅瞬间一跃而起，飞上了数千米的高空。没了，绝对没了！敢当着他大哥大嫂的面把人家闺女打哭，这就算是神老子来了，也绝对救不了啊！战场上，无数残存的魔人协会部队迅速聚集在猎神者傀儡身边。你应该就是前几日毁掉我的一只血肉傀儡的那个人类吧？根源级，不错，能借到这样的力量，你确实可以横着走了。不过，你们千不该万不该，敢招惹到我魔人协会的头。咔嗒，他单手举起左轮，指着远处的猎神傀儡。你们知道，对于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来说，一个大笔兜的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吗？看来你很勇啊！怎么，想用你手里的那把玩具来挑战我？猎神者傀儡奉劝林恩逃命，但林恩并没有听。他连续扣动扳机，将左轮里的弹药全部打死。世界的观战者们全都震惊了。他疯了吗？那个生物一看就知道不好对付啊！
就算是那个根源级生物，也不一定就是那个巨人的对手啊！你敢对我开枪？啊，弱是弱了点，不过当着他的医生欺负他的患者这种事情，不管怎么看，心里都是非常的不爽啊！丁，小小对你的好感度加10。丁，小小打心里认为您是一个值得甜甜和依赖的好伙伴。丁，您触发了史诗级成就，根源密友。放心，有大锅锅在，不要哭哦。世界中的观战者们全都 Oh my 的了，离谱，太他妈离谱了！有趣，非常有趣。是想顺便提高那个根源级生物对你的好感吗？你确实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类，不过前提是你得能活着理解这个。我这具身体拥有超越君王级的力量，全力发挥了，就算是真正的根源级来了，也不在话下。而你身后的那个脑袋，也只不过刚刚踏入根源的阶位而已。你不会真的觉得我只有这一个朋友吧？此言一出，猎神者傀儡瞬间哈哈大笑，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事情。哦，难不成你还能再召唤出几个更强的根源级生物？你给我这机械降神呢？你以为根源级的生物这么说来就给你来吗？就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轰轰，两声巨大的破轰轰，一瞬间，就在世界观战者们震惊的注视下，两颗比山还要高的巨型头颅如同陨石般从天而降，瞬间落在了猎神者傀儡的身后。他身后那些大笑的猎杀者，瞬间就被压成了血泥。狂风呼啸，巨大的阴影从身后投射下来，猎神者傀儡依然保持着的指着林恩的姿势。这不是来了吗？哎，爹爹妈妈！全场仿佛被时停了一样，一片寂静。猎神者傀儡僵硬地站在那里，眼中倒映出两座泰山般目光恶毒的头颅。是他爹妈找来了 ！Oh my god！ Oh my god！ 是他们，是那2个猎头者，我绝对不会认错的。几天之前，就是这一家3口逛到了游魂巷附近，把周围好几个地方都给吃空了。他们是一家子，他们是一家子的。这开什么玩笑啊？那个学徒这么恐怖的吗？他是什么时候结交了这一大家子的？战场上，猎神者傀儡卡卡卡的僵硬转身。你刚才很嚣张啊！你好像给了我闺女一个比斗啊！他的目光瞬间空洞，那种比小头颅浓烈混乱不知道多少倍的恐怖气息，将他死死锁定。真正的根源级啊！完犊子了的！那小子的嘴是开过光的吗？为什么会真的出现机械降神啊？这开什么玩笑啊！扑通一声，那个猎神者傀儡双腿不听使唤的弯了下来。没很勇，我就是随便说说，真的。刚才那一比斗，你扇的很开心啊？我没有，真没。我那只是和他开个玩笑。那么可爱的一个孩子，谁舍得扇呢？真的是我们魔人协会的一种表达喜爱和善意的传统习俗。他扇了旁边的一个猎杀者一耳光，就像这样，是很正常的礼节。您看，他也是很欢乐的。2个庞大的头颅目光落在他身边的猎杀者身上，一阵火花四溅，那个猎杀者的脑袋扑入到了2大头颅的面前，手劲用大了。短暂的寂静。您看他虽然脑袋确实是掉了吧，但是他还是很开心的。你看他笑起来多好看。猎神者傀儡跪在那里，抱着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怎么不继续说了？刚才说的不是很开心吗？我圆不回来了啊！下一刻，2个庞大的头颅暴怒的一把把他拖了出去，无数的触手他就是火爆。打！你知道那一个比斗对我女儿得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吗？那令人龙颤动，那几10米的巨人在2个泰坦头颅面前，简直就像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娃娃。呼啦一声，庞大的血肉巨人瞬间发出凄厉的惨叫，直接被从中间撕成了2半。跑！他惊恐万分，终于在被撕裂的最后一刻，将意识成功的从躯壳中抽离，回到了倒吊塔的核心区域。立刻向全协会发出最高级别命令，启动0级防御预案，同时启动紧急避险方案，将巨象所有的部件立即折跃转移。荒野上，2个巨大的头颅分食着猎神者傀儡，小小扶着林恩来到他们面前。爹娘，女儿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女儿超级喜欢的棒棒的林医生，他是个很好的人，非常的娴熟，每次去医生这里都把女儿弄得很舒服呢。小叮的一声露出洁白的跑分牙齿，示意自己清新的口腔，瞬间2道杀意齐刷刷的落在林恩身上。警告！危机度上升至 99.9%。不对劲，为什么总感觉小小的爹娘一副很想把自己干掉的样子啊？伯父、伯母，你们好，我是小小的牙医兼护理师，姓林，家住游魂巷55号，17岁，未婚，
有房，父母双亡，小有积蓄。一片寂静，4颗比房子还大的眼球定定地盯着他，仿佛随时都会吃了他。这样吗？警告，危机度上升至99.99%。不对劲啊！都把自己抖得这么清楚了，为什么他爹妈对自己的恶意不降反升了呢？小伙子不错啊，大车开得很熟练啊。一封信就把我家宝贝骗过来了，真的是很会哄骗。小女孩呢？你骑的我女儿很舒坦呢。警告！警告！宿主当前3值即将归零。我一点都不快乐啊！狗系统啊！医生骑小小的时候真的很快乐，小小也很快乐，带瞎户。林恩瞬间空洞，头上的冷汗如大雨倾盆。小小，这种时候咱们就不要说一些奇怪的话出来了，好吗？脖子凉飕飕的，马上就要裂开了啊！等吃了那个生我女儿的家伙之后，咱爷俩要不单独聊聊？单独聊聊？咱们有什么好聊的吗？天地可见啊，绝对是产生天大的误会了。走，闺女，你还没有吃饱吧？既然今天有这样的机会，那就敞开了吃。好耶！与此同时，一片广阔的荒原之上，大地开始隆隆的颤动。0号危机应对预案已启动，正在全面激活当中。大地缓缓裂开，一座数十米高的建筑咔咔咔的破土而出。伴随着一声声巨大的破土声响，一只又一只动辄数百米长的巨大机械手臂从周围的地面破土而出。一座由血肉和机械结构聚合而成的庞大造物倒吊塔，缓缓地从地下升到了地面之上。0号预案全面启动，最高防御机制激活，视作型巨像012号全面开启，进入紧急战斗状态。地下更深处的封闭空间当中，魔人协会的会长是心魔冷笑地注视着屏幕中升起的倒吊塔。好，很好。这就是他们魔人协会从建立开始便设置的最强防御手段。只要0号预案启动，整个倒吊塔都会化作巨像，变成一件无与伦比的战争兵器。会长大人，所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着急地启动视作型巨像？我们已经被3个根源级的生物盯上了，如果不立即开启0号方案，等他们来了，那可就没有任何机会了。此言一出，周围所有的人全部都是脸色大变。什么？根源级生物？还是3个？这怎么可能？是哪个蠢货敢招惹那种级别的存在？是我招惹的，怎么了？周围的人顿时不说话了。倒吊塔有我们协会这么多年所有的研究资料，我们绝对不能轻易放弃。你们立刻下去安排，率先将有关巨像计划的所有资料进行转移。凄凉荒野，魔人协会所在地。血巨和人偶夫人的身影从山脉另一边跃起，几乎血巨就看到了荒野尽头伫立的那座直入云端的血肉高塔。果然，0号预案启动了。那个是心魔，到底想要干什么？他怎敢启动这个造物？那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魔人协会的最高研究成果，也是我们模仿巨像构建出来的第1代式作型战争机器。它几乎集合了我们魔人协会历代的尖端科技，一个科技文明。是的，不过与其说是科技文明，倒不如说是那个文明失落的遗产。而就因为我们得到了那份遗产，所以才有了后面的巨像计划。大地猛然再一次颤动了起来，就像某种庞大的跳动在隆隆地撞击着地面。血巨和人偶夫人一震，立刻转头向震动传来的方向望去。一个庞大的女孩头颅一下子从裂谷下一跃而上。那是猎头者，没错，的确是猎头者。难道说魔人协会是招惹到了这样一个怪物吗？看到这一幕，血巨几乎是立刻就明白了0号预案启动的原因。如果只有这一个的话，是作型巨像，还是可以轻易解决的。几乎就在他话音刚落的那一刻，又是一声巨响，一下子从他身后的裂谷跃了上来。还有一只，他立刻认出那是一个女性的头颅，满眼的恶毒与残忍。完了，原来是一次性招惹到了2个根源级，其中一个还是成熟体。不过如果只是2个根源的话，是作型巨像就算撑不住，那肯定也能争取到一段时间。他的话一颗比那2个头颅还要庞大很多的头颅瞬间从裂谷跃了上来，重重的落在了那2个头颅的身边。哇呀呀呀，3个啊！这么是我们根源了吗？有没有搞错啊？这，你觉得魔人协会的胜率怎么样？有点渣都不错了啊！人偶夫人呆呆地拿起望远镜，仔细地眺望着，而也就是在下一刻，她猛然一怔，她突然看到其中那个较小一些的头颅张开了嘴，一根触手从嘴里卷出了一个人形生物，然后往自己的脑袋上一放，而那本来恐怖的女孩表情也瞬间就变得阴郁了起来。等一下，不对劲，这画风怎么突然就变得有些不对劲起来了？血巨，你快看啊，我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啊！
有个无敌的家伙骑着那个根源猎头者啊！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不是啊，我没有开玩笑，真的有一个人类骑着那个猎头者啊！一个人类还特么骑着猎头者，你怎么不说耗子骑猫呢？他向着那3个猎头者的方向望了过去，瞬间，他的目光空洞了下来，身体僵硬在原地。只见那只叫小猎头者的脑袋上，一个人族少年正盘膝坐在那里，手里翻着花绳，笑眯眯的给面前一根捧着眼球的好奇触手演示着。他几乎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少年的脸。徒儿，这不可能，一定是幻觉。如果我徒儿真的有这种本事，那早就在黑暗世界横着走了。他用力揉了揉眼睛，咬破手指，在地面画起了一个小小的法阵，想要联系一下。徒儿，你还活着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正坐在小小脑袋上演示花绳技巧的林恩突然一怔，感觉到胃里一股血气上涌，吐了一滩血在自己手里，血气迅速蠕动，聚集出了几个丑爆了的大字。这是老师，我当然活着啊！老师果然没事的吗？老师，我还活着。您死了没？您什么时候回店里啊？你徒儿我一个人很害怕的啊！几乎在他喊完的瞬间，他的耳边响起了系统提示：丁，恭喜您触发成就夏欢老师的出场式，您获得基础经验200。山峰上，人偶夫人震惊地望着躺在地上抽抽的血具。血具，你怎么抽起来了？那个骑着根源级猎头者的家伙，真就是我徒弟。几分钟后，3颗巨大的头颅抵达了倒吊塔前。我们到了。林恩立刻睁眼，目光被荒野尽头那座庞大的血肉高塔所吸引。滚滚的灰尘和雾气被驱散，一座直入云端的高塔呈现在他眼前。是座型巨象12号倒吊塔，等级未知，战斗能力无可匹敌的反根源巨象为丁。您遇到了第一座奇迹造物，图鉴系统已激活。奇迹造物，奇观图鉴。他立刻试着将倒吊塔录入图鉴。丁，录入成功。是座型巨象倒吊塔已收录进入奇观页面，您获得了收集奖励，自由属性点加10。他立刻兴奋地将目光转向了身下的3个根源级生物。10点自由属性，这只是收录了一座奇观，那如果是根源级的生物呢？他迅速将目光聚集在胯下的小小身上。丁，您收录了根源级生物猎头者小小的图鉴，您获得了系统奖励6点自由属性。林恩顿时一喜，立刻转头望向另外2个根源级生物。丁，您收录了根源级生物猎头者泰坦头颅，您获得了系统奖励20点自由属性。丁，您收录了根源级生物猎头者巫神头颅，您获得了系统奖励15点自由属性。无敌了啊！这个图鉴系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助力。医生，你看上去好开心呢。因为遇到了开心的事情，当然很开心了。与此同时，倒吊塔地下的封闭空间中，大屏幕上立刻显现出那3个庞大的猎头者。魔人协会的高层全都表情颤抖，汗如雨下。好，很好。既然来了，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协会最顶级造物的强大实力。他的手瞬间摁在一个机械开关之上，视作型巨象全面激活，进入战斗模式，目标已锁定，开启根源反制，巨象蓝图全面启动，开启猎杀。一瞬间，凄凉荒野中那座直入云霄的倒吊塔猛然动了起来，庞大的身躯一点一点地从地下抽离。你们拿什么跟我打？就算你们是根源级生物又如何？在我魔人协会最高级别的研究成果面前，你们拿什么和我打？外界风起云涌，是座型巨象缓缓地迈动巨大的机械之腿，转过身锁定了远处的猎头者3头组。吼！天地为之变色，大地为之震动。林恩捂着耳朵，大惊失色。但就在巨象吼完那一刻，10几声破空声瞬间响起，泰坦头颅狰狞地张开巨口，一根根无比粗壮的触手如闪电般爆射而出。一声巨大的抽打声，刚刚还咆哮的巨象瞬间一个踉跄，摔倒在地。短暂的寂静后，啪啪啪啪啪，那10几根庞大触手像抽离一样，啪啪啪的就抽在了巨象的机体之上，打的是皮开肉绽，火花四溅。马了个巴子的，一个小小的机械，敢在你爷爷我面前装逼，我让你吼吼啊吼啊！林恩呆滞地望着那啪啪啪啪狂整的画面，总感觉这好像不是自己所预想的。丁，当前任务取消，您触发了新的任务，打扫战场。林恩又给了佐佐一个脑瓜崩。丁，佐佐对你的好感度减1。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对着佐佐就是一顿残影般的脑瓜崩。哎呀！不要弹了，不要弹了，弹棉花呢？都说了不要醒了。佐佐，你不会怂了吧？怂？说什么奇怪的话？我难道会怂吗？我天不怕地不怕的好不好？医生有听到说话的声音。哇呀！佐佐瞬间躲到林恩肩膀后面，牙齿哒哒哒的抖着。丁，
佐佐对小小的畏惧度加10。哎，没事，小小你不用在意，我的左手有些害羞，习惯就好。小小收回了眼球，在他看来，医生有个会动的左手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林恩一脸坏笑地抓住发抖的左手手腕，把他抬到面前。佐佐，你在发抖啊？没有，你哪里看到我抖了？我刚才就是随随便便伸个懒腰。欺软怕硬？没有，我没有。遇到完全打不过的生物，当然也会不可避免的害怕啊。这明明就是很正常的。佐佐说着说着，表情空洞了。他看着林恩那不怀好意的诡秘笑容，感觉自己被拿捏了。佐佐，哇呀呀呀，吓死我了！你干什么？你应该是会听话的吧？佐佐应该不会不听话吧？毕竟凉拌猪手吃起来也是嘎嘣脆啊。丁，佐佐对你的畏惧度加10。你不会是在暗示我要把我喂给？怎么会呢？你可是陪着我单身了17年的左手啊，我怎么会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呢？佐佐刚松了口气，怎么说也得先煎炸一下，再撒点孜然吧。林恩笑眯眯地摸出一根棒棒糖和一瓶农药，摆在佐佐面前。做什么呀？呜呜，一个选择题，听话的孩子有糖吃，不听话的孩子有药喝。佐佐，你想做哪种孩子呢？小小，今天医生请你吃凉拌左手。哎，很好吃的吗？美味极了，食材新鲜，活蹦乱跳。这么新奇的吗？很想尝尝看呢。听话，没有说过不听话呀。以后你做大的，我做小的，这总可以了吧？呜呜，不要凉拌。张嘴。甜。呜呜。就在这时，小小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医生，前面有门。林恩猛然抬头，从系统空间摸出狰狞的龙息之臂，血肉灾变发动，无数藤蔓将断臂连接到他的肩膀上。龙息之臂上死气沉沉的龙首双眼顿时浮现出汹涌的火光。丁，您链接了龙息之臂，警告，您的身体严重超负荷，将所有属性点全部分配到体质之上。瞬间，一股汹涌的热流涌入林恩全身，链接龙息之臂带来的巨大压力立刻得以减轻。丁，体质全面分配完成，龙息之臂负荷降低为微负荷。林恩的体质属性瞬间突破150点，这意味着他的血肉活性和延展性得到了巨大提升，配合血肉灾变技能，他不再是脆皮，而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小小，强行倒进去！轰！一声巨响，通往地下基地内部的钢铁巨门被小小一脑袋撞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检测到目标入侵，基地防御系统全面启动，猎杀者生物机器启动，目标锁定，开火。几乎是一瞬间，钢铁走廊的两侧和上方猛然裂开，一座座自动化的机枪炮台显露出来，无数红点瞄准了骑着小小的林恩。锁定，攻击！庞大的炮台猛然旋转，轰！林恩的左手瞬间向前绵延而出，膨胀成一面肉壁构成的5边形盾牌。密集的子弹落在盾牌之上，竟直接被反弹。佐佐，你居然已经可以随意改变形态了吗？废什么话，还不赶紧把那些炮台干掉呀！他们射得我啪啪的疼啊！有了佐佐的盾牌，林恩瞬间摸出猎魔左轮，目光锁定前方的机炮，击发精准的点射，一阵那几个炮台瞬间报废。小小，继续冲！是。林恩开枪越来越熟练，一枪一个，几轮下来，所有防御机炮全部被摧毁。就在这时，前方第2座大门隆隆开启，大门内密密麻麻的猎杀者蓄势待发，他们的左臂上粘连着炮口。目标锁定，最高命令，阻击，立即发动攻击。数十个猎杀者眼球亮起光芒，手中的炮口向整个走廊喷射出炽热到极致的火浆，滚滚的火浆顷刻之间便将整个走廊笼罩。在我面前喷火，这还能惯着？林恩猛然站起，肩膀上链接的龙息之臂上的龙首活了过来，盘旋着狰狞的望向汹涌的火蛇。巨大的黑龙头颅仰天长鸣，口中喷射出滚滚龙息，两股庞大的火蛇瞬间撞击在一起，整个走廊都在极致的高温之下溶解。炽热的龙息宛如灭世，顷刻间将所有猎杀者笼罩。他们的身体表面血肉不断被溶解，露出银白色的密银构造，但即便是强化金属，在那可怕的龙息之下，依然迅速融化。警告，无法负荷，立即启动防御模式。就在那警报声传来的刹那，一声龙啸突破了火幕，一个少年汹涌地冲出火墙，手中握着半米长的黑色锋刃，脸上带着病态的礼貌微笑。林恩一跃而出，一刀便砍在为首的猎杀者脖颈上。丁，您击杀了一只猎杀者，您获得了基础经验500。同时，林恩的左手骤然张开巨口，一口将另一个猎杀者吞入口中。那是我的，好吃的，呜呜！佐佐立刻闭上嘴巴，整只手臂瞬间扭曲，化作一把长长的剑刃。你还能变成剑？之前吃的猎杀者消化了，他们能用的，我也同化了一部分。随着小小的入场，那些几乎失去反抗能力的猎杀者立刻变成了他的大餐。
噬心魔暴怒地望着走廊上传来的漆黑画面，整个人急火攻心。但他已经来不及理会，因为地面上那2个猎头者已经将倒吊塔几乎分食殆尽。该转移的数据也已经传输到了安全的地方。既然你们这么想要闯进来，那我看你们就永远地留在这里好了。他迅速链接基地主控台，准备启动基地自毁措施，权限认证成功，基地自毁措施正在启动，当前倒计时10分钟。刺耳的警报声瞬间响彻整个基地，所有成员都露出惊恐的神情。自毁？开什么玩笑？我们还没有撤离啊！快去折月大厅！折月大厅内，噬心魔带着数十名高层启动了折月装置。就在蓝色光幕即将形成时，整个大厅光芒一闪，陷入昏暗。警告：基地能源核心受损，能源效率降低至 3%， 折月启动失败。怎么回事？他颤抖地将意识链接到基地深处的能源供给核心。监控画面中，数百米高的核心反应堆心上，此时竟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通透口子。伴随着电火花的爆炸，依稀能够辨认出，似乎有什么东西刚刚撞穿了整个能源核心。堆心上清晰地显现出一个巨大的人头轮廓，而在那个人头轮廓的脑袋上，还显现着一个太字形的人形轮廓。要多眨眼有多眨眼，噬心魔呆滞地站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啊！杀了你！我特么杀了你们啊！因为自毁措施一旦启动就无法关闭，而折月系统正好失灵，他们被困在了这座即将爆炸的基地中。折月大厅的墙壁被撞穿，一个骑着小小啪啪乱射的根源骑士，一个漂移停在大厅中央。找到了你！从他们撞出的巨口望去，可以清晰看到一条从基地外围蔓延到这里的直线，轮廓清晰，直的一批。这是硬生生撞过来的。你们摧毁了我们的能源供给中枢。你们既然有折月装置，我就知道你们会逃跑。只不过我没想到你会这么丧心病狂，启动了基地的自毁装置。别说，正合我意。刺耳的警报声报告着爆炸倒计时6分21秒。3个根源级的生物的确拥有摧毁我们的实力，不过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你不该出现在我面前的。刹那间，他的瞳孔变得一片银白，一道道看不见的涟漪瞬间散发出去。林恩立刻感觉大脑像要爆炸一样。警告！警告！您受到了强烈的精神震爆。脑袋！这是精神攻击。小小明显没有反应过来，这一刻，佐佐没有任何犹豫，猛然张开巨口，发出一声尖锐的长啸，整只手臂迅速溶解，化作一滩滩漆黑的粘液落在地上。一声婴儿的啼哭，粘液熔变出一个个和林恩长得一模一样的婴儿，发出诡异的啼哭。噬心魔立刻感到一股强烈的恶心和眩晕，精神震荡瞬间中断。林恩睁开血红双眼，抬起左轮连开3枪，小小的触手紧随而至，瞬间贯穿了噬心魔的脖颈。佐佐，你怎么样？没事，就是有些食欲不振。医生，刚才那是什么？精神攻击，一种直接攻击对方意志和心灵的能力。林恩眯了眯眼，系统的任务完成提示没有响起。他应该是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意识转移了出去。小小，我们走。既然他第一次没有解决掉我，那就别想再有第2次了。与此同时，基地最深处，一座巨大的容器中传来机械的合成音。意识转移完毕，1号躯体完成聚合，正在重启。一声巨大的爆炸，容器顶盖被掀飞，气流中，一个全身上下遍布机械骨骼的人形机械体缓缓走出。这便是噬心魔最后的身体，他最强的战斗之躯。我记住你们了，今日之辱，他日我必将100倍奉还。等我归来之时，你们的世界将为我颤抖。他没有任何停留，猛然转身，一跃而起，撞穿头顶的钢铁结构，沿着走廊飞快地向一条秘密通道而去。基地自毁倒计时4分05秒。他势不可挡地冲破一道道墙壁，但就在他来到一条长廊时，一个戏谑而熟悉的声音传来：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还有新的躯体，临死前还要放狠话，反派的职业素养真是刻在骨子里了。是那个人类。噬心魔瞬间辨认出李恩的声音，巨大的怒意让他猛然转身，发动了更加猛烈的精神震荡。你给我出来！他强大的精神力甚至直接将坚硬的钢铁之墙扭曲崩坏。下一刻，一颗庞大的头颅瞬间撞穿他面前的墙壁，将他撞飞出去数十米。噬心魔毫发未损地站起，眼中的红芒闪动着狰狞的光晕。如你所愿，然后呢？噬心魔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嘶吼着对小小口中的林恩再一次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精神震荡。但巨大的精神冲击落在小小身上，却只掀起微不足道的涟漪，迅速消散。你这个家伙，你应该对根源生物产生不了影响吧？所以你也只敢欺负一下我这个小小的学徒了。当初你们派人来杀我老师，顺便清理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最后会是被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学徒逼入绝境呢？噬心魔双眼疯狂闪烁，倒计时只剩最后的2分钟，他骤然转身向走廊尽头直冲而去。
小小，该吃正餐了。小小瞬间蠕动着触手，以更快的速度向噬心魔撞去，将他重重碾压。敢欺负我的医生小小，打死你！庞大的触手重重抽打在噬心魔身上，火花迸溅。噬心魔狂吼站起，双臂伸出2把高温长剑，竟与小小的触手一时斗得难解难分。刺耳的自毁警报声越来越剧烈，整个基地都在分崩离析。而在小小的口中，林恩眯着双眼，目光死死锁定着那具看似完美的机械之躯。既然是意识转移，那你这完美的机械之躯里也还隐藏着肮脏的血肉吧？丁，您正在使用随机诊断术的主动效果，请问是否立即动用？当然，我亲爱的病人。林恩的瞳孔中闪过一丝诡异的光芒，瞬间，无数肉眼不可见的诊断信息涌向了噬心魔。丁，您随机为目标诊断出了疾病突发性金属恶性锈蚀症。丁，您随机为目标诊断出了疾病核心能源传导功能障碍。丁，您随机为目标诊断出了疾病全身性结构螺丝松动症。丁，您随机为目标诊断出了疾病不可逆电路精神分裂。正在与小小激烈战斗的噬心魔突然一僵，他坚不可摧的机械身躯上，大片的装甲竟毫无征兆地浮现出斑斑锈迹，如同腐朽了千年般剥落。这不可能，机械怎么会生病？他体内的能量传导开始紊乱，动作变得迟滞，关节处发出卡拉卡拉的怪响，仿佛随时都会散架。在我眼里，万物皆可生病，现在该吃药了。小小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无数触手瞬间硬化，如同黑色的闪电，狠狠地贯穿了噬心魔的身躯。血肉苦弱。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彻底撕碎。与此同时，基地的自毁倒计时归零。巨大的蘑菇云在荒野上腾起，曾经的魔人协会基地化为一片火海。远处，林恩和小小从地洞里钻出，安然无恙。那2颗更加庞大的头颅，泰坦头颅和巫神头颅也早已在外等候。危机解除，但气氛却再次变得凝重。2颗巨头，4只山一样大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林恩，那眼神是经典的岳父岳母审视未来女婿的眼神。小子，我女儿以后就拜托你了。要是让她掉了一颗牙，要是让她不开心了，你知道后果的吧？我会的。数日后，血巨药剂店重新开张，一切仿佛回到了起点。林恩穿着白大褂，坐在柜台后，左变成一只小巧的手，正百无聊赖地用小拇指弹着一枚骷髅币。小小则抱着一个比他还大的棒棒糖，幸福地舔着。一个头上长着犄角，看起来很紧张的恶魔病人推门而入。请问这里是双木医生的诊所吗？听说您什么病都能治。林恩抬起头，脸上露出了他那招牌式的既专业又变态的温和微笑。当然，请坐，别担心，我是一个专业的医生，